利罗伊在废墟中呼喊：伊奥娜！伊奥娜费力地睁开双眼。利罗伊俯身说道：睁开眼睛，如果你在这里睡着就死定了。伊奥娜虚弱地开口：利罗伊公爵。利罗伊皱眉回应道：是的，你现在清醒过来了吗？伊奥娜疑惑：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伊奥娜·莫德罗夫曾是皇帝理查德的近卫骑士，被称为皇帝之剑。在他登基之前，我就已经守在他身边。为了我的主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心甘情愿，哪怕这意味着……理查德坐在王座上说道：外界一直有关于我们关系的荒唐传闻，所以伊奥娜，我觉得你最好还是结婚吧。新郎是谁并不重要，不是吗？即便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理查德为我选择的男人正是利罗伊汉公爵。当时他显赫的家族名声正因丑闻而受损，但他迅速将势力扩张到了关键的战略位置。公爵自然会警惕我，毕竟我是皇帝的耳目。不出所料，我们的婚姻是一场灾难。从我们并肩走过红毯的那刻，直到现在，我从未将我们视为真正的夫妻。我相信公爵也是同样的感觉。所以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伊奥娜靠在利罗伊怀里，你怎么会在这里？又是怎么找到我的？你可不是那种会出于好意来救我的人。利罗伊低头看着他，丈夫来救妻子，难道很奇怪吗？伊奥娜回应道：对我们来说确实很奇怪。利罗伊点头说道：同意。伊奥娜捂着伤口，战斗中受的伤比我想象中还要深，我可能撑不下去了。她虚弱地问道：所以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里吗？利罗伊回应道：如果你能活下来，我就告诉你。伊奥娜看着满手的鲜血，那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条件，我很快就会死。如果运气不在你那边，你也会死在这里。利罗伊说道：你还能说这么多话，说明你比想象中更有精神。伊奥娜沉思着，她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反常的行为？她真的是来救我的吗？偏偏是在我为了保护皇帝而被留下的时候找到了我，因为那个皇帝，我一直与我的丈夫保持距离。伊奥娜虚弱地问道：利罗伊公爵，陛下安全吗？利罗伊愤怒地回应道：你还在担心那个抛弃你逃跑的主人吗？伊奥娜回应道：即使他是暴君，守护主人也是骑士的本能。利罗伊看着他说道：果然，你和皇帝都一样。伊奥娜惊呼道：你要干什么？利罗伊问道：很疼吗？我的部下很快就到，再坚持一下。伊奥娜愣住，他真的是担心我的死活，才一路赶到这里的吗？我本想在公爵面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死去，如果我注定要和这个男人度过最后的时光。伊奥娜虚弱地说道：利罗伊公爵，能请你帮个忙吗？利罗伊有些迟疑，还是算了，如果是让人心烦的事就别说了。伊奥娜看着他说道：我想最后吻你一次。利罗伊震惊地问道：你刚才说什么？你对我有什么私人感情吗？伊奥娜回应道：只是觉得没吻过丈夫就死掉有点遗憾。利罗伊皱眉说道：我们在婚礼上吻过。伊奥娜反驳：只有3秒钟，甚至没碰到嘴唇。你的心理年龄只有8岁吗？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会守口如瓶。利罗伊说道：别说这种听起来像你爱我的话。伊奥娜轻笑一声：我可没打算那么厚颜无耻。利罗伊缓缓靠近他：你不会死的，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俯身吻了下去，伊奥娜的手无力地垂下。我试图在生命的尽头想起一些遗憾的事，但回首往事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也许这样死去也不坏，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周围的这些环境，我们或许真的能成为一对不错的夫妻。利罗伊声嘶力竭地喊道：伊奥娜！世界彻底陷入沉寂，黑暗中只剩下微弱的余音。伊奥娜！重重的拍桌声响起，伊奥娜猛地惊醒，环顾四周，这是什么地方？海登伯爵怒吼道：伊奥娜·莫德罗夫，你竟敢在我面前打瞌睡，你是聋了吗？我叫了你多少次？伊奥娜疑惑：父亲，他应该已经死了，为什么会站在我面前？如果我能看到这个混蛋，那就意味着……他开口说道：我真的下地狱了。海登愤怒地问道：什么？伊奥娜看着周围，不过这里看起来不像我想象中的地狱，这倒也不奇怪，指望去天堂确实太奢侈了，我毕竟犯下了不少罪孽。至于你，父亲，你已经无可救药了，所以这很合适，但看来你在这里适应得很好，甚至看起来更年轻了。海登伯爵勃然大怒：你这无耻之徒！他猛地挥动手掌朝伊奥娜脸上扇去，伊奥娜眼神冰冷，瞬间伸手扣住他的手腕，他顺势发力，将海登重重摔在桌上。海登痛苦地呻吟着。伊奥娜俯视着他问道：父亲，告诉我，为什么我是卑微的那个背叛妻子和另一个女人鬼混的人？明明是你！海登咬牙切齿地瞪着他。伊奥娜继续说道：我什么都没做错，为什么要承受这种耻辱？海登挣扎着喊道：放开我！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竟敢胡言乱语！他狼狈地爬起身，再次伸手抓向伊奥娜。你疯了吗？伊奥娜侧身躲过，一脚踢开海登，海登狼狈摔倒在地。伊奥娜冷冷地说道：辛辛苦苦把我养大吗？把这些话留给你其他的孩子吧，你知道吗？在你之后，我成了下一任家主。海登惊恐地向后爬行，退后，别再靠近了。伊奥娜继续说道：你那可怜的儿子和女儿，甚至不知道原因，就在尖叫中死去了。海登颤抖着吼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别以为受宠就了不起，如果没有我为你拉拢关系，你根本没机会接近皇太子。伊奥娜停下脚步，她低声问道：你刚才说什么？不是皇帝，而是皇太子。我曾是个私生子，因为展现出剑术天赋，海登莫德罗夫伯爵收留了我。他站在高处俯瞰，想要提前讨好未来的皇帝，却又不想让任何关系成为自己的负担。作为私生子，我被当做一件合适的礼物，准备送给皇太子。海登露出阴险的笑容，他将我藏在阴影中，在禁闭中抚养我。我接受着残酷的训练，
如果跟不上进度，就会面临饥饿或毒打。对普通人来说，那是无法忍受的虐待。但我凭借着怪物般的成长，成为了皇宫最锋利的剑。伊奥奈看着眼前的男人，等等，这个父亲看起来年轻的诡异。去年春天流行的吊灯还没被换掉，他开口问道：“现在是哪一年？我现在几岁？”海登坐在地上喊道：“你果然疯了，以为嫁给公爵就能目中无人了吗？”伊奥娜看向一旁的镜子，消失了。太阳穴上的那道浅伤疤，他抬起戴着手套的手，最后一场战斗留下的伤口也全都不见了。我真的回到了过去。大门被猛地推开，尼尔斯冲进房间喊道：“父亲，这是在吵什么？”伊冯娜紧跟在身后。尼尔斯冲上前喊道：“父亲，您被袭击了吗？”伊奥奈看着眼前的两人，伊冯娜、尼尔斯，这些混蛋终于都出现了。他嘴角上扬，发出肆意的笑声。尼尔斯指着他吼道：“你疯了吗？是你对父亲动的手？”伊奥娜摊开双手，反问道：“你在问什么？是问父亲怎么变成了这种没用的可怜虫，还是问他为什么会像烂泥一样躺在地上？”尼尔斯咬牙切齿地喊道：“伊奥娜·莫德罗夫，你的言行太无礼了！”伊奥娜眼神冰冷地回应道：“尼尔斯·莫德罗夫，真正无礼的是你们和父亲不过是区区贵族，竟敢对帝国骑士表现出这种不敬的态度！”尼尔斯愤怒地咆哮：“你这卑贱的东西，竟敢反抗我们！是因为我一直容忍你，才让你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吗？”他挥起手臂，重重扇在伊奥娜脸上。伊奥娜被打得侧过头，眼神却愈发冰冷。他低声说道：“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尼尔斯指着他吼道：“看来是我们对你太好了，你竟敢对父亲动手，还敢反抗我！我会让你想起自己到底是什么身份。”伊冯内在一旁附和道：“没错，这丫头越来越傲慢了。上次我问她皇太子的行程，她竟然完全无视我。”尼尔斯露出残忍的笑容：“别担心伊冯娜，就像上次一样，我会打断她的腿，让她再也不敢产生任何反抗的念头。”伊奥娜想起了1年前，我确实被尼尔斯的猎枪打中了腿部，那是绝对不该发生的事。他开口喊道：“尼尔斯·莫德罗夫！”尼尔斯再次举起手吼道：“不许你直呼我的名字！”伊奥娜攥紧拳头：“我要撕烂你的嘴！”他挥拳重重击中尼尔斯的脸，鲜血飞溅。伊冯娜和海登发出惊恐的尖叫。尼尔斯趴在地上质问：“你竟敢打我！你这卑贱的东西！”伊奥娜冷冷地提醒道：“你的牙齿！”尼尔斯站起身，从嘴里吐出一颗断牙。他看着手心的血迹，歇斯底里地咆哮：“你竟敢攻击我的脸！我要杀了你！”他冲向壁炉，抓起上方的长剑。伊奥娜平静地回应：“在那之前，你会先丢掉自己的命，拔出你的剑。既然想要取人性命，就要做好先丢掉自己脑袋的觉悟。”他摘下手上的手套，扔在尼尔斯的身上：“为你的所作所为负责吧，尼尔斯·莫德罗夫。”尼尔斯看着地上的手套，虽然不想承认，但伊奥娜是个剑术天才，如果现在对他动手，丢掉1、2条腿一点都不奇怪。他握剑的手在颤抖，冷汗顺着脸颊流下，这种压迫感简直让人窒息。海登大声呵斥道：“尼尔斯，退后！”尼尔斯不甘地说道：“父亲，但是……”海登语气严厉地说道：“伊奥娜，你也退后！”伊奥娜冷笑一声：“虽然你年纪更大，应该比他更懂得判断局势。”海登上前一步：“难道你没听到吗？暂时不要再靠近了。”伊奥娜冷冷地回应道：“我被关得太久了，已经无法再听从你的命令，而且我答应去见公爵的日子也快到了吧？还剩下多少时间？”从那个地方回来后，我立刻开始了行动。首先要清理掉的就是那些被派来监视我的女仆。伊奥娜站在走廊上，看着眼前的女仆们，说道：“你们都被解雇了。如果伯爵问起原因，就告诉他派来的孩子们太粗心，真实意图已经暴露了。”女仆们惊恐地回应道：“明白了。”伊奥奈看着女仆离去，冷冷地说道：“不需要再回来了。”他回到房间，疲惫地坐在床上。经过刚才那场骚乱，父亲应该会安分一阵子。这是梦境还是现实？是神灵的惩罚，还是赐予我的慈悲？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我从未渴望过回到过去的生活。伊奥娜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身影。不过这倒是个好机会，能再次见到利罗伊公爵。看来我们很快就能再次见面了。2天后，帝国骑士团总部，伊奥娜走在花丛间，见到公爵后，我该怎么办？他为什么要救我？是因为即便只是名义上的妻子，他也不忍心看我死去吗？我想确认他现在过得好不好，去见他并不难。我们约好很快就会见面。如果我贸然行动，可能会在路上和他错过，还是先在这里等着吧。伊奥娜停下脚步，我依然能感受到她当时的体温。那个为了救我不惜冒生命危险的丈夫，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报答他的恩情。伊奥娜走到门前，抬手敲门。骑士团长萨斯基亚说道：“伊奥娜，进来吧。”伊奥娜走进办公室，团长抬头问道：“你又受伤了吗？”伊奥娜说道：“如你所见，因为那个白痴，我必须在办公室待一阵子，需要帮忙吗？”团长指着他说道：“我确实急需人手，但绝对不是你。你一回来，皇太子殿下就召见了你。”伊奥娜惊讶地问道：“殿下吗？”团长点头回应道：“当然是殿下。”伊奥娜低头问道：“我真的必须去吗？”团长看着伊奥内的脸，他只有在掩盖伤口时才会化这种妆，虽然只是临时补救，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尼尔斯肯定又打他了。团长开口说道：“如果你问我是否强迫你，答案是肯定的，你必须去。尼尔斯做得太过分了，即便他嫉妒自己的妹妹，也不该如此。你没必要永远忍受那个混蛋的虐待。如果你下次再带着伤出现，我就去向他发起决斗。我不是在开玩笑。”在上流社会中，私生女是最耻辱的身份。海登莫德罗夫伯爵为了掩盖污点，将我登记为远亲的孩子，因此大多数人都以为我只是伯爵的养女。这种谎言被轻易接受了。伊奥娜看着团长说道：“他大概不会接受决斗，他甚至没理会我的请求。”
团长猛地站起身，惊呼道：“你向他发起了决斗？你吗？”团长坐回位子上，感叹道：“我活了这么久，还是会被你吓到。”伊奥娜问道：“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可以告辞了吗？”团长挥手回应道：“去吧。”伊奥娜转身离开，副官在走廊拦住他，问道：“伊奥娜小姐，您要去哪里？”伊奥娜回应：“去见殿下。”团长看着他的背影说道：“伊奥娜，别让其他人随意对待你。”伊奥娜转过头说道：“当然，那总归是件好事。”副官看着伊奥娜离开，转头对团长说道：“伊奥娜小姐回来了。”她脸颊上好像有淤青。团长重拍下桌子：“提奥巴德，梅耶，别说废话了，快把报告给我。”提奥巴德缩着脖子说道：“我只是很惊讶，他又被打了吗？即便只是养女，她现在也要成为公爵夫人了。”团长叹了口气：“当一个你认为卑微的人突然获得成功时，人们往往很难接受。”他的眼神变得锐利。皇太子究竟想让伊奥娜嫁给谁？金碧辉煌的宫殿内，阳光洒满长廊。侍女弯腰行礼说道：“伊奥娜小姐，殿下刚刚睡熟了，您是在这里等候，还是稍后再来？”伊奥娜回应道：“没关系。”他迈步走进寝宫，皮靴踩在光洁的地板上。理查德正躺在长椅上，双眼紧闭，陷入了沉睡。伊奥娜单膝跪在榻前，轻声说道：“殿下，如果您太累了，我可以稍后再来。”理查德缓缓坐起身子：“我的骑士真是没内心，竟然敢打扰领主的睡眠。”伊奥娜低下头说道：“我很抱歉。”理查德轻笑一声：“我听说了一个传闻，你打断了尼尔斯的前门牙。”伊奥娜低头回应道：“那只是流言蜚语。”理查德俯身靠近，盯着他的眼睛说道：“告诉我实话，伊奥娜，他是一个我无法反抗的人，他并非我选择的主君，但既然成为了他的骑士，我就必须毫无疑问的服从每一道命令。正如他为了自己的便利而选择了我，我也为了生存而宣誓盲目地忠诚。所以，我从未寻求奖赏，也从未寻找其中的意义。但我有一件事想问你。”伊奥娜用力握紧拳头，指甲深深陷入掌心。“你当时在哪里？你在做什么？是因为救不了我，还是你选择了袖手旁观？”伊奥娜回过神来，低头回应道：“是他先动手的，我只是反击了他的下巴，仅此而已。”理查德问道：“你们为什么打架？是因为和公爵的婚约吗？”抬起头来，伊奥娜缓缓抬起脸。理查德伸手抚摸她的脸颊，轻声说道：“如果你不想要这段婚姻，我们可以取消它。”理查德看着他说道：“伊奥娜，不想做就别做。”伊奥娜回忆着，众生前他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他只是在测试我的忠诚。回忆里，伊奥娜单膝跪地说道：“殿下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理查德拖着下巴：“你一直都这样，你会继续听我的话吧？一切都不会改变，对吗？”伊奥娜低头回应道：“当然。”伊奥娜看向理查德说道：“殿下，其实我觉得我的未婚夫挺讨人喜欢的，感谢您的关心。”理查德脸色阴沉，沉默片刻后说道：“很高兴听到这不是强迫婚姻。好了，你可以离开了。”伊奥娜疑惑地问道：“您召见我，不是有事要吩咐吗？”理查德靠在沙发上说道：“你的未婚夫今天要来，我本打算介绍你们认识。”伊奥娜一脸惊讶：“公爵今天就要来王都吗？”理查德盯着伊奥娜，但看你的脸，我想你不能这样去见他。伊奥娜摸向脸颊，我完全忘了脸上的伤，脸上的伤其实并不重要，宫里眼线太多，很难进行正经谈话。他行礼说道：“那么我先告辞了。”皇宫花园外传来怒吼：“这是对我们的侮辱！”红发随从挥舞着手臂说道：“怎么能连个向导都不安排？”利罗伊走在花园里说道：“如果安排了，反而像被监视，这样更好。”红发随从愤愤不平地说道：“但这还是太失礼了，明明是他们召唤我们的。”利罗伊说道：“确实，有个向导可能会更好，至少那样你会安静点。”红发随从气得浑身发抖，他一定在想，怎么能对像我这么忠诚的人说出这种话。利罗伊看向远处的皇宫，这场婚约决定得太突然，连我也觉得这种局面很不舒服。曾经作为最伟大的贵族家族，没人预料到汉家的家主会在皇宫受到这种待遇。历史上，汉家与邻近的施密特伯爵家关系一直很好，因为两家孩子出生时间相近，他们将其视为命运，并安排了婚约。正因如此，我的未婚妻比起爱人，更像是青梅竹马。7年前，施密特伯爵家突然因通敌罪受审，大量伪造证据被发现，他们被立即处决。因为两家的婚约，怀疑的火苗也烧向汉家，皇室认定汉家参与叛乱，以此为借口没收领地，并囚禁了我的亲属。接着毫无预兆的，我的父母前任公爵夫妇死于一场悲惨的意外，家族里没人相信这仅仅是巧合。尽管没找到任何证据，汉家还是崩溃了。我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家人，也失去了本该成为家人的姻亲，真是一场完美的悲剧。我拼命努力，想要恢复那个被世人遗忘的家族。就在我们重获荣光时，一个伪装成灾难的喜讯传来了。伊奥娜·莫德罗夫，那个被称为皇太子忠犬的女人，把我跟皇室最著名的猎犬配对。很明显，他们想以团结为借口给我套上枷锁。但是她在这场婚姻中有发言权吗？红发随从愤慨地说道：“总有一天，殿下会后悔这样对待您的。公爵记住我的话，我从来没说错。”利罗伊抬手示意说道：“等等，有人来了！”红发随从立刻噤声，脚步声越来越近。利罗伊看向转角处，该死，会是谁？如果他们听到了我们的谈话，那就麻烦了。伊奥娜出现在两人面前，利罗伊愣在原地，他刚才是在对我笑吗？伊奥娜·莫德罗夫，伊奥娜露出灿烂的笑容，行礼说道：“很荣幸见到您，我是帝国骑士团的伊奥娜·莫德罗夫，您是要去见殿下吗？”利罗伊回过神说道：“没错，我没预料到会这样遇见你。”伊奥娜疑惑地问道：“我们以前见过吗？”利罗伊回应道：“我来过王都几次。”伊奥娜有些尴尬地回应道：“原来如此，抱歉，我不记得了，我不想耽误您的时间。”
他微笑着问道：“但我是否有荣幸护送您前往目的地？”利罗伊睁大眼睛，冷淡地回应道：“我很感激你的提议，但我必须拒绝。我很清楚路怎么走，不想浪费大忙人的时间。”伊奥娜微微低头，轻声回应道：“我现在并不是特别忙，但是……”红发随从拉着利罗伊说道：“哈哈，公爵，那我们走吧。”伊奥娜站在原地说道：“利罗伊公爵，一路顺风。”他露出灿烂的笑容。那么下次再见。红发随从小声嘀咕道：“他比我预想的要善良。”马车在夕阳下远去。伊奥内感叹：“看到公爵还活着，我至少可以放心了。但他似乎仍然对我保持警惕。皇太子信任我，他喜欢我，那是不可能的。”火光冲天，原本隐藏的人群突然变成暴徒向前冲去。为了在武装敌人面前开辟出一条逃生路线，必须有人充当盾牌。传令兵急匆匆跑上城墙，大声喊道：“来自皇宫的消息！”伊奥娜扶着城墙，转头看向来人。传令兵单膝跪地说道：“为了确保撤退路线，陛下命令伊奥娜大人和第一师团的士兵留在这里。”伊奥娜睁大眼睛看着远处的火海。海登站在台阶上问道：“伊奥娜，你又在外面无所事事吗？”伊奥娜径直走过他身边：“我无可奉告。”海登急忙追上去喊道：“等等，你就打算穿成这样去皇宫吗？是想让那些流言传得更凶吗？听说你辞退女仆后一直一个人生活，你觉得这符合伯爵女儿的身份吗？是因为没人帮你打扮，才穿成这富贵样子到处乱晃吗？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还是说你想以此羞辱你的哥哥？为什么要做出这种辱没家门的事？”伊奥娜停下脚步，转过身，冷冷地问道：“所以只要流言不传出去，随便打人也没关系吗？如果我抹掉脸上的伤痕，家族荣誉就能恢复吗？到底是谁在玷污莫德罗夫的名号？”海登被气势震慑，向后退了一步。伊奥娜摸着自己的脸颊：“我也因为尼尔斯很头疼，2天后就要去见公爵，准新娘的脸却成了这样。”海登咬紧牙关，如果带着伤去见面，公爵家肯定会以此为借口，甚至会干扰皇室的计划，绝不能让这种事毁了一切，必须小心处理。伊奥娜，他换上一副笑脸，说道：“伊奥娜，我明白你为什么生气。尼尔斯从小就鲁莽急躁，家人应该互相包容缺点，互相扶持才对。但你最近太冷淡了，这让我也很难办。看你辞退女仆，独自生活，我一直都很担心你。我只是太担心你了，可能表达方式有些不当，引起了误会，我很抱歉。”伊奥娜露出微笑回应道：“父亲，这不是您该道歉的事。打我的人不是尼尔斯吗？难道不该由他本人直接向我道歉吗？”海登急忙劝说道：“尼尔斯的牙都被打掉了，你们2个就此和解不好吗？”伊奥娜反驳道：“当事人还没达成共识，怎么能算和解？做错事的人理应道歉并做出补偿。”海登迟疑着问道：“如果尼尔斯正式道歉，你真的会原谅他吗？也会重新聘请女仆对吧？”伊奥娜笑着回应道：“为什么不呢？”海登的办公室内，伊奥娜坐在沙发上喝茶。尼尔斯在门外喊道：“父亲，我真的很讨厌他，为什么要我道歉？干脆解除婚约不是更好吗？”海登拽着尼尔斯的衣领，强行将他拖进房间。尼尔斯挣扎着喊道：“我不想进去！”海登怒斥道：“闭嘴，你这个蠢货！只是道个歉而已，难道你想让我对你彻底失望吗？还是想让伊冯娜代替你的位置？”尼尔斯被推到伊奥娜面前，颤抖着说道：“伊奥娜。”海登站在一旁严厉地盯着。尼尔斯低下头，小声说道：“对不起。”伊奥娜放下茶杯，回应道：“你没说清楚，到底在为什么道歉？”尼尔斯咬紧牙关，这个该死的丫头！他在海登的注视下大声说道：“我不该随便对你动手，对不起。”海登开口说道：“看吧，尼尔斯已经在反省了。既然做错事的人道了歉，你也该向他道歉，让这件事到此为止。”伊奥娜靠在沙发上：“那并非我的本意，如果让你受伤了，那就算我不好吧？尼尔斯，你应该躲得更好一点，毕竟是你先动手的，对吧？”尼尔斯愣在原地，那是我上次对他说的话。这个卑鄙的女人，她竟然在嘲笑我吗？尼尔斯浑身颤抖，愤怒瞬间冲破理智，他猛地冲向伊奥娜，喊道：“我要杀了你！”海登大声喊道：“尼尔斯，给我坐下！”尼尔斯吓得缩回手，颤声喊道：“父亲！”伊奥内看着他问道：“尼尔斯，你为什么突然这样？是身体不舒服吗？”海登满脸怒容地吼道：“我让你安静一点，你到底还要让我失望多少次？作为长子，你应该学会更加宽容，为什么要先大声嚷嚷？”尼尔斯脸色惨白地辩解道：“我只是……”海登指着门口喊道：“在妹妹面前做出这种丢脸的行为，简直成何体统！”伊奥娜看着这一幕，如果再继续逼迫下去，尼尔斯可能会彻底崩溃。现在这样就足够了。他开口说道：“我不想再看到这种难看的场面。”父亲，尼尔斯应该已经吸取教训了。作为诚意，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他站起身，继续说道：“另外，关于侍从的事，您不必再费心了。”海登一脸震惊地喊道：“什么？你刚才不是还同意要重新聘请女仆吗？”伊奥娜侧过头回应道：“当然，我会聘请的，但是我会亲自挑选在我身边工作的人。”伊奥娜回到房间，坐在床边。专属女仆吗？之前一直忙于应对现状，没能仔细考虑这件事。正如海登所说，贵族女性不能永远像妻儿一样生活。为了让一切步入正轨，我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时候是几岁来着？年幼的伊奥娜说道：“如果你是想试探我，我劝你还是放弃吧。通常没人会在意我房间乱成什么样，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会有人认可你的。”女仆停下动作问道：“小姐，您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
伊奥娜回应道：“没有。”女仆继续低头干活。那就请您不要再多说了。她走到窗边，用力拉开厚重的窗帘，阳光瞬间洒满房间。女仆说道：“如果您打算一直住在这里，至少应该让这里变得像人住的地方。小姐，这世上有些事情是除了您自己以外，谁也无法帮您收拾干净的。”伊奥娜从回忆中回过神，看向门口问道：“执事你在外面吗？”执事推门走进房间，恭敬地回应道：“是的，小姐，您找我有什么事？”伊奥娜问道：“几年前伯爵夫人去世时，是不是有个女仆被送到了偏远的别庄，把她带回来？”伊奥娜站在窗边，玛莎推门走进房间，提裙行礼说道：“好久不见，希望您一直过得好。”伊奥娜转过身问道：“如你所见，在异国他乡过得如何？”玛莎回应道：“托您的福，一切都好。”伊奥娜指着沙发说道：“请坐吧。”突然被叫回宅邸，你应该很惊讶。开门见山地说吧，我现在身边没有女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想让你在我手下工作。玛莎露出惊讶的神色，我早该料到的，这里竟然一个女仆都没有，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负责照顾您吗？伊奥娜轻笑一声，我这辈子树敌很多。玛莎问道：“听说你要嫁给利罗伊公爵了？”她平静地说道：“就算是男爵夫人，通常也会有2-3个女仆。”伊奥娜说道：“等结婚后，大概会雇佣更多仆人，在那之前，希望你能忍耐一下。”难道你是在抱怨工作量太多吗？玛莎有些无奈地说道：“您的性格真是一点没变。伯爵大人知道这件事吗？”伊奥娜放下茶杯，我想管家已经告诉他了，就算现在不知道，很快也会知道的。玛莎低声说道：“伯爵大人绝不会允许我来服侍您的。”伊奥娜坚定地回应道：“我不觉得那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决定把你叫回来，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玛莎感叹道：“小姐，在我没见到的日子里，您真的长大了。”玛莎之所以地位低下，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我的性格。过去我总是犯错，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清晨的琐事。在这个家里，只有玛莎会在我受苦时向我伸出援手，正因如此，她才会被海登厌恶，被贬值到了遥远的别墅。现在回想起来，她是唯一一个对我的婚事说实话的人。那时我遭受不公待遇，总是选择默默忍受。皇帝肯定没料到这结果。每当这种时候，玛莎都会替我感到愤怒，而不是为了她自己。我对领主的忠诚从未得到过回报，即便我有满腹怨言，我也无法开口去指责我的领主。玛莎曾对我说道：“伊奥娜小姐，您必须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所有人之上。”玛莎，你是对的，但我没能听从建议，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无法摆脱那个不爱我的家庭，也无法离开不曾回报我忠诚的领主。我甚至无法逃离，直到被那个我本该鄙视的男人救下，直到被救赎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一切都彻底错了。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伊奥娜看着玛莎说道：“虽然有些迟了，但我必须告诉你，玛莎，谢谢你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一直照顾着我。我不记得自己曾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我从未觉得自己珍贵，所以你曾说过的要珍惜自己的那些话，一直是我长久的慰藉。虽然这算不上报答，但我向你保证，从现在起，一切都会变得不同。为了不辜负你的善意，我会给予你应有的尊重。”玛莎眼眶湿润，用力点头回应道：“是的。”正如预料的那样，海登对带回玛莎一事没有多说一个字。看来在婚礼结束前，他想尽量避免引起骚动。当我习惯了这种日常，与公爵见面的日子也渐渐临近了。伊奥娜看这镜子，伯爵竟然觉得这桩婚事对他有利，真是可笑。玛莎一边梳头一边问道：“您是说伯爵大人吗？”伊奥娜回应道：“是啊，他大概正期待着借此加强与皇室的联系。”玛莎感叹道：“这桩婚约不是由皇室亲自安排的吗？当初我刚听说时，真的非常惊讶。我一直关注着关于您的消息，甚至担心伯爵大人会让您孤独终老。现在能找到归宿，真是太好了。”他整理好礼服说道：“全部完成了，我们出发吧。”伊奥娜小姐。伊奥娜提裙起身，走向大门。她走下楼梯，迎面撞见了伊冯娜。伊奥娜停下脚步。伊冯娜摇着扇子说道：“哎呀，难道在南瓜上划线就能变成西瓜吗？公爵大人会吓坏的。看来你永远无法摆脱那股廉价的出身味。为什么妆化得这么厚？无论你怎么努力，看起来还是像根木头，一点品味都没有。”伊奥娜转头看向玛莎。玛莎，我想起来把剑落在房间里了。玛莎问道：“需要我现在去拿吗？”伊奥娜回应道：“去吧。”伊冯内惊恐的后退。你上次打了哥哥，现在连我也要打。身为一名骑士，你怎么能对手无寸铁的柔弱女性动手？伊奥娜看着对方，冷笑一声说道：“我想你大概忘了，我也是个女人。”她面无表情，一步步走向前方。伊冯娜被气势所慑，惊恐地向后退去，身后的女仆们也吓得缩成一团。伊冯娜恼羞成怒，指着她大声吼道：“你这个无知粗鄙的蠢货，竟敢用这种无礼的话对我指手画脚！”几分钟前，老管家匆忙迎接利罗伊。公爵大人已经到了吗？感谢您的光临。利罗伊微微欠身说道：“请原谅我提前10分钟到达的无礼。”红发随从指着他抱怨道：“你还要在这里绕多久？已经整整1个小时了，提前到达并窥视，还是直接进去等吧？”利罗伊微微一笑：“我一直努力不想承认，我似乎很期待这次见面。”老管家在前方带路，请跟我来。远处传来伊冯娜的怒吼：“你怎么敢对我说出这种无礼的话？你毁了我们整个家族！你到底在得意什么？你应该为你所做的一切跪下道歉。别忘了，因为你，我们甚至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伊奥娜轻声说道：“每当你想要责怪我，就会提起那件事。5年前，莫德罗夫伯爵夫人去世，在那个雨夜，她在临终前呼唤的人，不是她的丈夫，不是伊冯娜，也不是尼尔斯，而是我，这个被诅咒的私生子。真遗憾，我是唯一记得她遗言的人。”说完，伊奥娜转身离开。利罗伊看着这一幕，发出一声冷笑：“
海登擦着冷汗解释道：“听说伊奥娜能接触到公爵大人这样年轻英俊的人，我的小女儿似乎有点嫉妒了。他们平时都很乖巧。”利罗伊冷淡地回应道：“我明白了，我没有听错吧？虽然没指望皇室会介绍名门闺秀给我，但这简直超乎想象。即便家庭关系不好，在接待贵客时竟然会遭受如此单方面的辱骂。他在家里的生活一直都是这样的吗？”海登继续谄媚地说道：“公爵大人，我们别在这里待着了，请去休息室放松一下，我会让女儿过来的。”利罗伊拒绝道：“看来没有那个必要。”伊奥娜迈步走下楼梯，高跟鞋踩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提裙行礼说道：“日安利罗伊公爵，很抱歉没能及时迎接您。”利罗伊注视着他回应道：“由于我的急躁导致提前到达，应该由我来道歉才对。我一直非常期待今天的见面。”他牵起伊奥娜的手，低头亲吻手背。伊奥娜露出微笑：“我也一直渴望着与您再次相见的那天。”利罗伊看着伊奥娜的眼睛，从你的眼神来看，你似乎是真心的。你明明声称以前从未见过我，可现在你却如此热情地欢迎我。伊奥娜，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海登大笑着说道：“能看到这么漂亮的一对，真是太棒了。那么我们要不要进屋去？”伊奥娜提议：“我们要不要先去外面走走？”利罗伊思索着说道：“天气很不错，出去郊游应该也不错。”乔纳斯，再去准备一下马车。马车在道路上行驶，车厢内气氛凝重。利罗伊打破沉默问道：“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伊奥娜回应道：“我觉得去郊外约会应该会很不错，可能会有眼线盯着，所以最好待在地势平坦的开阔地带。”利罗伊注视着他：“你坚持要待在室外，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伊奥娜说道：“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不能被别人听见。”利罗伊侧头问道：“我猜是皇太子的消息？”伊奥娜轻轻摇头：“是私事。”利罗伊眼神犀利地盯着他：“你现在是在跟我玩猜谜游戏吗？”伊奥娜致歉道：“我很抱歉，因为话题比较敏感，氛围非常重要。”利罗伊回应道：“我明白了，那就去旧城南边的湖泊吧。”他注视着眼前的伊奥娜，虽然用妆容遮盖住了，但还是能看到淡淡的淤青。亲生父母因为嫉妒养女的才华而排挤她，这种事并不少见。这很可能从他小时候就开始了，连我这个外人都能看出来，周围的人肯定都心知肚明。皇太子对此肯定也一直在袖手旁观。皇太子看着利罗伊说道：“我就直说了，我很看重那个女孩。”利罗伊回应道：“谁不知道殿下对伊奥娜小姐的关照？”皇太子补充：“她是我的忠臣，也是我珍视的女人。”利罗伊问道：“但要把自己珍视的女人送给另一个男人吗？真是个残酷的玩笑，除非殿下的品味很差。”皇太子在房间内踱步说道：“皇帝通常都有情妇。”利罗伊说道：“但公爵夫人的位置太高了，不能随便给任何情妇。”皇太子迈步向前：“我没打算公开我和她的关系，所以你担心的家族名望会得到很好的保护。对于想要恢复家族往日荣光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笔好买卖吗？你会得到未来皇帝的支持，而且他婚后的生活会和婚前一模一样，不会有任何改变。”利罗伊脸色阴沉。皇太子继续说道：“他在公爵家受到的待遇，我绝不会干涉。我有很强的占有欲，如果他要结婚，我希望那个人绝对无法与他产生感情。我不认为你是那种有能力掌控他的男人，不是吗？”利罗伊看着皇太子，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对伊奥娜的欲望。他想在我身上套上锁链，好让他的情人无法逃脱。利罗伊握紧拳头，回想起皇太子的那些话，我大概能猜到伊奥娜接下来要说什么，无非是关于我们今后该如何配合。马车停在湖边，阳光洒在水面上。利罗伊走下马车：“既然这里只有我们两个，能不能请你放轻松一点，听我说话？”伊奥娜说道：“接下来的话请不要感到惊讶，冷静地听我说。利罗伊公爵，我想正式向你求婚，请嫁给我吧，我一定会让你获得幸福。”利罗伊问道：“你刚才说什么？”伊奥娜走上前，递出一朵白花：“利罗伊爵士，我会确保你永远幸福。”利罗伊愣住：“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从你的眼神看，这不像是在开玩笑。”伊奥娜直视着他说道：“请和我结婚。”利罗伊接过花问道：“你不是说不记得我们上次见面的事吗？”伊奥娜回应道：“没错，但这有什么问题吗？”利罗伊疑惑：“仅凭2次见面，你就对我产生了感情吗？”伊奥娜愣在原地，低头避开视线说道：“我本来没打算要表白我的心意。利罗伊爵士，我知道这个提议对你来说既不愉快又充满了羞辱感，但我希望你不要以这种方式接受婚约。”利罗伊侧过头，冷冷地说道：“抱歉，那个愿望恐怕很难实现。”伊奥娜抬起头回应道：“虽然很难，但我会尽力而为。”利罗伊解释：“这与你的努力无关，世人只会把这场婚姻看作公爵家与皇室的结合。”伊奥娜叹了口气，但现实是，公爵家族正在向皇室低头，因为皇子关系亲近，你被迫接受一个条件相对较差的女人。但外界会认为皇室给了我巨大的权利，以此向公爵家族伸出和解之手。当然，这件事只有当事人知道，外人是不会理解的。他靠近利罗伊，继续说道：“所以我会成为莫德罗夫家族下一任的家主，到那时离婚的嫁妆将是头衔，以及莫德罗夫家族所有的财产和领地，那是200年来一直属于莱曼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利罗伊冷笑着问道：“你想成为家主？”伊奥内点头：“是的，不是为了权力和财产，而是为了把这一切全部献给你。”利罗伊愤怒地吼道：“你觉得我会相信吗？如果你想骗我，至少编得更有说服力。”伊奥娜平静地说道：“我没要求你立刻相信，我这辈子从未对宣誓效忠的主人撒谎，这不是为了忠诚的奖赏，只是我个人的决定。总有一天，我会向你证明这些话。”利罗伊反驳道：“你口口声声说忠诚，却在违背主人的意志，这太矛盾了。”他看着眼前的女人，但为什么这一切听起来却像是真话？伊奥娜说道：“
我对理查德皇子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忠诚。如果是这样，我最终可能会后悔选择相信你。即便在我死后，公爵对我的评价或许也会有所不同。利罗伊陷入沉思，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难道真的不是皇子下达的命令吗？如果皇子想在公爵家安插一个间谍，应该选一个背景更干净、履历更完美的女人。而且皇子绝不会说我和他之间有私情。难道是因为皇子的命令让她嫁给别的男人，所以她感到了背叛？过于刚直的心往往不会弯曲，而是会直接折断。和我一起好好生活，以此作为一种报复。听起来确实是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利罗伊开口说道。即便如此，你试图说服我的方式也太极端了。伊奥娜回应道。我长期以来一直是皇储的忠实追随者，你无法轻易信任我，这很正常。证明我的诚意终究是我自己的责任。然而忠诚并不是可以单方面培养的东西。为了测试我的诚意，你愿意投入多少呢？玛莎跑下马车喊道。小姐，您的帽子。伊奥娜回应道。被风吹进湖里了，请帮我重新整理头发。绅士们请稍等。利罗伊面色阴沉地走着，乔纳斯跟在身后问道。到底谈了什么，让您的表情这么可怕？利罗伊停下脚步问道。乔纳斯，如果一个女人突然求婚，还承诺献出所有财产，男人该怎么理解？乔纳斯惊叫道。伊奥娜小姐真的这么说了？为什么？她是不是疯了？利罗伊冷冷地回应道。我也不知道。乔内斯说道。仔细想想，他上次见面就很亲切，但只见过2次面，怎么会做到这种程度？利罗伊看向远方说道。不只是2次。乔纳斯疑惑地问道。您以前见过他，可他好像完全不记得了。利罗伊转过身说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并没有特别的交集，他忘记也很正常。乔内斯说道。但您却一直记得。伊奥娜走近说道。感谢您的等待。利罗伊走上前，这里似乎不太适合聊天，如果您不介意，我们要不要换个室内的地方？伊奥娜回应道。今天的见面就到此为止吧。关于我的提议，您确实需要时间考虑，或者我们可以继续交流，进一步了解彼此。利罗伊侧过头说道。我告诉过伯爵，会在傍晚前送你回去。伊奥娜回应道。如果您担心独自送我会引起什么不满，大可不必担心，我会准时回家吃晚饭的。利罗伊靠近他说道。一起出门却让女士独自离开，这并不常见。你是想让我看起来像个缺乏基本礼貌的人吗？伊奥娜愣了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先回城里如何？如果您觉得方便，我会在合适的时间再来拜访。利罗伊问道。真的有必要分开走这么麻烦吗？伊奥娜垂下眼帘。我计划去一个不适合您这种身份的人陪同前往的地方。利罗伊皱起眉头说道。如果你不打算对我隐瞒，就实话实说，你的目的地在哪？伊奥娜轻声回应道。我打算去帕夏街。利罗伊露出震惊的神色。帕夏？那可是众所周知的享乐与放纵之街。他难以置信地问道。难道那里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体面地方吗？伊奥娜直视着他说道。请别担心，我不是去见男人，我要去见一个女人。利罗伊愣在原地，脸上写满了困惑。最糟糕的是海登对婚姻的看法。婚前他就风流成性，婚后依然流连于各种女人之间，所以他有私生子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大概不是唯一的私生女。伯爵夫人去世后，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现在海登有个众所周知的情妇，她的名字叫芙蓉，我正要去见她。娱乐区帕夏，这里热闹非凡。伊奥奈看向利罗伊说道。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可以在别处等我。利罗伊双手抱胸。既然我已经换了衣服，就不能这样离开，我们一起去吧。除了我还有谁知道你来这？伊奥娜回应道。没有别人，最好对这次见面保密。利罗伊皱起眉头说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见那个女主人，尤其是在今天这种日子。伊奥娜解释，带一个可能结婚的男人去见父亲的情妇确实不太合适，但我认为这是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好机会。芙蓉走在前方，利罗伊根在后面问道。我能问你为什么要见他吗？伊奥娜说道。现在很难解释清楚，长远来看这是为了你好。公爵大人，利罗伊疑惑地问道。为了我？伊奥娜看向前方的建筑。你进去就明白了。伊奥娜敲响房门，芙蓉在屋内喊道。贝蒂，让我再睡一会。他猛地推开门，愤怒地大吼。没听到我说昨天睡得很晚吗？伊奥娜平静地说道。你好，芙蓉小姐。芙蓉惊讶地问道。利罗伊勋爵，你怎么会在这里？房间里一片狼藉，到处是酒瓶和杂物。芙蓉说道。你是个骑士，却这么没礼貌。你是来要求和你父亲分手的吗？但我完全没有那样做的打算。伊奥奈看着他说道。芙蓉小姐，伯爵夫人去世的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安静地度过。芙蓉吐出一口烟问道。周年纪念日？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伊奥奈看着他说道。如果父亲的情妇在周年祭上闹事，对孩子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当然对你也不利。愤怒的资助者可能会宣布分手。芙蓉愤怒地问道。你到底在说什么？伊奥娜拿出一袋金币，重重扔在桌上。这是慰问金，如果你们2个能妥善解决关系，我会给你双倍。芙蓉盯着金币。这是多少钱？只要我在周年祭上大闹一场，这些钱就全是我的。他抱起双臂说道。已经很久没遇到这么大方的贵族了，这点钱还不值得让我去冒这个险。伊奥娜闭上眼说道。我父亲不会在一个女人身边待太久。芙蓉小姐，他遇到你已经超过1年了，他从不在女人身上花大钱。如果他真的大方，你的住处早就该变得奢华了。对他而言，情妇只是满足欲望的工具，所以他故意选择身份低微的女人。既然如此，我就去找别人吧，能取代芙蓉小姐的人多的是。他最近不止在见你一个人吧？芙蓉一脸绝望。那个老家伙难道是因为见了别的女人才很少来我这里，还是说他已经有了新欢？他开口问道。如果我和伯爵分手，真的能拿到双倍吗？伊奥娜回应道。当然，
芙蓉收起金币，如果我按你说的做，你能得到什么？伊奥娜微笑着说道，提前清理掉不必要的关系，是为了家族，也是为了我父亲。芙蓉笑着说道，好吧，你可真是个孝女。如果芙蓉在母亲的忌日上闹事，海登和尼尔斯一定会把她赶出去，但他们的愤怒不会指向芙蓉，而是会转向父亲。他们会想起，即使妻子濒临死亡，他依然在找情妇。利罗伊走在街道上，你是真心想成为家族的首领吗？为别人赚钱，既麻烦又危险。伊奥娜停下脚步说道，如果我能恶化父亲和尼尔斯的关系，我就有机会了。利罗伊看着他说道，如果你说你是在觊觎家主之位，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提议。伊奥娜看向远方，那你最终还是会拒绝的，因为你不想把权力交给敌人的棋子。利罗伊问道，你为什么要背叛主人，做这些事情？伊奥娜感叹，我只是太晚才意识到，我所效忠的那个人并不值得，仅此而已。利罗伊冷哼一声，所以是因为皇太子的背叛吗？所以才想毁掉自己吗？如果是这样，你必须重新考虑这个决定，最好仔细想想，你应该把生命奉献给谁。伊奥娜转过头，直视着他说道，公爵大人，即使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你。利罗伊盯着他问道，即使我不信任你吗？伊奥娜微笑着说道，无论公爵大人如何称呼我，为皇太子的肮脏棋子，但我知道你是一个绝不会背叛妻子的男人。利罗伊愣在原地，你曾问我愿意投入多少来测试你的诚意，现在轮到我问你要多少钱才能测试你的诚意。伊奥娜回应道，我想10万金币应该足够了，即使你失败了，也不会损失任何东西。莫德罗夫家族正在准备和我嫁妆等额的资金，换句话说，这是一场赌上我价值的博弈。她怎么能成为公爵夫人？茶杯摔碎在地上，碎片四处飞溅。侍女惊恐地说道，看来公爵大人真的和伊奥娜相处得很好。伊冯娜愤怒地吼道，大家都疯了吗？这简直不可理喻！伊奥娜，我绝不会放过你。伊冯娜指着女仆质问，是因为我像伊奥娜一样身份卑微，所以你才更被她吸引吗？难道是因为她要当公爵夫人，我就变得可笑了吗？女仆捂着脸颤抖回应，不是的，小姐。伊冯娜怒吼道，不准说不！她猛地摔碎茶杯。伊奥娜那个狡猾的女人，在成为公爵夫人之前，被打的时候连声音都不敢出，现在抓到机会就开始装傻吗？海登斥责道，你怎么敢在客人面前闹事？我就是这么教你的吗？伊冯娜质问，父亲，你现在是在保护伊奥娜吗？海登愤怒回应道，我不是在保护她，你这种行为在公爵面前简直是丢尽了脸。伊冯娜指着父亲喊道，你现在就是在保护她。海登怒斥道，你这个小畜生，你是想让家族蒙羞吗？伊冯娜咬牙切齿，如果那个垃圾不在家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所以全是伊奥奈的错。海登闭上眼回应道，我不想再听了，既然还有客人在，你给我退下。伊冯娜攥紧拳头，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父亲把那种女人配给公爵，也是父亲的错。海登大声吼道，伊冯娜，你和尼尔斯都越来越乱来，求你安静一点吧。伊冯娜愣在原地，这里是我的家，我却被困在这里，为什么伊奥娜能走得那么自信？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人，我就不必和父亲吵架了，他才是我们家族真正的罪魁祸首。身后传来声音，伊冯娜。尼尔斯示意静声说道，我是瞒着父亲偷偷过来的。伊冯娜委屈的哭诉，哥哥，我真的好难过，公爵没有提到我吗？他一定不能误会我。尼尔斯看着他回应道，他什么都没说，看来他对伊奥娜也没兴趣，毕竟这桩婚事是皇室强行安排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但我们不能做事不管，他现在根本瞧不起我们，如果伊奥娜成了公爵夫人，他会彻底无视我们家族。尼尔斯按住伊冯娜的肩膀，伊冯娜，你必须代替她成为公爵夫人。伊冯娜瞪大眼睛问道，哥哥，这种事真的能办到吗？尼尔斯凑近伊冯娜耳边说道，我有个好主意，让那个新娘消失就行了。如果政治联姻的对象不幸遭遇意外，接替的人选自然就是新娘的妹妹，那就是你，这样我们就能一石二鸟。伊冯娜颤声问道，你是说要杀掉伊奥娜吗？真的没问题吗？尼尔斯冷笑道，当然会有一些流言蜚语，但比起我们将获得的利益，那根本微不足道。真正的错误是想利用一个私生女来为家族争取荣耀，没有那个小畜生，莫德罗夫家族会过得更好。他转头看向门口，呵斥道，所有人立刻给我滚出去。女仆们惊慌失措，急忙关上房门逃走。深夜的宅邸一片寂静。伊奥娜脱掉外套，婚礼明明快到了，考勤还是这么严格，幸好离退休的日子不远了。以前我从没想过辞职，只是像奴隶一样工作，但现在我能冷静地观察当下的处境了。门外传来细微的动静，伊奥娜看向门口，难道是玛莎以外的人在这个时间过来了？房门被推开，一个金发女仆站在门口，浑身不停地冯抖。伊奥娜疑惑，她是伊冯娜的女仆，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伊奥娜开口说道，进来谈谈吧。女仆坐在沙发上说道，谢谢您愿意见我，这么晚打扰真是失礼了。伊奥娜回应道，直接说正事吧。女仆神色紧张，虽然这很难让人相信，但少爷正计划伤害您。伊奥娜说道，尼尔斯要伤害我吗？他是打算杀了我吗？女仆继续说道，我听说少爷和伊冯娜小姐正在一起密谋，他们打算除掉您，然后送伊冯娜小姐去当公爵的新娘。我在听到细节前就被赶了出来。伊奥娜叹了口气，看来我最近的行为确实让她很不高兴。她看着女仆问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真相？女仆低头回应道，谁会想卷入这种事呢？如果事情败露，谁知道要承担什么责任？伊冯娜小姐手下的女仆大多都是这么想的。伊奥内点头，我明白了，你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以那两个人的性格，平时肯定对女仆们很差，
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因为这种事找过我。那时我看起来不像是个能保护他们的人，现在我改变了，人们看我的眼光也变了。我曾以为被世界抛弃，其实是我先放弃了自己。伊奥娜看着女仆问道：所以你是想从现在起为我工作吗？女仆点头回应道：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再为伊冯娜小姐效力。如果您离开这里时带上我，我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伊奥娜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女仆回应道：我叫科内利亚。伊奥娜微笑着说道：科内利亚，我很期待与你共事。科内利亚从怀里拿出东西放在桌上说道：还有这些是伊冯娜小姐一直偷拿的东西，我想您可能会用到，所以把它们带来了。伊奥娜拆开信封，是邀请函啊，这是艾琳·克鲁格，她是克鲁格家族的继承人，以擅长社交和挥金如土闻名。他举办的派对气氛轻松，还有美酒供应，自然吸引了很多人。那些对异性感兴趣的年轻贵族绝不会错过克鲁格伯爵的宴会。当然，除了我以外，换做以前，我肯定会拒绝这份邀请。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既然要成为公爵夫人，就必须以社交界名流的身份华丽登场才行吧。骑士团食堂内，年轻骑士凑近问道：伊奥娜，听说你去相亲了？伊奥娜回应道：如果你还有精力听八卦，看来训练强度还不够，我必须把这件事告诉团长。对方急忙摆手说道：别这样，整个骑士团都在转，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伊奥娜面色微冷，既然你坚持训练量足够，吃完饭跟我走一趟。很久没亲自检查你的水平了。年轻骑士冷汗直流，尴尬的起身说道：你慢慢吃，伊奥娜，我还是先去找萨斯基亚团长吧。伊奥娜看这餐盘，为什么人们总是对别人的感情生活这么感兴趣？公爵和我之间绝不可能产生感情，但我既然决定这次要成为正式夫妻，或许会有转机。上次见面时，我对公爵是不是太正式了？光顾着强调结婚的好处，可能逼得太紧了。下次应该展现出不同的一面。两名骑士突然凑近，大声喊道：伊奥娜，听说你去相亲了？黑发骑士问道：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结婚，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是你真的嫁人了，可怜的莱纳会崩溃的。年轻骑士凑得更近，听说相亲对象是个大帅哥，是真的吗？伊奥娜起身，平静地回应道：他确实很帅。他径直走向出口，只要专注于工作，思绪应该会变得清晰一些。皇太子摇晃着酒杯问道：相亲进展得如何？伊奥娜站在桌旁，无论是食堂还是这里，到处都在谈论这件事。皇太子从桌上拿起一份报纸，顺便一提，我刚好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伊奥内看着报纸，这是平民之间的八卦小报。报纸头条赫然写着：冰之骑士偷走了无数少女的心，如今又俘获了年轻公爵。伊奥内看这报上的画像，大事不妙。皇太子抿了一口红酒说道：当然了，我的冰之骑士肯定瞬间就俘获了公爵的心。伊奥娜垂下眼帘回应道：公爵似乎很讨厌我。皇太子放下酒杯，故作惊讶地回应道：是吗？那可真是太遗憾了。伊奥娜沉思着，他把这桩婚事丢给我，明明只是为了测试我，现在却把它当成取笑我的借口，真是恶劣的幽默感。伊奥娜抬起头问道：殿下，我可以问您一件事吗？皇太子微微点头回应道：说吧。伊奥娜问道：殿下为何选我作为利罗伊公爵的相亲对象？皇太子放下酒杯，我认识的那位骑士绝不会问这种问题。他眼神冰冷地盯着伊奥娜。伊奥娜低头，如果我越界了，向您道歉。皇太子拿起餐刀，伊奥娜，你结婚纯粹是因为我的命令，无论我把你配给谁，你都会服从我的命令，不是吗？伊奥娜侧过头，是的，以前的我会那样做。皇太子继续说道：这甚至不算正式的婚姻，别把时间浪费在胡思乱想上。如果你敢为了这种琐事违抗我，那会让我很不高兴。伊奥娜沉默地站立着。皇太子站起身说道：那么我先走了，弗罗伦萨夫人很快就到，我会躲起来，你替我应付她。他转身走向密道。伊奥娜身旁的女官低声说道：如果您刚才直接说不想结婚，殿下的怒火或许会小一些。伊奥娜闭上眼，那怎么可能？揣测命令背后的意图本身就是比抗命更重的罪。他穿过长廊，推开大厅沉重的大门。既然殿下想让我替他挡住弗罗伦萨夫人，我就必须完成任务。弗罗伦萨兰茨霍夫侯爵夫人曾是皇太子理查德的未婚妻。伊奥娜停下脚步，看着眼前身穿绿裙的女人。如果说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这位夫人此刻正满脸怒意，她绝对非常厌恶我。弗罗伦萨盯着他问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伊奥娜挡在门前说道：殿下正在休息，如果您在会客室稍后，等殿下醒来，我会立刻为您引荐。弗罗伦萨面露愠色，我记得上次在那间会客室被关了半天。伊奥娜微微低头，非常抱歉。弗罗伦萨提高音量说道：去告诉殿下我在这里。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我不能那样做，请见谅。弗罗伦萨咬牙问道：你竟敢无视我的话？伊奥娜再次回应道：请您理解。弗罗伦萨猛地挥动手臂，清脆的耳光声响彻走廊。伊奥娜被打得侧过脸去，白皙的脸颊上留下红印。她打中的地方正好是尼尔斯打过我的位置。伊奥娜转回脸，眼神依旧冷淡地说道：我会送您去会客室。弗罗伦萨再次挥起手，尖声喊道：区区一个骑士竟敢如此！清脆的掌掴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弗罗伦萨虽然是皇太子的未婚妻，但她的地位还没高到可以这样对待我。她很清楚，我绝不会让事态升级。在她和所有人眼里，我不过是一条忠诚的猎犬。他们说的没错，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活着的。弗罗伦萨收回手，轻蔑地问道：那么你终于决定服从我的命令了吗？伊奥娜
缓缓转过脸，眼神中透出一股寒意。但在几天前，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不会再作为皇太子的猎犬继续活下去了。他得到眼神中透出前所未有的坚定，这种任人摆布的日子到此为止。佛罗伦萨夫人露出冷笑，伊奥奈看向身边的侍女说道：“路易莎，请给我一条湿毛巾。丽兹，你直接去找指挥官，告诉他我已根据安全协议第4条启用了紧急权力。”伊奥奈盯着佛罗伦萨夫人说道：“以阻碍公务罪，你现在被逐出皇宫了，立刻执行。”佛罗伦萨夫人惊叫道：“什么？你要把我赶出皇宫？”伊奥娜看着对方说道：“禁令的具体时长稍后会通知你。”佛罗伦萨夫人攥紧裙角：“你竟敢！”她愤怒地大喊道：“好啊，立刻把骑士指挥官叫来，我要亲自和他对峙。”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如果你希望如此，我可以安排更正式的程序，但我怀疑召集听众来听取你近期行为的细节是否真的对你有利。”佛罗伦萨夫人咬牙切齿：“我可是理查德大人的妻子，你真的能承担这个决定的后果吗？”伊奥娜看着他，佛罗伦萨永远不会嫁给皇太子。虽然他还不是皇室的正式成员，但他利用未婚妻的身份犯下了无数罪行，他一点都没有改变。在我窥见的未来里，他从未和理查德走到最后，这一次也不会改变。他永远无法得到梦寐以求的地位。伊奥娜看着对方说道：“佛罗伦萨夫人，你也许该开始考虑如何为你的行为赎罪。你甚至连订婚仪式都无法亲眼看到，你还打算如何混进婚礼现场？你是打算自己离开，还是让我派人把你赶出去？”佛罗伦萨夫人惊叫道：“什么？”她愤怒地瞪大眼睛，指着伊奥娜喊道：“你会后悔的，你们所有人都会后悔！”2名卫兵上前交叉长戟拦住去路，架起佛罗伦萨夫人。佛罗伦萨挣扎着尖叫道：“放开我！你们都听到了那个贱人的话了吧？”伊奥奈看着他被带走，曾经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但现在我不再需要忍耐了。侍女走上前问道：“你还好吗？”伊奥娜回应道：“不太好。”侍女担忧地问道：“这么说，殿下打算解除婚约吗？”伊奥娜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侍女继续问道：“难道你是瞒着殿下擅自行动的吗？”伊奥娜用湿毛巾轻轻敷在脸上，只能说我的脸颊太娇嫩了，今天经不起更多耳光，看来这段时间我必须靠浓妆遮掩了。她转身说道：“我先告辞了。”侍女急忙喊道：“可是指挥官大人马上就要到了。”伊奥娜转身说道：“没必要继续逗留，免得被训斥，就告诉他们我因为情绪极度低落，所以提前离开了，这个理由行得通。”她来到马厩，抚摸着白马说道：“好了，我们今天回家吧。”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伊奥娜爵士。”伊奥娜转过头，惊讶地问道：“埃里克爵士？”埃里克站在阳光下，神情严肃。即便在帝国骑士团，他也是一名极其出色的骑士。在我死的那一天，他和我被分配到同一个第1师团，我们都留了下来，为了掩护正在逃亡的皇帝。埃里克看着伊奥娜说道：“你竟然这么轻易就屈服了？你那著名的忠诚，难道仅此而已吗？”伊奥娜沉思着，那一天，埃里克爵士是否在那场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埃里克走进伊奥娜，看着他的脸说道：“看来你又被打了。”他皱起眉头问道：“这次又是谁？”尼尔斯最近刚轮完班，所以不可能是他。是佛罗伦萨夫人今天进宫了吗？伊奥内点头，没错。埃里克说道：“多亏了你如此轻易地展示忠诚，甘愿为皇太子挨打，我们这些骑士的名声也跟着扫地了。想象一下吧，自愿成为皇太子亲信圈子的沙袋。不过这种羞辱对你来说并不新鲜，你甚至准备好嫁给一个从未谋面的人，仅仅是因为皇太子的命令。相比之下，一个耳光又算得了什么？你根本不是骑士，你只是一条主人下令就会吠叫的狗。”伊奥娜看着他，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只为了证明我不是皇太子的走狗，结果回来后听到的却是这些。伊奥娜开口说道：“你错了，埃里克。”埃里克愣了一下，什么？伊奥奈盯着他说道：“我不是狗，埃里克爵士，你的言辞相当粗鲁，而且在军衔上，我依然是你的上级。”他转身走向马匹，埃里克跟在后面问道：“你真的把佛罗伦萨夫人赶走了？”伊奥娜回应道：“确实如此。”埃里克追问道：“理由呢？”伊奥娜平静地说道：“袭击正在执勤的帝国骑士，构成了严重的犯罪。”埃里克冷笑道：“至少你承认了这么显而易见的事。”伊奥娜看着他的背影，过去我曾误以为这种傲慢是对我的个人怨恨，但现在我明白了，那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关心。回忆中，埃里克在雨中嘶吼：“不要在这种地方白白丢掉性命，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你却要留在这里等死？难道你想守住防线，最后却像狗一样死去吗？”我曾相信领主的命令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但那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我不止让自己受苦，还让我的部下们也一同丧命。如果我违抗了命令，会有多少人活下来？伊奥娜抚摸着马匹，轻声说道：“埃里克，里希特，谢谢你为我担心。”埃里克愣在原地。伊奥娜微笑着说道：“如果我是你，看到下属被打后回来，也会感到烦躁的。所以不要太担心我的安危，因为很快我就要离开骑士团了，你再也不必因为我这样的上司而感到痛苦了。”埃里克咬牙问道：“你现在又在胡说八道什么？谁说我担心你了？更重要的是，别再说这种疯话。你为什么要考虑辞职？”伊奥娜踩住马凳，翻身上马。正如你所指出的，我要结婚了。埃里克愤怒地追问道：“那到底为什么非要让你离开不可？如果你还在为殿下效力，留在这里难道不是更合理吗？”伊奥娜没有回答，策马疾驰而去。埃里克在身后喊道：“等等，立刻给我回来！”伊奥娜看着前方，今天发生的一切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辞职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行动方案。埃里克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伊奥娜爵士，离开这里之前先回答我的问题。”伊奥娜走进宴会厅，步态优雅，
子爵夫人迎上前说道：“天哪，伊奥娜小姐，好久不见了。”伊奥娜微笑着回应道：“确实很久没见了，子爵夫人。”对方继续说道：“何止是很久，让我想想，上次见到您还是在去年皇太子的生日宴会上吧。”他在心中惊叹：伊奥娜竟然参加了我的宴会。明天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作为皇太子的亲信，他很少与贵族往来，一直笼罩在神秘之中。现在他要嫁给地位显赫的人，难怪大家对他充满好奇。只要他愿意，成名是轻而易举的事。子爵夫人问道：“对了，你今天的舞伴是谁？”伊奥娜回应道：“我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子爵夫人惊讶地说道：“天哪，难道是因为婚期将至，你突然想享受自由？”伊奥娜解释道：“我收到邀请函太晚了，没时间找人陪同。”子爵夫人笑着说道：“我能理解为什么年轻姑娘们会特别喜欢你，收起你的道歉吧。结婚前多和不同舞伴跳舞也是件好事，请在离开前尽情享受。”伊奥娜告别夫人，独自走向宴会厅深处。尤利亚站在角落，看着手中的舞伴手册，还没有收到任何人的跳舞邀请，她有些失落。伊奥娜走到面前说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抱歉，我忘了自我介绍，我是伊奥娜·莫德罗夫，请问我有荣幸知道您的名字吗？”这位小姐。尤利亚有些慌张，提起裙摆行李说道：“我是尤利亚·贝克男爵的长女，我不常住在首都，因为到了社交季才暂住在亲戚家。您应该是第一次见我。”伊奥娜说道。乔纳斯爵士来到首都是为了陪同这位小姐参加社交季的初次亮相。尤利亚好奇地问道：“您认识我的哥哥吗？”伊奥娜点头回应道：“当然，我在拜访公爵时见过乔内斯爵士几次。乔纳斯是贝克家族长子，该家族是公爵家的附庸。听说他和利罗伊公爵从小就是亲密好友。从他随性的举止和不拘小节的打扮来看，很难把他当成随从，甚至有很多传闻说骑士的头衔根本不适合他。”尤利亚恍然大悟说道：“原来是因为我哥哥，您才主动找我说话，可惜他今天不在场，我们没法一起打招呼。”伊奥娜微笑着回应道：“我知道，尤利亚小姐，乔纳斯爵士性格随性，很难让他出席这种场合。”尤利亚无奈地笑道：“您真了解他，让他送亲妹妹独自来参加舞会，确实太欠考虑了。”伊奥娜说道：“或许乔纳斯爵士并不清楚这里的规则，这种场合需要长辈协助进行引荐。如果您不介意，尤利亚小姐，我可以为您引荐我认识的熟人吗？”尤利亚愣在原地，在这个等级森严、必须由高位者先开口说话的地方，自我介绍非常困难。哥哥说是为了帮我才自愿担任公爵随从，但他其实根本不在意我。壁花是用来形容那些无法融入舞会、只能靠强站着的女人。我之前的处境正是如此，哥哥永远不会明白这种被冷落的滋味。尤利亚受宠若惊，有些结巴地说道：“我当然愿意，只是您这样帮我，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伊奥娜温柔地笑道：“如果我嫁给公爵，不就成了你和乔纳斯爵士的亲人吗？这只是为了让我自己看起来更像个称职的长辈，请不要有心理负担。”伊奥娜牵起尤利亚的手，走向宴会厅中心。尤利亚紧跟在后，看着这位光芒四射的女性。一名金发男子注意到了他们，停下酒杯，转过身来。弗洛里安快步走近，惊讶地说道：“这不是伊奥娜大人吗？您怎么会在这里？”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我不能来这种地方吗？”弗洛里安笑着说道：“我只是好奇，像您这样爱喝酒的人，怎么会对宴会感兴趣？如果您和团长能稍微喜欢一点娱乐，我们平时就能早点下班了。”这位美丽的年轻小姐是谁？伊奥娜介绍道：“这位是乔纳斯爵士的妹妹，利罗伊公爵的近臣家属。这位是弗洛里安，和我同属皇家骑士团。”尤利亚有些拘谨地说道：“您好，我是贝克家族的尤利亚。”弗洛里安礼貌地邀请尤利亚进入舞池。伊奥娜站在一旁，看着两人起舞。时间过得真快。尤利亚回到身边，伊奥娜问道：“你有定好回家的时间吗？”尤利亚回应道：“是的，我哥哥应该快来接我了。”伊奥娜提议道：“既然如此，要不要一起去门口接他？这么晚了，我不能让一位女士独自回家。”尤利亚挥动手臂喊道：“哥哥在这里！”乔内斯快步走来。尤利亚，时间到了，快点出来！他看清妹妹身边的人，猛地停下脚步，难以置信地问道：“伊奥娜大人！”伊奥娜微笑着看向乔纳斯，乔纳斯满脸疑惑地问道：“伊奥娜大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我决定在婚礼前开始参加社交活动，而且我也想见见尤利亚小姐。”乔纳斯神色凝重，伸手将妹妹护在自己身后。“伊奥娜大人，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阴谋？”伊奥娜回应道：“阴谋这个词太过分了。”乔纳斯问道：“你怎么知道尤利亚是我的妹妹？”伊奥娜反问道：“尤利亚小姐是你的妹妹，这是什么秘密吗？”“谁都知道你很少参加这种聚会。”乔纳斯护住尤利亚，沉声问道：“你是故意接近我妹妹的吗？”伊奥娜沉思着：“我突然参加社交活动，又恰好遇见她的妹妹，她觉得这一切都是为了赢过利罗伊。”尤利亚捶打着乔纳斯：“哥哥，你根本不了解别人，为什么要这样随意指责？”乔纳斯吃惊地喊道：“尤利亚，你在干什么？”尤利亚大声质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那个帮助过我的人？当你忽视我的时候，是伊奥娜大人在照顾我。我在王都一个人都不认识，只能一直站在墙边，甚至有很多次我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乔纳斯震惊地回应道：“什么？为什么你现在才告诉我？如果你早点说的话。”尤利亚哭着说道：“我根本没有朋友，没有人想和我一起玩。我希望你能陪我来，但我怎么能说出口？我曾经求过你一次，但你却说这很麻烦，只有伊奥娜大人照顾我，她从来不觉得我麻烦。”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乔纳斯低下头，他抱住妹妹说道：“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我以为你自己能处理好，所以没有认真对待。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陪着你，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跟着你。”尤利亚露出微笑，突然用力踩向他的脚。乔纳斯疼得弯下腰，尤利亚双手叉腰说道：“请正式向伊奥娜大人道歉，否则我再也不见你了。”他转向伊奥娜说道：“伊奥娜大人，谢谢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乔纳斯走近说道：“伊奥娜大人。”伊奥娜回应道：“没关系，不需要道歉。我明白你有多么迟钝，而且正如你所说，我确实有其他意图。”乔纳斯惊讶地问道：“什么？”伊奥娜说道：“我想给你留下好印象，我对这段婚姻的诚意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我知道你不信任我，我也理解这一点，但我依然计划从现在开始与公爵好好相处，作为真正的夫妻。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对我改观，你为他效力。如果我和公爵结婚，我相信你也会为我效力。”乔纳斯问道：“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朝着同一个方向？”伊奥娜回应道：“你很清楚，你的主人是个好人，不是吗？”乔纳斯低头说道：“我很抱歉，伊奥娜大人，是我误解了你。”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伊奥娜回应道：“请抬起头来，我会当做你的失礼和道歉从未发生过。”他递出一封信，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你转达给公爵，这是今天邀请我参加聚会的贵族名单，我打算全部参加，所以请告诉公爵，让他方便的时候顺便过来一趟。既然我们要结婚了，我一个人到处走动会显得很奇怪。乔纳斯回应道：“您可以派人来安排这种事情。”伊奥娜解释道：“问题是我住在父亲家，如果我派人过去，可能会被监视，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会引起麻烦。”乔纳斯问道：“你真的打算和公爵一起开始社交吗？这决定是不是太晚了？”伊奥娜沉思着，所有人都认为利罗伊公爵是在压力下才接受了这段婚姻，他们相信他是被迫进入这段关系的。为了打破这种传闻，我需要向外界展示更加亲密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习惯社交活动，这样我才能自然地接近那个目标。伊奥娜回到房间，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情报与计划。利罗伊公爵坐在书房问道：“你不是说要去接你妹妹吗？”乔纳斯回应道：“是的，我正准备出发。”利罗伊看着他说道：“天色已经晚了，你不如直接在他那里休息吧。”乔纳斯摇了摇头：“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但我有东西要转交给您。”他递出一封信，说道：“这是伊奥娜大人给的，这是一份聚会名单，他希望您能在需要时出席。”利罗伊接过名单，说道：“我明白了。”我觉得自己似乎总是被他牵着鼻子走。乔纳斯疑惑地问道：“您这是什么意思？”利罗伊的脑海中浮现出伊奥娜的身影，难道这是美人计吗？真是个愚蠢的想法。他开口说道：“伊奥娜是皇太子的猎犬，不信任他才是正常的吧？”乔纳斯反驳道：“皇太子是个不值得效忠的混蛋。伊奥娜大人足够睿智，早就看穿了这一点，而且他的人品非常高尚。现在看来，连公爵大人的判断也有些欠妥。”利罗伊皱眉问道：“你和伊奥娜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乔纳斯回应道：“什么都没有，只是我之前太无知，无缘无故地误解了他。”利罗伊盯着他说道：“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清楚？”乔纳斯笑着说道：“我不想为了个人利益去影响公爵的判断。当然，我肯定是对的，而公爵大人一定是错的。那么我先告辞了。”他走到门口停下说道：“如果你感到好奇，明天就去见见尤利亚吧，反正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亲戚们有多么腐败。”利罗伊愣住，尤利亚聚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乔纳斯叹了口气，说起来，尤利亚以前表现得很好，也许下次我该陪她一起去，毕竟监护人陪同参加聚会是很自然的事情吧。利罗伊说道：“年轻女士由家人陪同是很普遍的现象。”乔纳斯回应道：“看来我又要被妹妹教训了。”他关上房门离去。利罗伊再次打开名单，我以为这封信里会有乔纳斯没交代的隐藏信息，但真的只是一份家族名单。等等，我竟然因此感到失望吗？他们的行为总是出乎我的意料。莫德罗夫府邸，玛莎迎上前问道：“小姐，您回来了，我去为您准备洗澡水。”伊奥娜走上台阶回应道：“不用了，我要去见父亲。”海登打着哈欠说道：“今天家里真安静，感觉很平和。”伊奥娜突然出现在身前，海登吓了一跳，大喊道：“伊奥娜！”他想要关上房门，却被伊奥娜伸手挡住。伊奥娜冷冷地问道：“为什么要躲着我？”海登惊恐地大叫：“我只是忘了拿东西。”伊奥娜拿着破碎的门把手，原来是误会，我以为你在躲着我，我有话要说。海登坐在沙发上问道：“好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伊奥娜说道：“尼尔斯派了刺客来杀我，确切地说，刺客正在来的路上。”海登惊叫道：“你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你有证据是尼尔斯派来的吗？”伊奥娜双手抱胸说道：“如果我们抓住并除掉他，不就能证明我们已经查清了一切吗？”海登流着冷汗回应道：“是我的错，伊奥娜，我没能好好教导你，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自己的亲兄弟？”他暗下决心，这家伙只会惹麻烦。如果我想改善与皇室的关系，就必须让伊奥娜结婚，我绝不能失败。海登神色慌张地问道：“你想要什么？只要能办到，我都会去做。”伊奥娜微笑着，她似乎一点也不关心女儿。一切正如我所料。伊奥娜摊开手说道：“我希望尼尔斯被正式宣布为莫德罗夫家族的继承人。”海登震惊地回应道：“什么？”伊奥娜继续说道：“尼尔斯这么做原因很清楚，他无法成为家主，也得不到继承人的认可。当他发现我要嫁给公爵时，他彻底崩溃了，难道不是吗？”海登愤怒地问道：“你真的没有成为家主的欲望吗？”伊奥娜反问道：“如果我想要，你会给吗？”海登不悦地咂嘴。伊奥娜平静地说道：“
尼尔斯对我一直有自卑感，另一半原因是因为我的血统，这是我无法改变的。如果尼尔斯成为家主，他对我的野心就会彻底消失。如果你能阻止他再次做出这种事，我就不会再惹麻烦。海登闭上眼睛回应道：好吧，我会照做的，你不用再担心了，我会亲自处理这件事。伊奥娜微笑着说道：是的，虽然您知道了，但尼尔斯可能不信，所以最好由您亲自向大家宣布。莫德罗夫府邸晚宴，全家人围坐在餐桌前，餐具碰撞声此起彼伏。海登放下酒杯说道：今天我要宣布一件大事。尼尔斯停下动作，疑惑地看向父亲。海登大声宣告：我将正式任命尼尔斯为莫德罗夫家族的继承人。尼尔斯狂喜地问道：您真的正式承认我是继承人了吗？伊冯的抱住他说道：哥哥恭喜你。尼尔斯看向伊奥娜，真想看看伊奥娜听到这个消息的表情。我赢了。伊奥娜平静地切着食物，将肉块送入口中。海登指着尼尔斯说道：尼尔斯听好了，我之前一直犹豫是否要任命你为继承人，是因为你鲁莽的性格。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轻举妄动，不要再让我失望了。尼尔斯回应道：是的，父亲。伊奥娜放下餐具说道：恭喜你得到了想要的位子。尼尔斯死死盯着他，谢谢你的祝贺。伊奥娜微笑着回应道：没关系。尼尔斯阴冷地笑着，既然我已被正式承认，成为家族继承人，剩下的就是彻底粉碎那个女人。晚宴结束，尼尔斯猛地站起身，看向对面的伊奥娜，他愤怒地吼道：喂！伊奥娜停下动作问道：怎么了？尼尔斯走到他身边说道：真是傲慢，你真的以为父亲会让你继承这个姓氏吗？作为一个私生子，竟然还如此贪婪，你活该落到这个地步。无论你表现得多么顺从，你也只是一条狗，而不是合法的女儿。伊奥娜回应道：你是一个什么都没得到，甚至不如一条狗的儿子，而你现在还在担心这些吗？我不认为你有能力接受继承人的教育。别高兴得太早。尼尔斯愤怒地吼道：你说什么？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他猛地冲上前，死死抓住伊奥娜的衣领。伊冯娜跑过来喊道：哥哥快住手，如果被父亲发现，他会非常生气的。尼尔斯咬紧牙关，松开了手，他转身离去。算你走运。伊奥娜整理好衣服，他们真是一对可怜的兄妹。现在我已经分散了尼尔斯的注意力，我必须开始仔细准备接下来的计划。玛莎一边整理发饰，一边说道：伊奥娜大人，今天您必须参加里克特伯爵家举办的舞会。伊奥娜回应道：我知道了。当尼尔斯正沉浸在迟来的继任者教育时，我每天都参加首都的各种社交聚会。伊奥娜换上华丽礼服，穿梭在宴会厅中。红发贵族走近问道：伊奥娜大人，您有计划参加今年秋天的马术比赛吗？粉发小姐说道：很高兴您能接受邀请。自从上次在布兰奇街您帮我解围后，我就一直想再见到您。菊发名媛摇着扇子说道：我以为您对歌剧没兴趣，可您竟然完美预测聊结局。您已经看过了吗？今天可是首映礼。伊奥娜叹了口气：我的回归差点就暴露了。在那段时光里，公爵正忙着寻找失踪已久的未婚妻薇薇安，伯爵夫妇因通敌被处决，薇薇安却彻底消失了。公爵表面上只是在应付皇室的传唤，实则是为了寻找她，但直到最后他也没能找到薇薇安。伊奥娜站在窗边，我知道那天就算让乔纳斯爵士送信，他也不会过来，但我还是感到有一点寂寞。他收回目光，低头看着手中的刺绣。贵妇人凑过来问道：哎呀，伊奥娜大人，那是给公爵准备的手帕吗？尤其是这只小浣熊，能感受到他在野外生存时经历的丰富情感。这种扭曲的表情该怎么说呢？伊奥娜举起绣框回应道：这是狮子，如果再稍微精修一下，也许会变得像样一点。不能指望第一次尝试就能完美，就算他拒绝，我也无能为力。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伊奥娜正思索着，房门突然被推开，玛莎惊讶地喊道：是谁？利罗伊公爵微笑着说道：好久不见。伊奥娜说道：我没预料到你今天会过来。利罗伊公爵说道：你今天不是应该去里克特伯爵家参加舞会吗？伊奥娜愣在原地，轻声回应道：确实是那样没错，但是……利罗伊走近一步说道：是你自己说的，如果因为别人的干涉导致我们错过，会很麻烦。伊奥娜侧过脸，但这并不代表她可以毫无预兆地突然出现在我家。利罗伊转过身说道：我带了礼物过来。随从们抬着大量礼盒鱼贯而入，伊奥娜侧身让开道路：这里很简陋，请进屋坐吧。利罗伊拿起一颗红宝石，展示在灯光下。看这颗红宝石，它的色泽和您的眼睛简直一模一样，还有这些丝绸，光泽非常迷人。伊奥内看这满屋礼物，疑惑地问道：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尺寸的？利罗伊微笑着回应道：我从您经常光顾的那家裁缝店里借用了您的样板。伊奥娜摇了摇头：您没必要送我这些，我的衣服已经够多了。利罗伊看向衣柜，眼神变得深邃：如果您真的想坚持刚才那种说法，最好就不要让我进来。看着您那少得可怜的几件礼服，我甚至开始怀疑您是不是伪造了身份。伊奥娜平静地说道：我只是对装饰自己没有任何兴趣，而且我领着丰厚的薪水。利罗伊说道：那真是太好了，没必要把钱浪费在你没兴趣的事情上。伊奥娜回应道：既然如此，您更没有理由替我承担这些费用。利罗伊走近一步说道：和你不同，我不认为这种支出是一种浪费。伊奥娜露出微笑，轻声说道：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就感激地收下了。利罗伊沉默片刻，低声问道：我能问一个比较失礼的问题吗？你在这个家里似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优待，这是为什么？你的家人是否经常对你大吼大叫，甚至诉诸暴力？伊奥娜摇了摇头：没有。利罗伊皱起眉头说道：传闻说莫德罗夫家那位继承人非常嫉妒他的养女妹妹，甚至经常对她动手。
所以那个传闻也是假的吗？你声称这辈子从未对你的领主撒谎，却从未对我坦诚过。伊奥娜避开视线，轻声回应道：“我只是在想，该如何向您解释。”利罗伊严肃地问道：“你脸上的伤是谁造成的？”伊奥娜沉默片刻说道：“是弗罗伦萨夫人。”利罗伊皱起眉头：“弗罗伦萨？那不是皇太子的未婚妻吗？她真是个不简单的女人。”他转头看向玛莎：“你这里有对淤青有效的药膏吗？”玛莎连忙回应道：“有的，我现在就去拿。”伊奥娜看着玛莎说道：“这种事情你直接问玛莎就好。”玛莎放下药盒，匆忙跑出房间。哦，我忘了，还有要洗的衣服没处理。伊奥娜疑惑地看着玛莎离去的背影。利罗伊打开药盒，指尖蘸取了少许药膏，他轻轻托起伊奥内的脸，动作温柔地为她涂抹伤口。伊奥内的脸颊泛起红晕，感觉很奇怪。明明在前世我们已经接过吻了。他开口说道：“您不需要亲自动手做这些麻烦的事。”利罗伊回应道：“我同意，但你看起来不像是个会照顾自己的人。”伊奥娜陷入沉思，我很好奇，公爵为什么会接受我的提议？在回归之前，是我哀求公爵与我结婚的。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过去的一天，那是公爵受邀参加伯爵家晚宴的日子。海登坐在餐桌旁说道：“公爵大人，饭菜合您的口味吗？”为了准备这次晚宴，我们的厨师已经忙碌了好几天。利罗伊礼貌地回应道：“非常美味，简直太棒了。”尼尔斯转头看向伊冯娜，疑惑地问道：“伊冯娜，你怎么了？”伊冯娜扶着额头：“我是不是喝多了？感觉头好晕。”他看向伊奥娜：“我想去休息一下。”伊奥娜，你能扶我过去吗？两人走进无人的房间，伊冯娜猛地甩开手，厉声喝道：“把你的脏手拿开！”他的脸上满是嘲弄：“你应该很清楚，自己得到了一个完全不相称的机会吧？如果你还有点良心，就去告诉公爵，说你根本配不上他，因为你实在太差劲了。你为什么不建议他娶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妹妹呢？”伊奥娜面无表情地回应道：“这是皇太子殿下的决定，你不能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做主。”伊冯娜放声大笑：“别撒谎了，你根本做不到，因为你太贪婪了。如果你不肯开口，那就由我来说出一切。你这个肮脏的混蛋，公爵怎么能和你这种来历不明的女孩睡在一起？谁知道你那个母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一定是个妓女，把这当成了赚钱的机会。”伊奥娜握紧拳头说道：“冷静点，伊冯娜，我告诉过你这件事，我无能为力。”伊冯内尖叫道：“别再找那些可怜的借口了，凭什么是你，而不是我成为他的新娘？既然你不肯做，那就让我来做。”他转身冲向房门，伊奥奈在身后喊道：“等一下，伊冯娜！”房门被猛地推开，利罗伊正站在门口。伊冯娜脸色惨白地说道：“天哪，公爵大人！”利罗伊面色阴沉地问道：“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伊奥娜并不是伯爵的养女，而是一个私生女吗？”伊冯娜低头说道：“公爵大人，我一直想说实话，但我姐姐太厚颜无耻了，我实在没法开口。”利罗伊看向伊冯娜说道：“小姐，我想你最好先回座位。”伊冯娜点头回应道：“是的，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和伊奥娜谈，我先告辞了，祝你们谈话愉快。”利罗伊看着伊奥娜说道：“解释一下这个情况吧。”伊奥娜爵士用我能理解的方式。伊奥娜浑身颤抖着：“我无法辩解，因为这都是事实。我竟敢欺骗公爵，试图和他结婚。如果不和他结婚，就无法执行理查德陛下的命令，所以我必须结婚。如果不能向陛下证明我的价值，这次我会被彻底抛弃。”伊奥娜开口说道：“你听到的一切都是真的，我确实是海登莫德罗夫伯爵的私生女。”利罗伊冷冷地回应道：“你竟然敢欺骗我！”伊奥娜哀求道：“公爵大人，求求你，请不要解除婚约，我会确保没人发现我的出身，我的家人也不会向外界透露半个字，我会处理好伊冯娜，让她保持沉默。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确保没有任何事让你烦心，所以请。”利罗伊伸出手按住他的后脑，将他拉向自己。“够了，我会和你结婚，所以别再担心了，冷静一点。”利罗伊紧紧抱住伊奥娜，即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之所以能和公爵结婚，一定是因为他怜悯我，他无法丢下一个看起来和他一样悲惨的人。我紧紧抓住了那份善意，并偷走了他的幸福。如果我揭露过去受到的虐待，并流下眼泪，这一次他也一定会再次和我结婚。但是我并不是那种只会默默受苦的人。伊奥内看着利罗伊说道：“我虽然受了点亲子伤，但尼尔斯掉的牙齿比我的淤青还要多，多亏了那次反击，他现在说话就像个3岁小孩。还有那位扇了我耳光的弗罗伦萨小姐，也被暂时禁止进入皇宫了，那也是我做的。”利罗伊忍不住笑出声。伊奥娜疑惑地问道：“你为什么笑？”利罗伊回应道：“你把理所当然的反击当成一种骄傲，这种样子真的很有趣。”伊奥娜说道：“为什么只是理所当然的反击？我个人觉得这是一次相当完美的复仇。”利罗伊握住他的手：“那么回答我的问题，以前发生这种事时，你是怎么做的？”伊奥娜侧过头说道：“如果每天都要回应这种幼稚的事，我会精疲力竭的。”利罗伊盯着他说道：“你用了每天这个词，看来你经常经历这些。”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没必要大惊小怪，他们扔过来的不过是些石头。”利罗伊单膝跪地，仅仅因为某些事变得重复且熟悉，并不能抹去你被石头砸中的事实。被石头砸中当然会疼。伊奥娜问道：“我看起来像是会被这种程度的攻击伤到的人吗？”利罗伊低声说道：“我很抱歉，把你当成了普通人。”伊奥娜陷入了沉思。即便回到了过去，我依然自私的恳求公爵再次结婚。如果我真的只是想帮助他，就不该阻碍他的婚姻之路，并不是因为我爱他。这一切怎么能用爱这个词来简单概括呢？这绝不是爱。里希特府邸，伊奥娜挽着利罗伊缓缓走入宴会厅，路过的名媛惊叹道：“天哪，那是利罗伊公爵和伊奥娜小姐吗？听说他们会一起出席，没想到
是真的，他们看起来真般配，比传闻中还要亲密。那件礼服难道是公爵送？伊奥娜轻声说道，感觉今天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这都要多亏了你送给我的礼物。利罗伊注视着他说道，这件礼服很适合你，上次见到你时你已经很美了，但现在的你比我预想的还要迷人。里希特伯爵迎上前说道，公爵大人，这位是我的家人。伊奥奈看向前方，埃里克大人也在，他怎么看起来如此震惊？埃里克僵在原地，死死盯着前方，脸上满是不可置信。里希特伯爵走近说道，很高兴见到你，伊奥娜小姐，你身边这位一定是利罗伊公爵吧？你和你过世的父亲长得真像。利罗伊问道，我的父亲和您的父亲关系很好吗？里希特伯爵回应道，他们年轻时见过几次面，你父亲在贵妇中非常受欢迎，看来你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出名。我很想多聊聊，但我还得去和别人打个招呼，那么我先告辞了，请尽情享受派对。埃里克爵士问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伊奥娜回应道，我被邀请了。埃里克皱起眉头说道，我问的不是这个。伊奥娜向利罗伊介绍，公爵，这位是埃里克爵士，他和我来自同一个骑士团。埃里克看向对方说道，很高兴见到你，我是埃里克。利罗伊伸出手，你和伊奥娜小姐在同一个小队吗？伊奥娜抢先回答道，是的，我在那里工作，非常努力。埃里克握住利罗伊的手，两人暗自发力。埃里克盯着利罗伊说道，你真是个英俊的绅士，和伊奥娜爵士完全不同。利罗伊微笑着回应，是吗？我倒觉得伊奥娜有着罕见的美丽。他猛地甩开对方的手。伊奥娜说道，埃里克爵士说上司的坏话，就像往自己脸上吐痰。埃里克吃痛地后退一步，远处传来呼喊声，埃里克快过来。埃里克转头看向远处回应道，我马上就过去。他看向伊奥娜，我一会儿再回来，随即转身走向大厅另一侧。伊奥娜说道，如果埃里克能收敛一下性格，那就完美了，不该有女人因为他那张帅脸而遭受情感上的折磨。利罗伊摇晃着酒杯问道，但你不会对吧？因为那张帅脸而受苦的女人应该不少吧？伊奥娜接过酒杯，你刚才没看到他怎么对我的吗？利罗伊说道，我敢打赌他一直都那样，果然还是太年轻了，他是个无法控制力量的暴力狂，你最好别再见他。伊奥娜回应道，虽然是这样，但他目前还是我的同事，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他的眼光很差，根本看不清人。埃里克的视力在骑兵团里可是最差的。利罗伊突然凑近问道，你现在是在我面前维护另一个男人吗？伊奥娜急忙解释道，没那回事，称呼他为另一个男人也太让人难为情了，他只是和我一起流汗度过艰难夜晚的下属而已。如果我刚才的行为让你不快，我向你道歉，我会替下属的失礼请求原谅。利罗伊扶起他说道，别这样，抬起头来，我并不是真的感到不快。伊奥内看着他问道，这么说你原谅他了？利罗伊侧过脸说道，这个嘛，你现在开始同情他了吗？远处传来喊声，公爵大人。里希特伯爵走近说道，您还记得那次吗？上次我们和伦佩尔男爵一起见面的那次。伯爵夫人看向伊奥娜说道，伊奥娜爵士我们在歌剧院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向您问好。里希特伯爵凑到利罗伊面前说道，公爵大人，我听说我表哥朋友妻子的表哥曾是您祖父的好友，所以我们也不算陌生人吧？约瑟芬在远处看着这一幕，对身边的同伴说道，我们不该过去打个招呼吗？同伴回应道，但是尼尔斯和伊奥娜相处的并不好。约瑟芬继续说道，他现在深得皇太子信任，还要嫁给公爵，连尼尔斯都得向他低头，我们得努力去结识他，表明我们和尼尔斯不是一伙的，这样以后才不会遭到报复。伊奥娜看着走近的人群，对身边的利罗伊说道，他们开始行动了。利罗伊回应道，是的，正如您所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约瑟芬看向伊奥娜说道，向您问好，伊奥娜爵士，好久不见了，我是约瑟芬。伊奥娜看着眼前这群人，真是一群失败者，虽然看起来背景体面，但大多是没有实权的次子，或者是地位不足的富商子女，但这正是我要博弈的完美群体。伊奥娜微笑着说道，人们常说人靠衣装，看来这话是真的，这件礼服是公爵大人送给我的。尼尔斯今天没来真是可惜，听说他最近忙于继承人训练。约瑟芬回应道，是的，他已经被选为继承人了，在正式宣布前都太忙了，所以没法参加聚会。伊奥娜沉思着，看来他是以训练为借口掩盖自己因为牙齿被打断而躲起来的事实。他继续说道，如果不介意的话，能不能邀请我参加聚会？虽然我不像哥哥那样擅长，但我很喜欢各种游戏。约瑟芬兴奋地说道，当然可以，我早该邀请您的，伊奥娜爵士，很高兴我们终于有了交集。他看向一旁的利罗伊问道，不过公爵大人也会对聚会感兴趣吗？利罗伊突然伸手紧紧握住伊奥娜的手，我也很乐意作为伊奥娜爵士的伴侣参加。伊奥娜感到心跳加速。约瑟芬笑着说道，公爵大人真的很重视你，伊奥娜爵士，我会一直等着你们，相信两位一定会参加聚会的。约瑟芬带着众人行礼告辞。伊奥娜松开了握着的手，多亏了你，事情进展得很顺利，谢谢你，公爵大人。他突然看向远处，眉头微皱地问道，埃里克。埃里克正站在走廊尽头，那个手势是叫我去露台的信号吗？利罗伊问道，那是。伊奥娜回应道，不是的，顺便一提，您是不是该离开了？您答应过要和伯爵女儿跳舞。利罗伊看着他说道，为了保护舞伴不被骚扰，你最后错过了和我的第一支舞。伊奥娜微笑着说道，我会在这里等您回来。利罗伊忍不住笑出声。伊奥娜问道，有什么问题吗？利罗伊看着他回应道，你果然是个士兵，我先走了，你不用在这里等，请自便吧。他靠近伊奥娜说道，别和那个部下跳舞，这是为了你好。伊奥娜问道，
您是在说埃里克吗？利罗伊回应道：“是的，那个没礼貌的次子。如果他再次控制不住力气，会很麻烦。”伊奥娜微笑着回应道：“当然。”他站在桌边，埃里克为什么还不来？一只戴着黑手套的手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腕。伊奥娜惊讶地转头问道：“埃里克？”埃里克按住额头说道：“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吗？”伊奥娜回应道：“如果是公事，不该在皇宫谈吗？”埃里克凑近伊奥娜说道：“你在皇宫也一直躲着我，如果你不喜欢露台的话，我们边跳舞边谈吧。我有话必须告诉你，哪怕是用这种方式。”伊奥娜回应道：“那可不行，还是去露台吧。”埃里克带着他走向露台，神情严肃地质问道：“你疯了吗？你真的打算辞职结婚？”伊奥娜回应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生气，先冷静一点吧。”埃里克看着他说道：“别结婚。”伊奥娜闭上眼睛回应道：“那个请求不值得回答。”埃里克追问道：“是因为皇太子的命令吗？”伊奥娜看着他，没有回答。我不想对埃里克撒谎，但绝不能让皇太子察觉到我的计划。埃里克咬紧牙关智，问道：“你打算堕落到什么程度？”我理解骑士对领主的忠诚，那一点我可以接受。但如果你只因为一个命令就抛弃骑士的身份，你还会剩下什么？难道你真的想成为一个没有信念和荣誉，只剩下剑术的平庸之辈吗？我至少曾经相信你对剑的热爱是真诚的，哪怕你一直以奇怪的方式在浪费自己的天赋。伊奥奈看着他说道：“埃里克，他以为我是因为皇太子的命令才辞职的，不是那样的。我决定退役并嫁给公爵，真正的理由是，这不是皇太子的命令，也不是来自家族的压力，这完全是我自己的意志。”伊奥娜说道，似乎有些误会。首先，利罗伊公爵并没有命令我辞去职务，事实上，他相信我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为他效力，所以你不用产生那种错觉，觉得我是因为他的命令才丢掉了这份工作。其次，我决定辞职的原因是，坦白说，皇家骑士团并不是一个能长久工作的地方，虽然薪水很高，但工作强度也很大，除非年轻，否则很难一直坚持下去。在同一个位置上待了这么久之后，我开始想做一些以前没能做成的事情，仅此而已。埃里克站在对面，沉默地听着他的解释。他低声呢喃：“伊奥娜。”骑士团长萨斯基亚坐在桌后说道：“我能理解伊奥内的感受，我们都知道他在那个家里遭受了多少痛苦。如果他这次想要拥有一个真正的家庭，我们有什么权利阻止？我们只能支持他。”埃里克反驳道：“但这难道不是一场根本无法满足期待的婚姻吗？没必要为了这种琐事就放弃自己的工作。”萨斯基亚回应道：“辞职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诚实点吧。阻止别人结婚的原因通常只有两个，要么是嫉妒对方找到了更好的配偶，要么就是单纯不希望那个人和别人结婚。从某种角度来说，本质都是嫉妒，不是吗？你是想通过公爵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吗？”埃里克猛地拍向桌面，大声反驳道：“怎么可能是那样？”萨斯基亚平静地说道：“那么看来，你只是单纯不想让伊奥娜结婚而已。”埃里克咬紧牙关：“嫉妒绝不可能。”伊奥娜看着焦躁不安的埃里克：“好吧，我会告诉你的，这是一个秘密，请不要告诉任何人，甚至包括皇帝陛下。我是为了用幸福的婚姻生活。”伊奥娜松了口气，终于说出来了：“情况就是这样，希望你能理解。反正我也不是个好上司。”埃里克愤怒地问道：“现在你是在开玩笑吗？我真的很担心你，甚至直到这一刻，你竟然……”他转身离去，算了，随你便吧。衷心祝愿你新婚生活幸福美满。伊奥娜看着他的背影，为什么他生气了？伊奥娜望着明月，这场婚姻真的可以接受吗？他转过身喊道：“公爵！”利罗伊走上露台，才离开一小会儿，竟然变得这么悲观。伊奥娜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利罗伊端着酒杯走近，我看到埃里克，怒气冲冲地跑了出去。伊奥娜接过酒杯，我只是想简单谈谈，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看着公爵问道：“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利罗伊回应道：“因为我看不透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小时候听过一句话，如果不和真心相爱的人结婚的话，你的一生都会很悲惨。”伊奥娜陷入回忆，如果不和爱的人结婚，就会变得不幸吗？那是我的老导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导师挥剑砍向地面，大声训斥道：“不是让你别做白日梦吗？快站起来，伊奥娜！这种水平永远成不了骑士。你怨恨现在的处境吗？那就去怪你的父母吧。两个不负责任的人结合在一起，才会生下你这种孩子。”伊奥娜看着利罗伊问道：“你也相信那种话吗？”利罗伊回应道：“我只是在想，那个人现在是否还坚持这种想法？”伊奥娜问道：“你不能直接去问他们吗？”利罗伊看着远方回应道：“这很复杂，我已经过了那种直言不讳的年纪，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但有一件事我很确定。”伊奥奈盯着他问道：“你是不是偷听了我和埃里克的对话？”利罗伊忍不住大笑起来：“你现在才意识到吗？真是太迟钝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所以坦诚点吧。”他问的问题正是我自己也好奇的。伊奥娜说道：“为了幸福的婚姻。”利罗伊猛地喷出酒水，捂住嘴巴，他脸上泛起红晕，陷入了沉思。埃里克突然推门而入，愤怒地质问道：“你们两个别告诉我这不是强迫，而是……”利罗伊尴尬地咳嗽着，无法反驳。埃里克愤然转身，快步离开了露台。利罗伊看着伊奥娜，虽然产生了误会，但我没必要去纠正，让他觉得我是一个正直且有荣誉感的人，反而更好。或许这根本就不是误会。伊奥娜有些局促地说道：“我不知道你听到了多少，但为了赶走他，我只是随口一说，并没有别的意图。”利罗伊问道：“那请回答我一件事，如果结婚后我继续维持婚外情，你也能接受吗？毕竟幸福的婚姻并不是你的目标。”伊奥娜立刻反驳道：“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是配偶间的忠诚问题，即便不是因为爱情结婚，起码也要对伴侣保持最基本的礼仪。你该不会真的想……”利罗伊突然大笑起来：“哈哈，
我终于明白你是怎么想的了。他注视着伊奥娜，我曾看中她的才华，想让她为我效力，但比起不下，她更像是一匹被过度使唤的马。皇太子一边宣称自己有多么珍惜她，一边却在背后与别的女人纠缠不清。我把她卷入了一场混乱的纠纷中，可自从提到结婚，她突然表现出一种陌生的温柔。现在我明白了，这就是她心中通过婚姻建立的理想家庭愿景。既然无法和自己深爱的人结婚，她便下定决心去爱那个即将与她结婚的人。利罗伊闭上眼睛说道：“你说的对，配偶间的忠诚绝不该被轻视。”他伸出小指说道：“我们要立个誓约吗？如果我们结婚，必须只对彼此忠诚。”伊奥娜有些慌乱地回应道：“公爵，我刚才说那些，并不是为了给你压力。”利罗伊站起身：“既然这对我们双方都有约束力，为什么你会觉得是负担？禁止外遇，即便前任恋人来诱惑，也绝对不能动摇，更不能突然变心，从而导致婚约破裂。让我们共同努力，确保这场婚姻不会给彼此带来不幸。”伊奥奈看着他伸出的手，陷入了沉思。他伸出手指，勾住公爵的小指，微笑着回应道：“我答应你。”雨夜笼罩着宫殿，沉重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回荡。皇太子面色阴冷，穿过长廊，皇后坐在阴影中说道：“欢迎你，理查德。”理查德停下脚步，看着戴着黑色面纱的女人：“好久不见了，母亲。”理查德看着皇后说道：“我忙于处理事务，所以忘记了时间。”皇后隔着面纱回应道：“你的借口缺乏诚意，我知道你一旦遇到麻烦，就会拿工作当借口。我始终无法看透那层黑色面纱后隐藏着什么。已经过去14年了，不，应该是15年左右。那时皇宫发生了一场大火，我的母亲遭受了严重的烧伤，火海中传来惨叫。陛下您的脸，在那次事故之后，母亲再也没有在人前露过面。为了遮盖烧伤留下的丑陋疤痕，她不仅用面纱遮住自己，还将自己彻底关在宫殿深处。和母亲单独谈话时，最好尽量减少可能被用来对付我的话。我应该尽快结束这一切。”理查德端起茶杯说道：“你这样误解我，真是让我伤心。如你所见，我一忙完工作就来看你了。”皇后开口问道：“你已经决定让那个孩子结婚了？”理查德回应道：“是的。”皇后端起茶杯说道：“我明白了，一旦他搬到遥远的地方，就不容易回到首都了。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告诉过你很多次，把那样的女孩留在身边是你的错误。她是个年轻女性，而且归根结底，她还只是个小女孩。”理查德喝了一口茶，在这种环境下，流言蜚语是不可能不传播的。他放下茶杯说道：“我已经告诉过她了，我们不是那种关系。”理查德沉思着，伊奥娜至少要成为公爵夫人，这样即使是母亲也无法轻举妄动。薇薇安娜放下茶杯说道：“这就是你急于将她嫁出去的原因吗？但这场婚事对她来说实在太高攀了，她的身份并不匹配。我们绝不能给公爵送去一个真正能让他家族获益的新娘。我并不是在责怪你的失误，这只是我的真实感受。公爵有什么反应？你觉得他会接受吗？”理查德冷笑一声，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伊奥娜的婚事已经演变成皇室与公爵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当然，失败绝不是我们的选项。薇薇安，施密特伯爵家族最后的继承人，曾是公爵的未婚妻，却因虚假的指控失去了家人和一切。我早就知道薇薇安的下落，我预料到她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所以一直将她掌控在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选择，很快我的直觉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公爵拒绝婚约，我就不得不打出这张牌。虽然我更希望事情不要发展到那一步。皇后说道：“很好，我相信你会处理妥当。”理查德站起身说道：“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皇后回应道：“真是冷淡，你连陪母亲喝杯茶的时间都没有吗？”理查德说道：“我已经喝得够多了。”皇后看这桌上的餐盘，你甚至没碰为你准备的甜点，那是无花果饼干。即使你不喜欢甜食，也唯独喜欢这一种。理查德停下脚步：“你竟然还记得？”皇后说道：“每次我去见你和泰斯，那个孩子都会亲嘴。”他突然咬紧牙关：“那个孩子，那个女人。”他猛地捂住面纱，发出痛苦的喘息。“滚出去！”理查德走近一步说道。“母亲！”皇后尖叫道：“我说过滚出去！”他浑身颤抖，蜷缩在沙发上。理查德看着他说道：“请冷静一点，没必要这么不安。”他伸手抓住皇后的手腕，强行制止了她的挣扎。“你为什么这么动摇？他已经死了，这还有什么关系？这些饼干不是你亲手做的吗？”凄厉的尖叫声瞬间贯穿了整座宫殿，守在门外的侍女们惊慌失措地冲进房间。“陛下，您没事吧？”皇后猛地挥动手臂，将桌上的茶具全部扫落，瓷器破碎的声音清脆刺耳，茶水溅了一地。皇后歇斯底里地吼道：“立刻给我出去！所有人全都滚出去！难道你们没听见吗？全都给我消失！”理查德站在一片狼藉中，冷冷地看着母亲发疯。这座皇宫与其说是住所，不如说更像个疯人院。既然我继承了疯子的血统，或许我也快要疯了，或者我已经疯了。他走出房间，反手关上沉重的大门。他擦掉脸上的血迹，问道：“伊奥娜还在恢复中吗？”侍女跟在身后回应道：“是的，她应该还在休养。听说她正在处理骑士团文书，伤口似乎还没痊愈。”理查德继续走着：“我有事要当面和她谈，如果她还在附近，就带她来见我。”侍女面露难色：“她今天休假，现在可能不在官邸，需要派人去伯爵府找她吗？”理查德停下脚步，算了，就当没提过这件事。伊奥娜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外出，确实让人心烦，但我不能直接把她锁起来。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耐心地观察她。为了让我的计划成功，至少有3个人必须死：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尼尔斯·莫德罗夫。只有这样，或许才有一线生机。
佩内洛普的服装店。佩内洛普指着礼服说道：“客人，这件衣服是用丝绸制成的，垂坠的裙摆非常优雅，面料随你走动而飘动，会给人一种格外高贵的感觉。”伊奥奈看着手中的画册，我明白了，就订购你提到的那一件吧。我不常逛街，即使听了你的解释，还是不太明白这些细节。佩内洛普兴奋地回应道：“哦呀，真是明智的选择。那让我继续为你介绍下一件。”佩内洛普的服装店在社交界极受欢迎，如果你是有影响力的贵族夫人，就必须拥有一件这里的礼服，那是所有女人的梦想。伊冯娜惊讶地问道：“我听说今天有人买走了店里所有的存货，是给伊奥娜的礼服？”佩内洛普点头回应道：“是的，公爵对上次购买的商品感到非常满意，所以他要求为伊奥娜制作更多的礼服。”伊奥娜走在店里，神情显得有些落寞。她并没有因为这些华丽的礼服而感到快乐。门锁发出了清脆的响声。伊奥娜看着新礼服问道：“我的衣橱以前真的有那么寒酸吗？”玛莎无奈地回应道：“小姐，您直到现在才意识到吗？”伊奥娜走在街道上问道：“对了，你有信吗？”玛莎在包里翻找着，有的，实际上还有好几封，信封上清晰地写着约瑟芬的名字。玛莎看这信件问道：“如果是约瑟芬，他不是尼尔斯大人的朋友吗？他为什么会突然给您发邀请函？”伊奥娜拆开信件说道：“因为是我要求的，我有东西需要从那里拿回来，我非常期待那一刻。”玛莎问道：“你需要我买什么吗？这场聚会表面是社交，实际上是赌局吧？而且交换的不是金钱。”伊奥娜将信交给玛莎，等我回房间再回复，先把它收好。玛莎接过信件应道：“遵命，小姐。”伊奥娜站在门前：“我们要进去吗？我还没准备好，但如果一直犹豫，别人会误会我身体不适。既然迟早要面对，那就快点结束吧。”他推开大门，屋内传来尖锐的叫喊声：“为什么不接受我的订单？”伊冯娜正对着前方大喊：“我知道伊奥娜在那，所以他们也该接受我的。”玛莎看着远处的争吵，看来伊冯娜小姐的订单被拒绝了。伊冯娜转头看到伊奥娜，立刻走上前说道：“你来得正好，快去告诉我的裁缝，马上给我做一件礼服。”伊奥娜轻声回应道：“没门。”伊冯娜瞪着伊奥娜：“就因为你要嫁给公爵，所以才表现得高人一等吗？要是公爵知道你的秘密，你的婚约会立刻破裂，到时我就是下一顺位。”伊奥娜侧过头回应道：“是吗？我倒想知道那是什么魔法。你以为公爵为什么选我？”伊冯娜说道：“因为公爵家族里出现皇室情妇是种耻辱。”伊奥娜俯身在伊冯娜耳边低语：“像你这种只会在奢靡中长大的贵族小姐，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伊冯内气得浑身发抖，大声喊道：“太荒谬了！你以为我看不出你在骗我？”伊奥娜伸手抓住对方手腕，伊冯娜挣扎着喊道：“好痛，快放开我！”伊奥娜加重手上的力道：“如果你想告诉公爵我是个私生女，那就尽管去吧。但你要记住一件事，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我会杀了你。这对我来说是跨越阶级、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我现在很拼命。如果你不相信，大可以亲自去试试。”伊冯娜脸色惨白的求饶：“我知道了，快放开我的手！”伊奥娜松开手：“如你所愿。”伊冯娜失去重心，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伊奥娜转身离去，头也不回的吩咐道：“我们走吧，玛莎。伊冯娜应该不会再来找麻烦了。”4天后，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庄园门口。伊奥娜走向公爵说道：“您已经到了，公爵大人。我一直很期待见到您。”利罗伊公爵握住他的手，回应道：“我也刚到。”伊奥娜微笑着说道：“我非常感激您送的礼物，但是……”利罗伊打断了他的话：“不必过度感激，就到此为止吧。”他拉起伊奥娜的手，轻轻吻在手背上。仆人在门外通报：“伊奥娜小姐，公爵大人到访。”约瑟芬迎上前说道：“欢迎公爵大人，还有伊奥娜大人。我一直期待您的到访。我们正玩到一半，您要加入这一局吗？”伊奥娜开口问道：“你们这没有骰子游戏吗？”约瑟芬愣了一下，回应道：“骰子游戏。”弗里达走上前行礼说道：“向您问候，我是弗里达。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引导各位玩骰子。”约瑟芬笑着说道：“我没意识到伊奥娜大人是个如此懂得享受的人。”弗里达看向众人说道：“伊奥娜大人，请您先开始。”伊奥娜沉思着，每人有5个骰子，总计20个，目标是猜出每个数字出现的次数，轮值顺序从我开始，接着是约瑟芬，然后是弗里达，最后是公爵大人。伊奥娜扣下头中说道：“3个1。”约瑟芬紧随其后，4个2。弗里达笑着回应道：“3个7。”公爵最后压住头中说道：“6个20。”伊奥娜看着公爵，这太荒谬了，公爵大人误会规则了吗？弗里达伸手说道：“好了，让我们揭开头中。”骰子在桌面上散开。弗里达观察后说道：“一个骰子显示3，伊奥娜大人获胜。”利罗伊松了一口气，刚才好险。伊奥娜看向公爵说道：“您不必故意输掉。”公爵将金币推向前方。约瑟芬大笑着说道：“公爵大人，这给的也太多了，照这个速度下去，伊奥娜大人面前会堆满金币的。”利罗伊微笑着回应道：“听起来不错，我一直想送他礼物，但他从不接受。”伊奥娜看着桌面说道：“游戏应该公平进行，我们要换个座位吗？”他再次扣住头中。约瑟芬和弗里达正开心地收起金币。弗里达看这满桌金币说道：“看来我今天运气不错。”约瑟芬叹了口气：“我们已经玩了很久，要休息一下吗？”弗里达看向旁边的2人问道：“你们俩想玩吗？”公爵冷淡地回应道：“我没什么兴趣。”伊奥娜说道：“算我一个。”他接过递来的雪茄，放在唇边轻咬：“如果你一直玩骰子，很容易输掉全部家产。人们常说兄妹很像，我一定是像尼尔斯一样，运气太差才输了。”弗里达笑着回应道：“人生总是有输有赢。伊奥娜大人，你知道我输给尼尔斯多少吗？我今天能赢过你，是因为我积累了太多厄运。”伊奥娜的嘴角微微上扬。那么尼尔斯从他父亲那里
偷偷拿走的土地契约，现在去哪了？如果他有输有赢，手里应该还剩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将手中的雪茄缓缓按灭在烟灰缸里，在尼尔斯被正式宣布成为继承人之前，让我们把一切都恢复到原始状态吧。弗里达紧张地解释道：“伊奥娜大人，尼尔斯不是故意的，这只是个误会。”伊奥娜冷冷地回应道：“误会？家族资产都消失了，怎么可能没被察觉？不久前他似乎还私吞了暹罗地区的土地。”约瑟芬辩解道：“尼尔斯只是移交了一些没用的土地，您是知道这件事的。那里的矿山早就废弃了，根本无法产生税收。对方之所以接受土地，是因为尼尔斯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赌。”伊奥娜冷冷地回应道：“也许事实确实如此，但无论如何，资产在伯爵不知情时已经发生了转移。我并不是想制造麻烦，只是建议在伯爵发现前商量好该如何处理。正如约瑟芬所说，那片土地确实不再产出白银了。最初这里是皇室财产，产出的白银曾是皇室稳固的财政支柱，但随后发现的低质矿石改变了一切。与此同时，矿区开始频繁出现不明原因的死亡事件，矿山的运营状况也因此逐渐恶化。皇帝担心舆论压力，最终将所有权移交给了莫德罗夫家族。然而，随着死亡事件和财务亏损持续增加，矿山进入了关闭程序，皇室和伯爵家都对其置之不理。土地价值一落千丈，既然是没用的土地，没人会关心尼尔斯是否把它输掉了。但如果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伊奥娜微笑着说道：“我似乎用这些废话打扰到各位了。”约瑟芬松了口气，笑着回应道：“只要问题能解决，那才是最重要的，请不要太担心。感谢您的关心，伊奥娜大人。酒已经喝光了，我去再拿一些过来。”弗里达站起身说道：“我陪你一起去。伊奥娜大人，先休息吧。”两人离开房间后，伊埃娜低声问道：“你看清他的脸了吗？”公爵点头回应道：“看清了，等他离开时，我们会跟上去的。”伊奥娜叮嘱道，表现得像是我们在慷慨地提供帮助，这只是为了给未来丈夫的家人留下好印象，并没有其他目的。现在的土地所有者不想得罪莫德罗夫伯爵，但也不想免费把土地还给尼尔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爵提出以合理的价格收购，他会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土地也会被立刻移交。利罗伊低声问道：“但是你打算怎么处理那座传闻已经枯竭的矿山？”伊奥娜回应道：“问题不在于矿脉枯竭，而是开采成本太高导致无法盈利。如果能提高产量，我计划重新启动运营。”利罗伊拖着下巴问道：“被遗弃这么久，肯定有它的原因，难道你有某种突破性的解决方案吗？”伊奥娜没有回答。利罗伊继续问道：“难道这是商业机密？”伊奥娜回应道：“我只是碰巧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提取方法，但我本人并不是技术员。”利罗伊说道：“如果你对此感到好奇，稍后我可以为你引荐相关的人。”伊奥内点头：“谢谢你。”利罗伊问道：“你平时也抽烟吗？”伊奥娜回应道：“并不经常抽，但在这种场合，这能让人更快地建立起亲近感。”利罗伊追问道：“你是在哪里学到这些的？”伊奥娜回忆着：“大概是因为我很早就开始了社交生活。”利罗伊盯着桌上的东西：“这个借我用一下。”伊奥娜急忙说道：“公爵大人，那是我的。”利罗伊直接拿走烟放进嘴里：“没关系。”伊奥娜劝阻：“快把它还给我，这东西会上瘾，染上这种习惯可没什么好处。”利罗伊猛地咳嗽起来：“这东西太冲了，嗓子感觉很痒。”伊奥内看着他问道：“你该不会是第一次抽烟吧？”利罗伊疑惑地问道：“这难道不是可以当成药用吗？”伊奥娜严肃地回应道：“我曾在仓库里见过一只啃食烟草最后死掉的老鼠，这种东西绝对对身体没有好处。”利罗伊拿着雪茄说道：“你自己接触各种有害物，却把我当成小孩子对待，简直就像是觉得我比你自己更珍贵一样。我开玩笑的，既然你觉得这对我不好，那我就戒掉好了。虽然这并不容易。”伊奥娜回应道：“明白了，只要是你希望的，我随时都可以戒掉，这对我来说不算麻烦。作为交换，公爵大人也该这样做。”利罗伊看着他，真是的，他总是有这种让人误会的本事。如果是我的话，绝不会愚蠢到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嫁给别的男人。不出所料，回购暹罗土地的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多亏了约瑟芬和弗里达替我出面交涉。伊奥娜看着文件，土地所有者正急于甩掉我接手的这个定时炸弹，而且他通过赌博从尼尔斯手中赢走矿山这件事，他绝不想让莫德罗夫伯爵知道。伊奥娜看着信件说道：“每个家庭似乎总会有一个麻烦制造者。西奥伯尔德阁下，这封信你是从哪得到的？”西奥伯尔德回应道：“公爵大人昨天来过我家，奇怪的是他竟然和我弟弟认识，所以拜托我把这个转交给伊奥娜大人。”伊奥娜若有所思地问道：“你弟弟也像你一样有着浅棕色的头发吗？”西奥伯尔德笑着点头：“是的，我和二弟都长得像母亲。”伊奥内感叹，原来和尼尔斯一起赌博的那个人就是西奥伯尔德的弟弟。明明有一个如此可靠的哥哥，为什么非要和那些地痞流氓混在一起？伊奥娜无奈地挥了挥手：“转告你的弟弟，交朋友的时候眼光要放长远一点。”他敲响了房门，屋内传来回应：“请进。”理查德正背对着门整理着长发。伊奥娜：“好久不见了，听说你最近和公爵相处得不错。”伊奥娜低头说道：“我只是在尽力执行陛下的命令。”理查德微笑着说道：“看来公爵才是那个付出努力的人，真没想到他会是给女人买衣服的类型。”他指着沙发说道：“过来坐吧。”伊奥娜回应道：“是的。”理查德拿起烟斗问道：“需要帮你点火吗？”伊奥娜拒绝道：“不用了，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不想身上带着烟味。”理查德停下动作说道：“你以前可不在意这些。”伊奥娜低头说道：“
我很抱歉。理查德点燃雪茄，看着他问道：“真是奇怪，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产生了这种变化？从现在开始，你最好停止与那位公爵见面。”伊奥娜说道：“我还没得到公爵大人的明确答复。”理查德微笑着回应道：“这不是你该担心的事，伊奥娜，我会负责说服公爵。”伊奥娜垂下眼帘，明白了。理查德看着他说道：“这几天都没见到你。”伊奥娜回应道：“我之前的样子不适合侍奉殿下，所以保持了距离，打算2天后回来。”理查德打量着他的脸颊，被佛罗伦萨打伤的地方已经快痊愈了，虽然妆比以前浓了一点，但我觉得别人不会注意到。伊奥娜说道：“如果殿下希望，我马上就回来。”理查德轻声唤道：“伊奥娜。”他注视着伊奥娜，问道：“你怨恨我吗？”伊奥娜看着他，又来了，又在测试我的牺牲程度。你一直都是这样，当我不再有用时，就会像以前一样被丢弃。这次他想要什么答案？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那种事永远不会发生。”理查德看着眼前的女人，我很清楚，伊奥娜对我的忠诚并不是出于爱，但在他的余生中，他永远无法拒绝我，因为我给了他最想要的东西。理查德靠在沙发上说道：“你终究是慷慨的，虽然你只是个骑士，但你像家人一样陪我长大。”他伸手触碰伊奥娜的手背，这一次，佛罗伦萨确实过界了。你是唯一一个无需许可就能进入我寝宫的人，伊奥娜，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我真正关心的是谁。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如果您这么说，佛罗伦萨小姐会很伤心的，毕竟她是殿下的未婚妻。”理查德收敛了笑容说道：“看来你很生气，看到你的脸变成这样，我怎么能不担心？”他抚摸着伊奥娜的脸颊，告诉我，伊奥娜，你想要什么？要我传唤他向你正式道歉吗？或者要求兰佐夫家族给予赔偿？我可以散布佛罗伦萨的恶行，甚至可以直接解除婚约。伊奥娜注视着他回应道：“那么我想要休假。”理查德愣了一下，什么？伊奥娜继续说道：“一旦我开始参加社交聚会，佛罗伦萨小姐就不能轻易轻视我。以前我总要兼顾工作和其他义务，所以没时间参加。”理查德沉默片刻说道：“好吧，但我有一个条件。”他靠在沙发上，在你休假期间，只要我提出要求，你必须至少作为我的伴侣，陪我参加一次活动。伊奥娜一愣，理查德说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质疑我的话了？既然明白了，就退下吧。”伊奥娜走出房间，关上房门。也许我不该用社交聚会当借口，我只是需要时间处理其他事情，结果却背负了不必要的负担。在前世，公爵曾怀疑过我和殿下的关系，在那种事再次发生之前，最好先澄清所有的误会。倒不是因为他会嫉妒，理查德从哪里得到的自信，认为我和公爵的婚约不可避免。考虑到目前的情况，只有一种可能性，他一定知道公爵前未婚妻薇薇安的下落。我必须在理查德之前先见到他。伊奥娜握紧拳头。如果公爵见到薇薇安，他可能会动摇，但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公爵因为薇薇安出事而痛苦。席勒子爵夫人的刺绣聚会，席勒看着走近的客人说道：“你来了，克劳迪亚小姐。”克劳迪亚微笑着回应道：“你好，席勒夫人。”席勒看向一旁的伊奥娜问道：“还有伊奥娜小姐也来了，上次绣的那块手帕带了吗？”伊奥娜点头回应道：“是的，希望能今天完成它。”席勒鼓励道：“真有精神，我会为你加油的。”众人落座，房间内充满欢声笑语。尤利亚提着裙摆走进房间，说道：“天哪，看来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大家过得好吗？”席勒迎接道：“尤利亚小姐，我们正准备开始。”尤利亚快步走向沙发，说道：“我要坐在伊奥娜小姐旁边，好久没见到她了。”他凑到伊奥娜身边问道：“伊奥娜小姐，上次舞会你穿得那么华丽，今天怎么穿了制服？”伊奥娜回应道：“为了赶上时间，我直接从工作的地方过来了。”尤利亚说道：“老实说，我今天很期待看到新裙子。听说佩内洛普工作是为了你的衣服，甚至关门谢客了好几天，夫人们都在转，那是公爵大人送给你的礼物。”席勒皱起眉头说道：“尤利亚小姐够了，如果你再分散伊奥娜小姐的注意力，她的手可就要受伤了。”话音刚落，伊奥娜的手指渗出鲜血。尤利亚惊叫道：“伊奥娜小姐，你的手指流血了，针扎得太深了吗？”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我没事，只是被扎了一下。”席勒立刻吩咐道：“这怎么能叫没事？快去处理伤口。”女仆为伊奥娜包扎好手指，已经处理好了。伊奥娜看着手指回应道：“谢谢你，你的名字是玛丽对吧？”玛丽点头应道：“是的，没错。”伊奥娜注视着她问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尤利亚小姐手下工作的？”玛丽低头回应道：“大约5年了。”伊奥娜追问：“那在那之前呢？”玛丽显得有些局促：“我不确定，因为我去过很多地方工作。”伊奥娜走近一步问道：“你不觉得这份工作很辛苦吗？”玛丽问道：“您是在给我提供新工作吗？”伊奥娜说道：“差不多，也许那份工作更适合你。”玛丽疑惑地问道：“您在说什么？”伊奥娜压低声音说道：“薇薇安小姐，你有没有想过要回家？”玛丽的瞬间脸色惨白，她浑身颤抖着问道：“你怎么会？”她手中的药箱滑落，重重摔在地上，剪刀和药瓶散落一地。伊奥娜看着跌坐在地的女人：“我的方式太突然了吗？”她蹲下身：“起来吧，我不是来伤害你的。”薇薇安猛地挥动手中的剪刀：“退后，否则我就刺下去了。你不过是皇太子的走狗，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我也是即将和你前未婚夫结婚的人。”薇薇安愣在原地：“所以你是来除掉我的？”伊奥娜回应道：“完全不是。”她上前一步，伸手抓住了薇薇安的剪刀：“你知道利罗伊公爵一直在找你吗？”薇薇安神色慌张地问道：“利罗伊？我不认识那样的人，也没打算见他。”伊奥娜问道：“为什么？
公爵肯定会帮你的。薇薇安低下头回应道：“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去。如果我去找他，他会被再次卷入麻烦。我没打算再见他了，只想一辈子当个女仆。”伊奥娜说道：“我明白你不想给公爵添麻烦，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皇室已经发现你了，一旦你失去利用价值，他们就会杀了你。”薇薇安脸色苍白地问道：“利用价值？”伊奥娜摆弄着剪刀说道：“当然是作为人质。”他递出剪刀：“如果你想复仇，明天这个时候来见我。如果不愿意，就谁也不要告诉我，直接离开首都。是再次被抓，还是安全逃脱，全看你自己。”薇薇安犹豫着问道：“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帮我？”伊奥娜侧过脸回应道：“因为你是我丈夫真实的人，但别误会，我并不是赞成你们私通，别动歪心思。如果你敢以救未婚妻的名义背叛我的话，我绝不会原谅你。”薇薇安收起剪刀说道：“那种事绝不会发生。”伊奥娜点头：“那就好。”客厅的门被推开，尤利亚看着走进来的两人，问道：“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玛丽，你是不是对伊奥娜大人失礼了？”伊奥娜微笑着回应道：“我只是让玛丽帮我处理一下训练的伤口，多亏了她，不用担心留下疤痕。谢谢你。”尤利亚看着玛丽说道：“原来是这样，做得好，玛丽。”伊奥娜回应道：“这都要多亏了尤利亚小姐，伪装得太完美了，连我几乎都认不出那是薇薇安。能自由进出皇太子的房间，真是走运。在那里，我收集到了关于薇薇安最精确的情报，凭借这些，我已经领先了一步。”他拿起针刺向袖部上的狮子图案。现在轮到理查德掉进我设下的陷阱了。伯爵夫人去世的忌日终于到了，大雨笼罩着庄园。海登坐在餐桌主位，面色阴沉，席间一片死寂。海登放下餐具说道：“我有事要处理，先走一步。”伊奥娜站在高处，俯瞰着庄园入口。我一直在等这一天。伯爵果然如预料中那样离开了家。他究竟是去工作，还是去见另一个情妇？我并不在乎。我的计划现在开始。芙蓉走进大厅，看这墙上的画像。伊冯娜指着门口怒吼道：“没听见吗？我叫你滚出去！”尼尔斯站在一旁，脸色阴沉地附和道：“要我像拽狗一样把你拽出去吗？”芙蓉直视着两人，说道：“到底要我说多少次？我是来见伯爵的，在见到他之前，我绝不会离开。”芙蓉压低声音问道：“如果能离开伯爵，我会得到双倍报酬吧？”伊奥娜回应道：“当然，只要一切顺利，拿到的钱会翻倍。”尼尔斯指着门口说道：“今天是重要的日子，10项点就赶紧离开，否则就像伊冯娜说的，我们会强行把你拽出去。”芙蓉回应道：“我不想走呢。”尼尔斯愤怒地吼道：“什么？”伊奥娜走了进来。芙蓉小姐，你在这里做什么？芙蓉神色局促地回应道：“我在等伯爵。”伊奥娜大人，你来得正好。他闭上眼叹气道：“你们真是太残忍了。虽然我不是贵族，但我与你们的父亲有着很深的关系，你们却对我如此冷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就像你们的母亲吗？”伊冯娜瞪大眼睛怒吼道：“什么？你这个疯女人！”她猛地冲上前，抓住芙蓉的头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竟敢在这个家里胡言乱语！”伊奥娜迅速上前拦住她：“芙蓉小姐，请退后，躲到我身后去。”伊冯娜咬牙切齿地问道：“为什么要拦着我？难道你也把这平民女人当成母亲了吗？是因为同情她才站在她那边的吗？”伊奥娜冷静地回应道：“冷静点，伊冯娜，你也要考虑伯爵的立场，先让自己清醒一下，我会确保他立刻离开。”伊冯娜愤怒地反驳道：“考虑什么？在母亲的忌日这天，让这种女人踏进家门，那个男人到底还要我忍耐到什么时候？今天我要把你们全杀了！”尼尔斯喊道。伊冯娜，他看着混乱的场面命令道：“快过来把伊冯娜带走，把她关进房间里，至少1个小时不准出来。”伊冯娜哭着喊道：“哥哥！”尼尔斯捧起她的脸，没必要为了那个女人做到这种地步，我会处理好的，你先进去休息吧。女仆们搀扶着伊冯娜走回房间。伊奥奈看着芙蓉说道：“如果你这样不请自来，只会让伯爵感到为难。”芙蓉捂着胸口回应道：“我并不是想找麻烦。”伊奥娜指着墙上的画像说道：“今天是伯爵夫人的忌日，伯爵今天不会见任何客人。如果你还有点礼数，就请离开吧。”芙蓉的嘴角微微上扬，随即低头回应道：“好吧，那我就先告辞了，请代我向伯爵问好。”他转身离去。尼尔斯冷冷地看着伊奥娜：“伊奥娜，你也出去吧，我1秒钟都不想再见到你。”伊奥娜走出大厅，如果早知道会变成这样，我就该让你们兄妹继续和他吵下去。尼尔斯咬牙切齿地说道：“别以为做了该做的事就能这么自傲，你还没能为母亲的死赎清你的罪孽。”伊奥娜冷笑着问道：“我做了什么？是父亲搞外遇，带回了一个孩子，这为什么是我的错？”尼尔斯愤怒地回应道：“你这卑贱的私生女，真是一点羞耻心都没有。”伊奥娜直视着他：“你为什么不敢在父亲面前说这些话？你对我倒是有很多话要说，但在伯爵面前，你却连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你一直都是这样，一旦觉得自己赢不了，就夹着尾巴逃跑。你躲着父亲，也躲着我。”尼尔斯咬紧牙关，不准把你这种卑贱的人和我相提并论。伊奥娜嘲讽地说道：“所以是你的自尊心让你对父亲挥拳了吗？你连那种事都做不到。尼尔斯，你是个懦夫，根本不配为人。如果你真的想哀悼你母亲的死，首先就不该再叫那个人父亲。你想知道你母亲临终前对我说了什么吗？”尼尔斯猛地揪住伊奥娜的衣领：“你怎么敢提起我母亲？”伊奥娜毫无惧色地回应道：“她当时是这么说的，因为伯爵而活着，比死还要痛苦。”尼尔斯松开手，踉跄着后退。“什么？”他满脸惊恐地问道：“母亲真的对你说了那种话吗？”伯爵夫人是优雅与高贵的化身，
他极其在意他人的评价，必须时刻维持尊严，过着克制而严谨的生活。即便在政治联姻之后，他并不爱海登，却始终对他保持忠诚。甚至当海登带回私生女并登记入籍时，他依然坚守着妻子的本分。暴雨倾盆而下，尼尔斯在紧闭的大门外愤怒地大声叫喊：“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如果母亲出了什么事，你要负责吗？”侍女拦住众人说道：“夫人交代过，只准伊奥娜小姐进去。”尼尔斯愤怒地质问：“我们才是亲生孩子，为什么只叫那个女人？”海登沉声喝止：“伊冯娜·尼尔斯，别再胡闹了。”他转头看向伊奥娜：“你进去看看她吧。”伊奥娜独自走在长廊，为什么只叫我？夫人是这家里唯一没有折磨过我的人，却也从未正视过我。她总是无视我的存在，否定我的生命，但我心中仍有奢望，想听她说出一句话。伊奥娜，那不是你的错，我多么渴望听到她亲口对我这么说。侍女推开沉重的大门：“伯爵夫人正在等您。”伊奥娜快步走到床边：“夫人，您还好吗？听说您在找我。”伯爵夫人艰难地睁开眼，声音微弱颤抖：“伊奥娜，再靠近一点。”他突然伸手死死抓住伊奥娜的手掌，掌心满是暗红的血迹。他亲吻伊奥娜的额头，留下触目惊心的血印。他露出疯狂的笑容，说道：“下一个就是你。医生说我的病会传染，你很快就会变得和我一样，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因为你会坠入地狱。就在这里结束我们这段孽缘吧。”伊奥娜看着眼前的女人，终于明白她为何只叫我。她想让我染上绝症，像她一样痛苦的死去。医生说道，这种症状很像京城的流行病，导致最初出现了误诊，但观察病情进展后，发现这是一种从未听过的病。伊奥娜握紧拳头，如果我从未存在过，伯爵夫人或许会一直优雅平静地生活下去，我的存在毁了她。伊奥娜开口说道，夫人一定会去天堂的，正如您所说，我或许真的会坠入地狱，请安心闭上眼睛吧。伯爵夫人停止了呼吸，永远陷入了沉睡。尼尔斯抓住伊奥娜问道，为什么母亲只对你说那种话？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尼尔斯，你母亲一直想成为完美的妻子和母亲，所以面对带回私生女那个令她憎恨的丈夫，她隐藏了自己的伤口，但随着死亡临近，她终究无法抑制怨恨。她在最后时刻叫我过去，是为了让我知道她到底伤得有多深。尼尔斯愤怒地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是在批评母亲吗？伊奥娜冷冷地回应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为了你那点可怜的安宁，你正站在毁掉母亲的人那边，继续像以前那样捡着残羹剩饭活下去吧，那才最适合你。海登重重地砸向桌面，芙蓉在我离开时来过，他怎么敢这么无知？难道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下属低头汇报道，幸好伊奥娜小姐处理了局面，她告诉芙蓉小姐不要打扰，并请她离开。芙蓉小姐听后便离开了。海登疑惑地问道，那孩子为什么要插手？立刻叫伊奥娜过来。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会感激伊奥娜，如果我以前对她好一点，她会一直这么听话吗？我是不是对她太严苛了？当我承认伊奥娜的身份时，不能无视妻子的感受，为了安抚她的情绪，我只能公开偏袒尼尔斯和伊冯娜。为了不让那两个孩子感到畏缩或不安，我告诉他们，伊奥娜的生母只是个贫穷无知的卑微女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她的出身绝不低微。更重要的是，她并不是我在婚内出轨所生下的孩子，这将是我一生都必须守护的秘密。伊奥娜推开门说道，伯爵，听说您在找我。海登坐在沙发上回应道，没错，进来吧。听说你今天处理了芙蓉，还把她送走了，谢谢你。伊奥娜平静地说道，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海登沉思着，如果是伊冯娜，肯定会趁机撒娇，要求买件裙子作为回报。难道我的孩子全都是这种性格吗？伊奥娜皱起眉头说道，经过这件事后，芙蓉夫人的处境会很危险，送她去远行怎么样？海登点头说道，好主意，如果惹出麻烦，对我来说也是个问题。伊奥娜回应道，如果您不介意，这件事由我亲自处理。海登惊讶地问道，你吗？伊奥娜微笑着说道，只要您能提供一个离开京城的合适借口，我会把她带到看不见的地方。海登露出笑容，正好到了巡视领地的时间，在京城和领地之间来回奔波实在太累了，干脆把这事推给伊奥娜。他开口说道，好吧，今年就由你替我去。伊奥娜行礼说道，我会处理好一切的。海登感叹道，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让我们忘掉过去吧。伊奥娜打断道，伯爵，我并不是为了您才帮忙的。海登疑惑地问道，那你为什么这么关心那个女人？伊奥娜说道，我不知道，芙蓉夫人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陌生人，情妇和私生子，这难道不是绝配吗？对芙蓉夫人来说，在有孩子之前离开反而是件幸事，如果她生下了孩子，那个孩子就会变得和我一样。海登猛地攥紧拳头，愤怒地大声吼道，你这傲慢的家伙，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欠了我多少吗？是谁让你摆脱了那个卑贱的母亲，让你不必在街头流浪？是谁给了你身份，让你能为皇室效力？伊奥娜听后冷笑一声，神情依旧从容不迫。他直视着海登问道，伯爵大人，既然那是如此难得的机会，您为什么不把它让给尼尔斯和伊冯娜呢？海登坐在沙发上，神色慌张地说道，那是。伊奥娜冷冷地回应道，你称我为家人，却从未把我当成亲生孩子。海登低声呼唤伊奥娜。伊奥娜继续说道，即便如此，我曾相信那个词并竭尽全力，所以我明白了，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成为莫德罗夫家族的成员，我的一生都只是养女，一个私生女能成为公爵夫人，仔细想想这交易不换，直到现在我都在无偿满足你的要求，伯爵，但从现在起，如果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就必须付出代价。海登满脸惊愕地问道，你在说什么？伊奥娜神色平静地说道，
你越支持我，得到的回报就越多。根据你的表现，你甚至能得到公爵领姻亲的好处。我相信我们可以长期保持这种互利关系。海登急切地辩解道：“伊奥娜，我承认我对你和尼尔斯·伊冯娜不同，但我对你严厉，是因为想让你成功。”伊奥娜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她站起身说道：“如果你说完了，我就告辞了。”海登猛地站起身喊道：“伊奥娜，你是我的女儿，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伊奥娜停下脚步，侧过头，冷冷地回应道：“那就继续在别人面前这么说吧，这肯定是一场精彩的表演。”她推开沉重的大门，径直走了出去。海登站在空荡的房间里，看着她离去的背影。伊奥娜压低帽檐，对驾驶员说道：“带我去苍白街。”悄悄的，驾驶员回应道：“明白了。”在那之后，伯爵可能感到愧疚，因为他开始每天给我送礼物。玛莎看这堆满房间的礼盒，显得有些惊讶。正如玛莎所说，显然他对我一无所知。伊奥娜坐在马车里，看着窗外，真是徒劳的努力。马车缓缓停下，驾驶员说道：“小姐，我们到了。”伊奥娜回应道：“辛苦了，我从这里开始一个人走。”这是茱莉亚姑婆的家，她一直住在这里。主人温泽尔夫人多年来一直隐居，避免任何外界互动。换句话说，这是秘密会面的绝佳地点。她走上台阶，伸手敲响了大门。女仆打开门，急忙行礼说道：“伊奥娜小姐，请进。”她领着伊奥娜走进屋内。夫人身体不是正在休息，她无法亲自接待您。伊奥娜回应道：“没关系，应该是我感谢她，允许我们使用这个空间。”伊奥娜环顾四周，这房子保养得真好，我甚至没察觉到有病人住在这里。也许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更自在。伊奥娜推开房门，摘下草帽说道：“抱歉，我迟到了。”利罗伊回应道：“你准时到了。”杰罗姆站在桌边，微笑着说道：“你好，伊奥娜小姐，我叫杰罗姆。”伊奥娜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利罗伊介绍道：“他是金矿负责人的儿子，从小学习，有信心管理矿山。”杰罗姆拍着胸脯说道：“比起父亲，我还有很多要学，但如果您信任我，我会尽力经营。”伊奥娜问道：“我想你还没被告知要监管哪座矿山？”杰罗姆笑着回应道：“无论在哪里，我都会确保不让人失望。”伊奥娜说道：“我打算送你去暹罗的银矿。”杰罗姆的笑容瞬间凝固。“什么？那个地方以危险闻名，而且因为几乎不产银子而被废弃了，我完蛋了。”伊奥内看着利罗伊：“你把他带到这里，甚至没告诉他要在哪里工作。”他看这杰罗姆说道：“我还没说什么呢。”利罗伊笑着说道：“你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我费尽心思找个可靠的人，这就是我必须到的反应。”伊奥娜看着垂头丧气的杰罗姆：“好了，该我出场了，我只需要证明我的成功，并说服他。”他拿出一个木盒说道：“打开它。”杰罗姆疑惑地接过木盒，将其打开，盒子里躺着一块闪烁着光芒的矿石。他惊呼道：“这是银矿石！”伊奥娜微笑着回应道：“没错，你知道如何从矿石中提取银子，对吧？”杰罗姆恢复了专业神色，点头说道：“是的，首先我们用粉碎机将矿石磨成粉末，然后我们在高温下焚烧，将其化为灰烬，从那里我们提取银。”伊奥娜说道：“这是一个很难生产高纯度银的过程。”杰罗姆解释：“但银自然的与其他矿物质混合，所以纯度低是很正常的。我真的认为你们应该重新考虑重启暹罗矿山。制造粉碎机的成本很高，通过山路运输材料很困难，会降低产量，而且矿石的质量也不好。”伊奥娜说道：“那就让我教你一种，即使是从低质量矿石中也能轻松提取银的方法。如果你将银矿石和铅矿石粉碎在一起，加热它们，然后在沸腾时混合灰烬，铅和杂质会被吸收到灰烬中，只留下银。你可以用我刚才给你的材料亲自测试一下。”杰罗姆震惊地问道：“这是真的吗？但你到底是怎么发现这个方法的？”伊奥娜沉思着，这种使用铅进行提取的新精炼技术被称为灰吹法。几年后，它将从东方传入。他开口说道：“既然我不能让有利可图的土地荒废，我就到处寻找替代的提取方法。”他伸手按住木盒，但目前我们将对这种方法保密，并独家使用。如果太多的银涌入市场，它的价值就会下降。现在你觉得准备好前往暹罗了吗？杰罗姆兴奋地握紧拳头。是的，如果精炼工作如你所说，我们可能会取得比你预期更大的产量。此外，铅很容易获得，所以投资成本将比以前更低。伊奥娜端起茶杯问道：“你什么时候能离开？”杰罗姆站起身喊道：“我马上就去，我会召集工人直接前往矿山。”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慢慢来。”杰罗姆愣了一下，大笑着说道：“哈哈，你在开玩笑吗？”他看着伊奥娜冷峻的侧脸，笑容逐渐消失。“你是认真的吗？”伊奥娜看这杰罗姆问道：“你知道为什么暹罗山的银矿曾被称为死亡之矿吗？”杰罗姆疑惑地问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杰罗姆神色焦急，看向对面问道：“那么伊奥娜大人，您知道原因吗？”伊奥娜冷静地问道：“他们的皮肤有没有变蓝，或者有严重头痛的记录？”杰罗姆点头回应道：“没错，当时死去的矿工们都抱怨感到头晕和疲劳，即使是强壮的男人，一旦开始爬山，也会在瞬间失去力气。无论是1-2天，还是最多1周，他们最终都会死去。正因如此，人们认为那是传染病。”伊奥奈看着他说道：“根据这些症状，这绝对是高山病。雷曼帝国是一个拥有广阔肥沃平原的国家，生长在没有山脉的土地上。在高海拔地区，雷曼人对登山的艰辛没有任何天然抵抗力。有些人追逐财富幻影，而另一些人则被迫听从领主命令，强行攀登高山。现在跨海贸易很普遍，但在那时对外界的敌意很严重，甚至很难听到邻近领地的消息。他们从未遇到过这种症状，所以感到恐惧，认为这是一种诅咒。”杰罗姆紧张地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办？慢慢上山就足够了吗？”
伊奥娜点头回应道：“是的，以缓慢的速度行走，让身体有时间适应高度，就能预防这个问题。此外，脱水很容易发生，摄入充足的液体至关重要。”杰罗姆松了口气，明白了。如果您没有提前提醒，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伊奥娜微笑着说道：“最重要的是安全第一，在解决劳动力短缺前，从附近村庄招募工人是个不错的临时措施。”杰罗姆回应道：“我会谨慎行事，并记住您的建议，一旦有了进展，我会再向您汇报。感谢两位抽出时间与我见面。”杰罗姆离开后，房间陷入安静。利罗伊注视着对面的伊奥娜，真是了不起。伊奥娜疑惑地问道：“你指什么？”利罗伊身体前倾，继续说道：“你已经知道了病因，甚至知道一种提取银的新方法，这简直就像是你能预见未来一样。提前买下矿山也是一个惊人的优势。我觉得你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计划。那是什么？”伊奥娜说道：“暹罗地区是被授予皇室的土地，条件是产出的白银必须定期提供给他们，上缴比例并不高，而且协议中没有规定时间限制。然而，海登在接管矿山后急于求成，他解雇了老员工，强行引入了大量新劳动力，结果矿难频发，生产力大幅下降。由于高层的贪婪，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即使产量下降，矿山最终关闭，但在法律上，那片土地仍保留着官方地位。如果暹罗矿山一直处于荒废状态，所有权的变更本不会成为问题。”利罗依靠在椅背上，但现在情况变了，你那愚蠢的哥哥鲁莽地把他卖掉了。伊奥娜问道：“你觉得皇室会怎么做？”当他们得知伯爵家族的继承人赌输了一座价值连城的银矿，喧闹的酒馆内，桌上摆满了丰盛的烤肉和蔬菜。利罗伊说道：“尽情吃吧，想吃多少都行。”伊奥娜看着面前堆成小山的食物，我也不是那么饿。利罗伊单手托腮，注视着他说道：“我才意识到，以前从未和你正经吃过一顿饭，我想至少让你饱餐一顿。”伊奥娜低下头，避开对方的视线，轻声回应道：“谢谢你的款待，这里的食物确实很棒。你以前来过这里吗？”利罗伊回应道：“和乔内斯来过一次，比预想的要好。桌子间距很大，而且并不吵闹。”伊奥娜问道：“你今天原本要休息吗？”利罗伊回应道：“我是为了这顿饭专门请了假。”伊奥娜停下动作说道：“其实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接下来的10天我要离开首都了，因为芙蓉的事，尼尔斯和伊冯娜现在非常愤怒，所以伯爵决定让芙蓉先离开避风头，而我将陪同她一起。”利罗伊冷笑道：“把情妇的安全交给自己的养女，伯爵还真是不够绅士。”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官方说法是我代替领主去视察领地的事务。”他握紧餐刀。“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申请休假时出了点小状况。”利罗伊问道：“什么状况？”伊奥娜说道：“作为批准休假的条件，皇太子殿下要求我担任他在公开活动中的舞伴。为了避免误会，我觉得应该提前告诉你。”利罗伊沉默片刻问道：“担任舞伴意味着你们要一起参加舞会？”伊奥娜摇了摇头：“我不确定，他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样的活动。”利罗伊平静地回应道：“我明白了。”伊奥娜有些惊讶：“你难道一点都不生气吗？”利罗伊神色如常，反问道：“我有理由生气吗？又不是你主动要求的。”伊奥娜沉思着，这很奇怪。得知他没生气，我本该感到庆幸，但为什么我会觉得失望？难道我希望他嫉妒吗？虽然我知道我们并不是那种关系，但是……利罗伊看着他说道：“真要说起来，责任在我，是我不必要的挑衅了皇太子，而且我也预料到他会有这种反应。”伊奥娜沉默地听着。利罗伊继续说道：“如果日期定下来了，你能提前告诉我吗？我想在同一时间也出现在那里。”他凑近问道：“伊奥娜，你在听吗？”伊奥娜猛地回过神：“抱歉，你刚才说什么？”利罗伊耐心地回应道：“我说，无论你要和皇太子参加什么活动，我也想去现场。”伊奥娜点头说道：“等日期确定了，我会立刻通知你的。”利罗伊盯着他，沉默了片刻，他压低声音问道：“你和皇太子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伊奥娜避开他的目光：“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说出来。我该告诉他吗？但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把理查德看得比他重。为了避免误解，我应该告诉他真相。”伊奥娜深吸一口气说道：“皇太子告诉我，不要在私下和你见面了。”利罗依靠在椅背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安排在温泽尔夫人家秘密见面。”伊奥娜点头回应道：“部分原因是为了谨慎处理矿山事务，但没错，这也是原因之一。”利罗伊的神色变得严肃：“如果那个男人动摇了你的决心，你可以对我坦诚相待。”伊奥娜惊讶地回应道：“这太荒谬了，绝不可能。”利罗伊继续说道：“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积累起来的情感是无法被忽视的。”伊奥娜握紧拳头：“公爵大人，我当然无法抹去过去，就像他从未发生过一样。即使我放弃了那段关系，也不是所有的回忆都是糟糕的，所以我从未认真想过要杀掉殿下之类的事情。”利罗伊交叉双臂，惊讶地问道：“杀了他？你竟然想得那么远吗？看来你对皇太子的怨恨比我想象的还要深。”伊奥娜急忙回应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利罗伊切着肉：“但你是因为对他生气才会来到我身边的。皇太子是个傻瓜，而你很聪明。”他端起切好的肉递到伊奥娜面前：“我只是运气好，你不觉得吗？”伊奥内看这盘中的食物，比起愤怒，那种感觉更接近于空虚。他抬起头看向利罗伊，认真地说道：“公爵大人，我并没有再生殿下的气。对于一个不再重要的人，失望或愤怒都没有意义。我很久以前就放下了对皇太子的所有感情，所以没有什么能让我再次动摇。如果我的这些话还不足以让你安心。”利罗伊打断了他的话：“那是完美的回答。你总是在正确的时间给出正确的答案。正因如此，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可悲。你要离开10天，那可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
第二天黎明前，计划的下一阶段开始启动。马车在夜色中疾驰，虽然我是奉伯爵之命带你出城，但这当然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伊奥娜看着对面的芙蓉说道：“让我简要说明一下日程。在到达莫德罗夫的领地前，我们会把你留在郊区的一处民宅，索菲亚会留在那里照顾你。”芙蓉惊讶地问道：“伯爵甚至派了女仆来监视我？”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鉴于你上次造成的混乱，这是最低限度的安全措施。”他拿出一封信件，这封信只是负责监管领地的管家要时刻盯着你。伊奥娜将信件凑近灯火，但我不会把它送达，因为我要你做的正与莫德罗夫伯爵的期望相反。芙蓉身体前倾问道：“这是个新交易吗？”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你只需要穿着昂贵的礼服，戴上耀眼的珠宝，频繁出现在人多的地方。”芙蓉微微皱眉说道：“那会太引人注目了。你不是说女仆是来监视我的吗？”伊奥娜露出一丝冷笑：“伯爵相信他的仆人只忠于他，但谁知道呢？人们总是追随金钱。”芙蓉靠在椅背上说道：“啊，我明白了，所以我要成为那个榨干领地财富的恶毒女人吗？”他盯着伊奥娜问道：“报酬是什么？”伊奥娜看着摇曳的灯火说道：“和上次一样。”芙蓉低声呢喃：“我觉得我上次做的还不错。”伊奥娜继续说道：“伯爵送给我的昂贵礼服和珠宝，我会全部送给你。”芙蓉陷入了沉思，她笑着说道：“仔细想想，你总是让我扮演反派，对吧？说实话，伊奥娜爵士，你想超越你的兄弟们，成为真正的家主吗？”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伯爵已经决定由尼尔斯继承爵位，正式公告会在我们离开3天后发布。”他陷入了回忆。海登伯爵在昏暗的房间里说道：“尼尔斯对我派你去，而不是派他去，感到非常不满。为了安抚他的情绪，我打算只邀请亲信，举办一场小规模聚会。”伊奥娜露出一丝冷笑。伯爵的意图很明显，他想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安静地庆祝。成为继承人，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成为家族的首领。芬恩男爵领地，莫德罗夫伯爵一定是疯了。罗伯特推开大门，把财务管理交给一个即将离开的养女。那个人已经彻底放弃管理自己的领地了。芬恩停下手中的笔，罗伯特大声问道：“文件都准备好了吗？”芬恩回应道：“是的，只需要完成本季度的报告。”罗伯特走到桌前问道：“什么时候能弄完？”他猛地按住桌面咆哮道：“伯爵的女儿已经离开王都了，如果你不在她到达前完成，我们全都死定了，我还有你们所有人。”他咬牙切齿地说道：“没有任何预告就来拜访，真是太突然了。我们家族一直以来都维持着值得信赖的关系。莫德罗夫领地的大多数人都是租地耕种的佃农。罗伯特的家族通过收债和非法勒索，将他们变成了农奴。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支付着比自由佃农更高的租金，无法离开。他们工作时间更长，收入却大幅减少。扣除交给莫德罗夫的份额，剩下的钱全都进了罗伯特的口袋。如果他们发现我这10年来一直在挪用公款，我就彻底完蛋了。但财务记录一直非常完美，这一切都多亏了他，他的记账能力简直不可思议。”他搂住芬恩的肩膀说道：“明天早上之前把一切都完成。”芬恩低头回应道：“明白了。”罗伯特大声说道：“我醒来就要看到他，听懂了吗？”芬恩轻声回答：“是的。”罗伯特眼神阴冷地问道：“你说话为什么这么简短？”他猛地一脚踢向芬恩：“你想看着你父亲死在你面前吗？”芬恩被踢倒在地，眼镜摔落在一旁。罗伯特踩住他的背咆哮道：“你是在挑战我吗？”芬恩颤抖着回应道：“不是的。”罗伯特冷笑着说道：“看吧，你总是让我说更多废话。”他一屁股坐在芬恩背上，让仆人们都闭紧嘴巴。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忙，干脆就别来访问了，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他送过来。罗伯特陷入了沉思：我该怎么办？我该试着给他留下好印象吗？芬恩低声回应道：“是的，他在王都有很大影响力。”罗伯特冷笑着说道：“所以他才成功嫁给了公爵。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嫁给公爵的竟然是伊奥娜，而不是伊冯娜。这是你第一次见到伊奥娜吗？难怪你没反应。那个女孩小时候被伯爵虐待，虽然名义上是养女，但实际上和奴隶没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她年轻时在皇宫里像狗一样卑躬屈膝。你永远不知道命运会如何转动。”罗伯特站起身，像往常一样把账本藏起来。芬恩眼神冰冷地回应道：“是的。”罗伯特转身离开房间，芬恩独自留在原地，死死地握紧了拳头。房门被重重关上，芬恩拖着受伤的腿，艰难地走回桌边，重新戴好眼镜。一个从小受虐的养女，竟然能爬到如此高位。如果她在那种压迫下依然选择了成功，那她要么极其顽固，要么完全没有自尊。我已经能想象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伯爵根本不在乎这个地方，他也不会费心去四处查看领地的现状，一切都不会改变。芬恩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伊奥娜出现在领地府邸前，她微笑着说道：“希望我的突然拜访没有给忙碌的各位带来不便。”罗伯特快步迎上前，热情地回应道：“完全没有，好久不见了，伊奥娜爵士。莫德罗夫家族依然记得并访问这片土地，是我们的荣幸。这真是个令人愉悦的时刻。”他侧过身指引道：“您一定累了，请进吧，我会带您去休息的地方。要先为您准备一些食物吗？”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那倒不必了，我现在并不怎么饿。”罗伯特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一瞬，我还是看不透他在想什么，但归根结底，她只是伯爵的傀儡，一个没有自己意志的女人。他恢复了笑容，说道：“我们准备了，我父亲以前住过的房间。”罗伯特转头看向女仆：“照顾好伊奥娜大人。”女仆低头回应道：“是的，明白了。”行李箱被放在地上，伊奥娜看着眼前的女仆问道：“你是莉亚？”莉亚低头回应道：“是的，大人。”伊奥娜继续问道：“既然你被派来服侍我，那你应该在这里工作很久了。”
伯爵大人来视察时，也是由你负责的吗？莉亚恭敬地回应道：是的，大人。伯爵大人通常在巡视领地前，会先审阅业务文件，他还会检查家臣们提交的商业提案。伊奥娜露出一丝冷笑，原来如此，那些文件大概被修饰得足够完美了，他根本不会去关心领地人民的生活。比起停滞不前的租佃农业，投资和商业冒险显然对他更有吸引力。莉亚愣在原地问道：您说什么？伊奥娜问道：你必须到了什么回报？莉亚跪在地上哀求道：请原谅我，我只知道男爵在侵吞财产，仅此而已。伊奥娜看着眼前的人，态度转变真快。30分钟前，玛莎挡在身前说道：小姐，请让我来处理这件事。伊奥娜沉思着，我在前世也发现了这桩罪行，所以并不觉得惊讶。多年来没人怀疑账本被动过手脚，直到我继承家主之位，真相才浮出水面。那些被刻意掩埋的数字，在权力的交接缝隙中，终于露出了狰狞的爪牙。当时的记录伪造的天衣无缝，和现在一模一样。如果现在指出账本的问题，可能会引起怀疑。伊奥娜盯着莉亚问道：你认识一个叫芬恩的人吗？莉亚面露惊恐。伊奥娜俯视着他说道：我知道是他篡改了账本，他在哪里？莉亚颤声回应道：请不要杀他，他不是真正的罪犯，他也是受害者，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一切都是男爵指使的。伊奥娜若有所思，既然他没有选择，说明他受到了威胁。莉亚跪在地上喊道：是的，罗伯特比您想象的要邪恶得多。芬恩的父亲彼得曾是大型商团的首领，他曾挺身而出，指责罗伯特强迫农民劳作，罗伯特因此怀恨在心，诬陷彼得，并将其投入监狱，随后查封了商团冠以逃税的罪名。罗伯特利用莫德罗夫很少巡视领地的机会，伪装成领主的官方发言人。他担心恶行传到伯爵耳中，决定彻底摧毁彼得的事业。彼得因打击过大而崩溃，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外求学的芬恩闻讯赶回，但一切已经太迟了。莉亚急切地说道：罗伯特以支付医疗费为借口，强迫芬恩替他干脏活。芬恩只是为了救他的父亲彼得，只要父亲的情况好转，他绝不会再听命于罗伯特。伊奥娜转头看向玛莎说道：玛莎，把他刚才说的话全部记下来。玛莎点头回应道：遵命，小姐。伊奥娜走到莉亚面前，俯身注视着她说道：我会用这份供词保证你的安全，但从现在起，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罗伯特站在餐桌旁，欢迎伊奥娜大人。他暗自窃喜，这片土地真正的继承人，现在却像客人一样到来，而我才是这里的主人，这就是身为领主的感觉。罗伯特笑着说道：请坐吧，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也刚好觉得饿了。伊奥娜坐下后问道：男爵平时也住在这里吗？罗伯特愣了一下，随即回应道：是的，只是碰巧变成了这样。伯爵最近身体如何？伊奥娜说道：他一如既往的健康，他打算近期正式宣布由尼尔斯担任继承人，所以他把领的交给我管理，自己去筹备仪式了。罗伯特思索着，原来是这样，难怪伯爵派伊奥娜过来，而不是尼尔斯。伯爵终于下定决心了，他以前因为不信任长子，一直拖延继承权，但为了面子，确实不能再拖下去了。我也该和尼尔斯搞好关系，他看起来比伯爵蠢得多，应该更容易掌控，这对我是个好消息。唯独这个女人，完全看不透她在想什么。罗伯特笑着说道：听说您最近正忙着筹备婚礼。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目前还处于讨论阶段。罗伯特说道：如果有好消息，希望能给我发一份邀请函，我想那一天应该快到了。您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伊奥娜回应道：既然大老远赶过来，我想抽时间巡视领地，不过今天有些累了，明天再去比较好。罗伯特笑着说道：那我明天亲自为您导览，要先去办公室看看吗？既然是第一次来，也可以顺便见见助手们。伊奥娜端起酒杯说道：没那个必要，直接把文件送到我房间，我有时间会看的。罗伯特举杯说道：那就按您说的办，这是为您准备的红酒。伊奥娜抿了一口酒，两人在长桌两侧对饮，酒瓶在桌上微微晃动。伊奥娜趴在餐桌上一动不动。罗伯特看着他说道：伊奥娜大人，您似乎喝得太多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您最好先回房间休息。伊奥娜没有任何反应。罗伯特对旁边的仆人命令道：你们两个送伊奥娜大人回房间，顺便把准备好的文件也带过去。仆人们架起伊奥娜离开餐厅。罗伯特揉着额头问道：莉亚，刚才伊奥娜平退其他人时，他都做了什么？莉亚低头回应道：他看起来非常疲惫，很快就睡熟了。罗伯特追问道：你确定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莉亚平静地回答道：是的，我认为没什么好担心的。罗伯特露出阴险的笑容：很好，理应如此。罗伯特捂着胸口说道：喂，还是很不舒服，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女仆回应道：是的，马车已经在外面等候。罗伯特捂住嘴巴，本想让他度过愉快的夜晚，结果我自己喝得太多了，如果连我都觉得这么难受，那个女人现在的状态肯定比我更糟糕。罗伯特推开大门，伊奥娜站在马车旁说道：你很准时。马车在道路上行驶，罗伯特脸色惨白，发出痛苦的呻吟。伊奥娜看着他说道：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尽管告诉我。罗伯特推开窗户，我开窗透透气。伊奥娜回应道：请便。罗伯特看向窗外，这条路走错了。他探出头喊道：这不是去北边的路，先去北郊，慢点开。伊奥娜冷冷地说道：就按这条路走。罗伯特坐回位子说道：伊奥娜大人，南边没什么可看的，没必要亲自过去。伊奥娜回应道：我觉得那里很有趣。罗伯特皱起眉头：您一直住在首都，不熟悉领地很正常，我们计划带您走伯爵巡视时的路线，请听我的安排。伊奥娜冷声说道：男爵。罗伯特愣在原地。伊奥娜盯着他问道：你是这片土地的领主吗？罗伯特愣住回应道：什么？
伊奥奈盯着他重复道：“我问你是不是这里的领主？听说你不仅在领主府办公，还直接住在那里。我本以为是为了方便。”罗伯特慌张的想要辩解，伊奥娜继续说道：“但听了你刚才的话，我认为真正的理由是失职。”罗伯特急忙喊道：“那不是真的，伊奥娜大人，我只是想加强边境安全。”他握住拳头，该死，他为什么这么生气？罗伯特低下头说道：“是我僭越了，如果我的言行冒犯了您，我向您道歉。”伊奥娜面无表情，看向窗外说道：“停车，我要在这里下车。”马车缓缓停在路边，伊奥娜推门走下马车。罗伯特急忙追下车，问道：“伊奥娜大人，为什么突然要下车？”他看向前方，惊讶地说道：“芬恩。”芬恩站在路边，罗伯特冲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愤怒地问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芬恩平静地回应道：“伊奥娜大人正在寻找协助视察的人。”罗伯特咬牙切齿地问道：“为什么偏偏是你？”芬恩说道：“关于这一点，我也不太清楚。”罗伯特凑近芬恩，低声威胁道：“管好你的嘴，注意你的言行。”他跟在后面说道：“伊奥娜大人，我们走吧。”伊奥娜径直走向金色的田野，几名农夫正蹲在地上忙着手里的农活，其中一人抬起头，惊讶地看着走近的人群。伊奥娜停下脚步问道：“谁负责耕种这附近的土地？”卷发农夫急忙跪下，紧张地回应道：“是我。”旁边的农夫低声议论：“像他这样的贵族，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我也不清楚。”伊奥娜审视着对方说道：“看你的样子，不像是这里的佃农，你是吗？”卷发农夫颤声回应道：“我不是。”伊奥娜注视着农夫，拥有这么多土地，衣着却如此破烂，伙食看起来也很差。他转头看向芬恩问道：“根据记录，这个人管理着6公顷土地，没错吧？”罗伯特站在远处观望，他到底打算做什么？芬恩回应道：“是的，没错。”伊奥娜接过记录簿说道：“让我们再核对一遍。这很奇怪，拥有这么多土地，去年秋天至少应该有20袋小麦的产量，但记录上只上交了一半，数字根本对不上。”伊奥娜盯着农夫问道：“去年的收成并不差，是你偷偷私吞了吗？”农夫满头大汗地回应道：“您在说什么？我确实上交了15袋，我发誓我交了。”伊奥娜厉声说道：“记录上写的清清楚楚，不要撒谎！”农夫惊恐地喊道：“我绝不敢那样做，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这不公平！我真的上交了15袋。”芬恩站在一旁，神情凝重地注视着。农夫们一脸惊恐，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与其受苦，不如死掉。伊奥娜低头问道：“你刚才说什么？”农夫们吓得浑身发抖。伊奥娜厉声说道：“你不仅少交了土地税，还以为领主不会发现，现在竟然毫无悔意，甚至还敢侮辱上级。”罗伯特急忙上前劝阻：“伊奥娜大人，请冷静一下，记录可能存在错误，我会派人重新核对。”伊奥娜转过头，盯着罗伯特问道：“罗伯特，听完他们刚才的话，你竟然还要站在他们那边？”罗伯特被问得哑口无言。罗伯特大声命令道：“快回庄园去，把士兵们都叫来，我要把这些混蛋全部关进监狱。”阴暗的牢房里，农夫们被绳索捆绑，跪在地上哀求道：“这不公平，我们真的交了税，请相信我们，我们确实上交了15袋。”罗伯特重重地拍向桌面，发出巨大的声响。他愤怒地吼道：“记录绝对没有错！”罗伯特盯着芬恩，咬牙切齿地逼问道：“快说，记录没有任何问题？”芬恩低下头说道：“记录没有任何问题。”罗伯特露出满意的神色：“很好，你只要这么说就行，剩下的我会处理。那些卑贱的农民竟然想在税收上耍花招，无论他们怎么喊冤都没有证据。”芬恩沉默片刻，试探着问道：“能不能就说那是我的失误？”罗伯特愣在原地。什么？他突然暴跳如雷，猛地冲上前，死死掐住芬恩的脖子：“你这混蛋，你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吗？我们马上就要发动进攻了，你竟然还在担心那些毫无价值的农民？这就是你一辈子只能活成这样的原因？难道你不在乎你父亲的死活了吗？如果你想救他，就给我放聪明点。如果你敢乱说话，我们2个都会死，听明白了吗？”他猛地松开手，芬恩摔倒在地上，痛苦地捂住脖子，不停地咳嗽。罗伯特冷冷地命令道：“去见那个女人之前，把你自己收拾干净。”芬恩低声回应道：“是的。”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伊奥娜坐在沙发上，芬恩走上前说道：“您找我？”伊奥娜看着芬恩说道：“你迟到了。更重要的是，你为什么换了衣服？”芬恩流着冷汗回应道：“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伊奥奈站起身命令道：“摘掉那个领巾。”他伸手猛地扯开芬恩脖子上的领巾，露出里面的痕迹。伊奥奈盯着他问道：“这是男爵干的吗？”芬恩低头回应道：“是我的错，我没能好好接待客人。”伊奥娜双手抱胸说道：“先坐下吧。”他看向窗外问道：“你今年多大了？”芬恩回应道：“28岁。”伊奥娜靠在椅背上问道：“你在男爵手下工作多久了？”芬恩回应道：“大约8年。”伊奥娜继续说道：“那正好是你父亲的商会突然倒闭的时候，男爵就是逮捕你父亲的人，你为什么还要为他工作？”芬恩避开视线说道：“我不认为这与目前的事情有关。”伊奥娜皱眉追问道：“我在问你是如何卷入其中的，这怎么会没有关系？”芬恩说道：“我无话可说。”伊奥娜注视着他问道：“是因为你担心你父亲的性命吗？”芬恩身体僵住，额头渗出冷汗。伊奥娜看着芬恩说道：“男爵一定告诉你，他在照顾你的父亲。他在我前世也说过同样的话。”伊奥娜走进牢房说道：“但他把罪名推给你，然后逃跑了。想活命就告诉我真相。”芬恩低头说道：“我有一个请求，请帮我找到父亲。”他抬起头继续说道：“到那时我会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绝不隐瞒。”伊奥娜俯视着他问道：“你是在跟我做交易吗？我现在就能杀了你。”芬恩回应道：“
你再找那个账本吧，只有我知道他在哪。比起杀了我盲目寻找，答应我的请求会让你更容易得到他。伊奥内丁这份恩，在找到他父亲之前，他显然一个字都不会说。伊奥娜开口说道：“你被男爵骗了，让我告诉你真相吧，你的父亲已经死了。”芬恩猛地站起身，难以置信地喊道：“伊奥娜大人，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残忍的话？”伊奥娜冷静地问道：“你觉得我在撒谎吗？如果我想骗你，大可以答应带你去见他。男爵是不是在几年前以治病为借口，把你父亲转移到了别处？”芬恩低头回应道：“那是事实，但我之后确实见过父亲。”伊奥娜语气冰冷地说道：“他在那次转移后不到1年就已经去世了。”芬恩反驳道：“这不可能，我最近还收到了他的信。”伊奥娜说道：“笔迹是可以轻易伪造的。你最后一次见到他，具体是什么时候？”芬恩低头回忆道：“最后一次见面，确实是在您提到的时间之前。在那之后，我只收到过零散的信件。”他看着自己的双手，难道是真的吗？我无法相信这一切。芬恩瘫坐在椅子上，掩面哭泣。他抬起头看向伊奥娜：“如果您撒谎说能帮我见父亲，您本可以利用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伊奥娜说道：“因为我不想像男爵那样操纵你，我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亲手纠正这一切。”芬恩流着泪说道：“我每天都在想着死亡，我想现在我终于可以解脱了。”伊奥娜沉思着，过去我无法理解像芬恩这样的人为了家人牺牲自己，但现在我似乎能理解一点了。伊奥娜说道：“你为男爵工作了很久，一定知道他做过多少恶事。我希望由你出面，把那些被夺走的东西还给受害者们。如果你拒绝，你的死将毫无意义，只会被人当作懦夫的逃避。”芬恩擦干眼泪，眼神变得坚定：“我需要做什么？”深夜，郊外的一处木屋，2名守卫守在门前，屋内传来阵阵闷哼声。罗伯特男爵被扔在地上，惊恐地环顾四周，问道：“这是哪啊？伊奥娜大人，你这是在干什么？”伊奥娜俯视着他说道：“我会快点解决，我讨厌长篇大论的解释。你因挪用伯爵领公款的罪名被逮捕了。”男爵挣扎着喊道：“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为了效忠伯爵家，付出了我的一切。”伊奥娜冷冷地回应道：“真相是芬恩亲口告诉我的。”男爵瞪大眼睛问道：“那个混蛋他怎么敢？”伊奥娜走近一步说道：“当你失去对他的控制时，就该想到会有这种风险。”男爵咬牙切齿地说道：“所以这就是你的计划吗？从你来到领地开始，我们做个交易吧。掩盖这件事，我会把贪污的1半财产给你，以后我还会源源不断地送钱给你。”伊奥娜面无表情地说道：“你只会带着钱逃跑。你偷走的那些钱会随着你一起消失。我会告诉伯爵，罪魁祸首带着资金逃跑了。到那时，伯爵会倾尽全力追捕你。如果你现在被卫兵抓住，会被当场处决。但如果你听我的计划，或许还能多活一段时间。”男爵咬紧牙关，这太疯狂了！如果海登伯爵发现我挪用了公款，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为了活下去，我必须冷静思考。男爵突然低声冷笑，他抬起头说道：“伊奥娜大人，你没那么容易摆脱我。我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难道不想知道你的母亲是谁吗？”伊奥娜愣在原地。罗伯特跪在地上说道：“我早就知道你是私生子，甚至知道你的生母是谁。”伊奥娜俯视着他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罗伯特露出笑容说道：“你觉得我作为次子，凭什么能得到伯爵信任，继承爵位并成为代理领主？难道你不好奇吗？关于你的生母以及她为什么抛弃你？”伊奥娜拖着下巴回应道：“确实很有趣，为了活命编造故事，你的创造力真让人佩服。”罗伯特瞪大眼睛问道：“你觉得我在撒谎？要怎样你才会相信我？我甚至知道你的真实年龄，你其实比尼尔斯还要大，所以你一直管弟弟叫哥哥。”伊奥娜愣在原地。什么？进入皇宫之前，我一直与世隔绝，从未在意过真实年龄。伯爵夫人在婚后10个月才生下了尼尔斯。如果男爵说的是真的，我出生在尼尔斯之前，那么我是在海登与别人结婚时受孕的。如果真相大白，我就不必背负私生子的骂名。为什么要费力掩盖真相？罗伯特继续说道：“我们做个交易吧，帮我逃离这个国家。等我安全定居后，会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这些不是听来的，是我亲眼所见。谁能想到小时候在领地目睹的那件事，竟然会在今天派上用场？”回忆中抱着婴儿的女人问道：“能告诉海登大人他有访客吗？”海登对年幼的罗伯特说道：“罗伯特，忘掉你今天看到的一切。如果你能做到，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靠山。”伊奥娜俯视着他问道：“你想寻求庇护？”罗伯特流着汗回应道：“是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只要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我会保守今天的秘密，直到我死去。”伊奥娜盯着他说道：“那你最好没有撒谎。现在领地戒备森严，很难逃出去，你必须先在这里躲一阵子，利用刚才那个人送他需要的东西。”罗伯特回应道：“明白了。”他看着伊奥娜离去的背影，运气又站在了我这边，只要能离开这里，我就自由了。伊奥娜走出房门，反手将门锁死。他对守卫说道：“2天后，我启程去首都，那时守卫会变松懈，到时再转移他。”守卫点头回应道：“明白了。计划有变动吗？”伊奥娜冷冷地说道：“没有，在图雷港留下痕迹，然后把他带到海上处理掉。他独自走在月光下，我从没打算遵守约定，更不会留着罗伯特这种人。我不信任那种家伙。在前世我也从未见过生母，如果我真的在意，早就派人去调查了。对某些人来说，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但对我而言，他们就像遥远的梦。我从未想过他是否还活着，也不在乎他的理由，我甚至没有思念他的记忆。”阴暗的牢房内，农民们聚在一起问道：“你要放我们走吗？”守卫回应道：“是的，男爵一直在暗中贪污，他在账本上记录你们是租户，实际上却把你们当成奴隶。”农夫们震惊地喊道：“什么？所以我们才会被指控私吞了粮食配额吗？”守卫点头：“是的，
但伊奥娜小姐发现了真相，她一看到账本就立刻察觉到了问题。所以你们现在自由了，你们的家人也是，被侵占的农田将会归还，调查结束后你们还会得到补偿。农民流泪说道，这不是在做梦吧？我们至少该去谢谢他。守卫摆手回应道，不必了，他不是那种追求回报的人，他甚至让我代他向你们道歉，为了之前那些误会。农民惊讶地问道，向我们道歉？向我们这些平民？守卫点头说道，请在回到村子后把这些话传达给所有人。虽然修复一切需要时间，但他计划把事情引向正轨。平民们低头致谢，真的太感谢了。阳光洒在草地上，谢谢你，伊奥娜小姐，我会带着感激之情活下去，永远记住这一天。领主府邸前，守卫大声通报，克劳斯子爵大人到了。克劳斯子爵走进办公室，说道，向您问好，伊奥娜小姐，能见到您真是荣幸。伊奥娜放下笔回应道，你来得很准时。克劳斯子爵局促地抓着衣角，为什么要突然叫我来？难道他觉得我在帮罗伯特男爵做事？我发誓没做过任何坏事，太紧张了，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伊奥奈看着他说道，没什么大事，我希望你能暂时接替罗伯特男爵的位置，担任代理领主。克劳斯子爵僵在原地，伊奥娜看着他，这反应正如我所料。丹尼尔·克劳斯家族唯一的儿子，性格胆小温和，与贪婪的罗伯特完全不同。他甚至胆小到不敢腐败，是这片领地最正直的贵族。克劳斯子爵挥动双手喊道，这绝对不可能，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处理不了这么大的事，您应该找别人。伊奥奈看着他说道，还没尝试就要拒绝吗？克劳斯子爵说道，我有自知之明，如果我接手这里，会变成最可怕的地方。伊奥娜轻笑一声，你对自己毁掉领地的能力竟然比罗伯特还要自信，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吗？他站起身说道，子爵大人，我被你深深打动了，在这一地区的所有贵族中，只有一家没被罗伯特染指，你知道是哪一家吗？克劳斯子爵红着脸问道，难道是？伊奥娜拍手笑道，就是你们家，无论罗伯特耍什么花招，只有你们家始终保持正直，这难道不值得庆祝吗？克劳斯子爵小声说道，可是我真的没有管理任何事务的经验。伊奥娜搂住芬恩说道，我不指望你立刻变完美，幸运的是我为你安排了最好的顾问，他会帮你快速上手，就是这位，他会协助你处理一切。芬恩站在窗边问道，你确定要任命克劳斯子爵吗？伊奥娜说道，他性格单纯，应该会很忠诚，如果我们想让他听命于你，这种容易受影响的人正是我们需要的。芬恩微微皱眉问道，家臣们可能会有很多反对意见，接下来的任务也会受阻吧？伊奥娜露出微笑，他们会有意见，但没有实权去执行。信任莫德罗夫伯爵的家臣已经跟随他去了王都，留在领地的多是被抛弃的人，而且他们曾勾结男爵贪污，现在只能低调行事。我并不打算立刻惩罚他们，弱点在隐藏起来作为筹码时才更有利用价值。伊奥娜看向芬恩说道，我想起来了，有件东西要交给你。他将一叠信件递过去，因为日程太紧，我没时间逐一会见家臣，所以准备了这些文件。芬恩问道，请问里面写了什么？伊奥娜说道，是贪污的证据，也是公开揭发的威胁，或许可以称之为保持友好相处的建议。如果有人让你心烦，就把这些给他们看。芬恩问道，您真的信任我吗？我曾在男爵手下工作了比任何人都久的时间，我只是觉得自己配不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伊奥娜说道，如果没有您给的证据，男爵现在还坐在这个位子上。芬恩接过信件说道，您说过会给我机会，让我纠正曾经的错误。伊奥娜小姐，从现在起我将追随您。芙蓉坐在对面喊道，伊奥娜小姐。伊奥娜回过神说道，我在听，请继续说下去。芙蓉皱起眉头说道，别撒谎了，我刚才往你的茶里加了整整10块方糖，你竟然一点都没察觉。伊奥奈看着茶杯，在过去的那段人生里，芬恩始终留在我的身边，他帮理查德处理了所有肮脏卑劣的任务，直到有一天，我们必须除掉的一位贵族，他的妻子派出了刺客，疯狂地追杀我和芬恩。我虽然轻易击退了袭击，但芬恩却被毒刃刺中，他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我一直很后悔，没能在那时保护好他，但这一次，我绝不会让结局重演。芙蓉看着伊奥娜说道，我以为一切都很顺利，但你看起来心事重重。伊奥娜回应道，想要得到最好的结果，总是需要深思熟虑。芙蓉微微一笑问道，你还是不打算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吗？听说你明天就要离开了。伊奥娜点头说道，是的，按原计划出发。芙蓉继续说道，你送来的那些女仆到了，她们似乎有点大嘴巴。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那她们就被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上。芙蓉无奈地说道，多亏了她们，我一直在扮演不适合我的恶毒女主人。伊奥娜回应道，如果有人给你添麻烦，你可以随意更换她们，也可以根据需要雇人。芙蓉笑着说道，听起来真像贵妇生活，但我这里的女仆够了，我真正需要的是护卫。既然家臣们已经没有理由再隐忍了，如果决定把怒火洒在恶毒女主人的身上，那我可就彻底完蛋了。伊奥娜回应道，我会给你派一支可靠的护卫队。芙蓉问道，一旦我去了王都，我们就很难再见面了吧？伊奥娜回应道，大概不会。芙蓉看向时钟问道，已经过去多久了？伊奥娜回应，大概20分钟。芙蓉端起茶杯说道，现在的茶温应该刚刚好。伊奥娜露出微笑，伴随着清脆的破碎声，茶壶被摔在地上，门内传来争吵声。你以为这样对我就能平安无事吗？女仆们在门外听着，你现在虽然傲慢，但不也只是个养女吗？芙蓉指着伊奥娜吼道，如果你想讨好伯爵，最好对我也顺从一点，如果你不能表现得友善，至少给我闭上嘴巴。伊奥娜看着眼前的闹剧，一旦伯爵的情妇成为所有人蔑视的目标，我的计划
就成功了一半。等伯爵回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将再也没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计划已经快要完成了。伊奥娜开口说道：“来人，送芙蓉小姐出去。”阳光洒在庄园的建筑上，办公室内只有笔尖的沙沙声。伊奥娜正埋头处理文件，克劳斯子爵看向窗外，快到午饭时间了，外面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突然门外传来嘈杂的争吵声，没有许可不能进去，请遵守规矩，提交正式申请。伊奥娜停下笔，终于来了。自从罗伯特贪污被揭发后，我没有踏出过大门一步。听说有些家臣曾来到庄园门前抗议，但大多数人都因为太过恐惧，甚至不敢进门就离开了。看来有人已经达到了极限，终于强行闯了进来。大门被猛地推开，哈斯冲进房间喊道：“伊奥娜小姐，请原谅我的冒昧闯入。”伊奥娜问道：“是谁？”芬恩回应道：“是哈斯男爵。”哈斯愤怒地质问：“伊奥娜小姐，这种无礼的行为到底算什么？”伊奥娜问道：“哈斯男爵，难道你不明白什么是正式的访问申请吗？”哈斯大声回应道：“我确实提交过申请，但直到你出发的日子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他气得握紧了拳头，所以我只能亲自过来。伊奥娜冷淡地说道：“那看来你并不明白拒绝是什么意思。你没有得到答复，是因为我根本不想见你。”哈斯咬牙问道：“伊奥娜小姐，你到底在害怕什么？为什么要拒绝会见所有家臣？至少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伊奥娜指着桌上的文件：“你没看到我面前的这些纸吗？我在这片领地停留的时间已经剩下不到5天了，看看我有多少工作需要处理。难道你觉得我应该放下手头的一切，坐在这里听你乱废吗？”哈斯难以置信地回应道：“你刚才说的话简直是……”伊奥娜打断他：“芬恩，去把卫兵叫来。”哈斯大声喊道：“伊奥娜小姐！”伊奥娜按住额头说道：“闭嘴吧，你吵得我头疼。”哈斯被他的气势震慑，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克劳斯子爵抱着书缩在角落：“我好害怕，我想离开这里。”伊奥娜看向其他人说道：“除了男爵，其他人都出去，顺便带些午餐回来。”克劳斯子爵如获大赦，立刻跟着芬恩跑出房间。哈斯站在桌前问道：“怎么？你觉得把所有人都赶走就能抹消你刚才说的话吗？我会记住今天的这份耻辱，并且会把它传扬出去。”伊奥娜双手交叉抵住下巴，眼神冰冷地看向对方。哈斯男爵，你真的认为我拒绝你的会面申请，仅仅是因为我工作繁忙吗？你觉得这就是全部的原因吗？伊奥娜说道：“如果你还有点理智，就不该出现在我面前。是我揭发了罗伯特男爵，你觉得我会不知道谁在背后帮他吗？我之前忙得没空惩罚你，既然你这么渴望坐牢，那我就成全你。”哈斯拍着桌子吼道：“无论你怎么诽谤我都没有用的，我只是关心领地，你怎么能这样诬陷我？”伊奥娜问道：“男爵，你识字吗？”哈斯惊呼道：“伊奥娜大人！”伊奥娜把一叠信件丢在桌上：“看看吧。”哈斯拿起信件，冷笑道：“就算给我看这些，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他看清内容后脸色惨白：“这些全是我发出的信，男爵肯定已经把这些信都烧掉了才对。”伊奥娜冷冷地问道：“现在你清楚自己的处境了吗？”他对着门外喊道：“外面有人吗？立刻逮捕这个男人！”2名卫兵推门而入，架住哈斯的胳膊。哈斯挣扎着喊道：“伊奥娜大人，请听我解释，全都是罗伯特男爵逼我这么做的。”他指着一旁的芬恩吼道：“那个男人是他扰乱了领地，为什么只有我被逮捕？”伊奥娜看向芬恩说道：“芬恩，帮我揭发了罗伯特男爵的罪行，他是这里的英雄。”他站起身嘲讽道：“如果你觉得委屈，就该早点背叛男爵。”伊奥娜把信件塞进哈斯怀里：“这些信就留给你，在监狱里当纪念品吧。”哈斯被卫兵拖向门口，惊恐地叫喊道：“放开我！”芬恩看着伊奥娜说道：“自从您来到领地，就一直麻烦不断，我很担心您。昨天那位访客也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吧？”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你是说芙蓉吗？她是我亲手安插的人。”芬恩问道：“什么？难道她不是莫德罗夫伯爵的情人？”伊奥娜微笑着说道：“她是伯爵真正的情人，只是在伯爵心里，她还没重要到能肆意妄为，所以她才同意帮我。”芬恩神情严肃地问道：“您难道对伯爵家怀有很深的怨恨吗？”伊奥内看向他说道：“在你的立场来看，我的行为确实难以理解。”芬恩继续问道：“我听说伯爵并不是您的亲生父亲？”伊奥娜放声大笑：“没错，我打算夺走他的一切。我不仅不报答养育之恩，还在策划一场背叛。你觉得我忘恩负义吗？”芬恩神情诚恳地回应道：“我想您一定有自己的理由。”伊奥娜追问道：“如果我没有理由呢？”芬恩走近一步说道：“那您可以继续欺骗我，让我相信您是有苦衷的。我打算余生都追随您。”伊奥奈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的血缘确实与我相似，让我想起了前世的自己。我不希望他留下遗憾。伊奥娜拍着芬恩的肩膀说道：“把人生的价值交给别人来评判，可不是什么好习惯。”芬恩说道：“正因为您这么说，我才下定了决心。”伊奥娜轻声回应道：“你太高看我了。”芬恩手抚胸口，想要侍奉一位懂得忠诚价值的主人，难道有错吗？伊奥娜愣住，我从没想过会从芬恩口中听到这些。如果这一生不是理查德的话，无论公爵如何辱骂我，说我是皇太子的肮脏间谍，我都不在乎。这一世，我决定为利罗伊公爵而活，因为我知道他绝不会背叛成为他妻子的女人。伊奥娜露出微笑说道：“你没有错，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你还记得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女仆吗？”芬恩点头回应道：“我记得。”伊奥娜说道：“我邀请她为我工作时，曾对她许下过承诺，现在我也想对你说同样的话，我一定会重用你的。”夜幕降临，宏伟的城堡灯火通明。侍从走进房间说道：“伯爵大人，伊奥娜小姐到了。”海登伯爵猛地站起身：“伊奥内，快过来！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他急切地问道：“你还没找到男爵的下落吗？”
伊奥娜坐下回应道：“是的，我们搜遍了领地角落，但还是没有踪迹。”海登皱着眉头问道：“那些隐藏资金，你也不知道在哪吗？”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我们查封了罗伯特男爵名下的所有财产，但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他似乎把秘密资金藏在了其他地方。很抱歉，我们不该让他逃走的，但他消失得太突然了。”海登叹了口气说道：“如果不是你，我根本不知道他在挪用公款。我现在总算看清了，他是个多么狡猾的人。”伊奥娜继续说道：“他很有可能已经出国了，逃跑的样子像是早有预谋。”海登咬牙切齿地说道：“确实如此，我们应该派人去搜查边境和港口附近，无论他逃到哪里，都别想一辈子躲下去。”伊奥娜说道：“为了以防万一，我任命了一个无关的人，克劳斯子爵暂时担任代理管家。正如我在信中提到的，我也下令调查了罗伯特男爵的罪行。任何被不公平夺走土地的人，都会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并得到相应的补偿。领地内的舆论很糟糕，补偿金能平息不安。”伯爵皱眉回应道：“可你还没找到隐藏资金。”伊奥娜说道：“目前只能动用现有预算，即便罗伯特男爵藏得好，但他逃跑时非常仓促，我相信很快就能抓到他。”伯爵感叹道：“如果能追回那笔钱，事情就会变得容易多。我正担心要送去公爵府，作为你嫁妆的那笔钱。”他看着伊奥娜说道：“你帮我处理领地事务，立下了大功。等找到罗伯特男爵，我会好好奖赏你的。你有想要的东西吗？”伊奥娜回应道：“先专注于寻找他吧。您打算立刻回领的吗？”海登点头说道：“是的，我明天一早就出发。原本听说消息后，我想立刻离开这里，但我不想错过见你的机会。”伊奥娜站起身：“那您应该早点休息。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海登说道：“我因为太担心了，根本睡不着，把你一个人留在首都，我真的很不放心。在我不在的时候，尼尔斯会暂时管理家族，但是……”伊奥娜侧过头说道：“尼尔斯现在是您的继承人，他是您心爱的长子，您应该信任他。”海登感叹：“真不知道尼尔斯什么时候才能成熟。那个孩子只关心外表，还有那些轻浮的事情。”海登痛苦地捂住头：“我身边竟然连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都没有。或许是因为太晚了，我才对你说这些胡话。”他看向伊奥娜说道：“去休息吧，明天早上不用来送我了。”伊奥娜微微欠身说道：“谢谢您的体谅。”海登叫住伊奥娜问道：“对了，男爵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奇怪的话？”伊奥娜停下脚步反问：“奇怪的话，比如什么？”海登避开视线说道：“没什么，我只是在想他失踪前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既然没有，你现在可以离开了。”伊奥娜转身走出房间。现在伯爵一定以为罗伯特已经被灭口了，秘密资金也安全了，就让他继续这样自欺欺人下去吧。只有这样，当他面对即将到来的现实，才会崩溃得更加彻底。玛莎为伊奥娜梳理长发，她轻声说道：“小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您觉得公爵大人今天会向您求婚吗？”她握紧双手说道：“小姐，您今天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订婚啊。”伊奥娜走出房间回应道：“我会尽力的。”尼尔斯推开门拦住去路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才刚回到家，怎么又要穿成这样出门？”伊奥娜盯着眼前的男人说道：“直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尼尔斯支支吾吾的回应：“那是。”伊奥娜审视着尼尔斯，单看他脸上的皱纹，他看起来比我还要老。可罗伯特竟然说我是大的那个，不过看他的行为倒也说得通。海登坐在沙发上问道：“罗伯特男爵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奇怪的话？”伊奥娜沉思着，罗伯特男爵的话确实开始让我感到困扰了。伯爵显然在提防罗伯特知道的某些事情。我的母亲到底是谁？伯爵支持了罗伯特10多年，难道只是为了守护那个秘密？伊奥奈看着尼尔斯问道：“尼尔斯，我以前不喜欢叫你哥哥，是有原因的吧？”尼尔斯攥紧手中的信件，愤怒地回应道：“别胡说八道了，我现在正拼命压抑怒火。”伊奥奈盯着被揉皱的信纸，质问道：“你竟然揉皱了皇室的信，你是疯了吗？”尼尔斯咬牙切齿地说道：“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皇太子要来接你，去参加皇宫舞会？你甚至还不是他的未婚妻。”伊奥娜拿过信件，问道：“使者是什么时候到的？”尼尔斯回应道：“今天早上，他们说你还在睡觉，所以我替你接下了。”伊埃娜疑惑：“皇太子安排这桩婚事，难道不是为了避免和我产生感情纠葛吗？起初他说是为了补偿佛罗伦萨的事，真是个笑话。”尼尔斯皱眉问道：“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否则他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对待你？他是想让你彻底失去家族的宠爱吗？”伊奥娜冷淡地回应道：“原来你也这么看吗？”尼尔斯追上前吼道：“你现在是在耍我吗？”伊奥娜头也不回地说道：“小心点！”尼尔斯在身后喊道：“别无视我！你要去哪里？”伊奥娜回应道：“刺绣俱乐部。”阳光洒在华丽的宅邸上，尤利亚迎上前说道：“姐姐，你今天穿了裙子吗？你看起来真漂亮。”伊奥娜说道：“是的，我正在休假，所以不用去工作。”尤利亚好奇地问道：“是因为什么特殊场合吗？”伊奥娜笑着回应道：“只是最近忙于处理一些私事。”尤利亚凑近问道：“忙着准备婚礼吗？公爵大人有没有提到什么时候打算求婚？”伊奥娜拿着刺绣绷子说道：“他看起来不像是那种性急的人，也许他更喜欢慢慢来。”尤利亚猛地站起身喊道：“那也太被动了！难道你这段时间一直都只是在等待吗？”伊奥娜平静地问道：“除了等待，我还能做什么？”尤利亚扶着额头说道：“我感觉你对吸引其他追求者完全没兴趣，难怪公爵大人一点紧迫感都没有。”黄裙女子提议道：“不如试着让他嫉妒一下。”尤利亚点头赞同道：“好主意，有些人只有在觉得快要失去时才会行动。”伊奥娜问道：“除了嫉妒，还有别的方法吗？”
尤利亚回应道：“也许可以试着制造一些浪漫的氛围，比如记住他的喜好，送他一份小礼物。”伊奥娜思索着：“我已经把拥有的一切都给了他。”尤利亚再次提议：“或者弄清楚他的理想型，然后投其所好的打扮。”伊奥娜看着窗外：“我们结婚超过10年了，我竟然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尤利亚继续说道：“适当的肢体接触也不错，比如跳舞时不经意地擦过他的手臂。”伊奥娜回忆着：“我曾谎称自己不会跳舞，结果错失了那个机会。”蓝发女子问道：“或者送件手工制品？”她看向伊奥娜手中的绣绷，惊讶地问道：“伊奥娜小姐，你是在家里偷偷练习吗？”伊奥娜回应道：“我有空的时候会练习。”尤利亚看着绣绷，一只扭曲的浣熊，她开口说道：“我的意思是，礼物不一定要是手帕，对吧？”伊奥娜抬头看向对方，但通常情况下，恋人之间都会交换手工制作的礼物。尤利亚愣住，面对那样纯净的眼神，我怎么能拒绝？他握住伊奥娜的手，大声说道：“既然是送人的礼物，就让我们来帮你制作吧。”伊奥娜微笑着回应道：“那就拜托你们了。”尤利亚推着他说道：“太好了，我们需要一点时间，请先去外面等一会儿。”伊奥娜走向花园说道：“薇薇安小姐，您来得真早。”薇薇安转过身回应道：“我提前告诉过他们，我路上胃不太舒服。”小姐，您到底在计划什么？伊奥娜冷淡地说道：“首先，我打算杀了你。”薇薇安惊恐地喊道：“什么？”伊奥娜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公开伪造你的死亡，没有人能追捕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如果他们认为薇薇安已经死了，理查德就再也无法利用她来向公爵施压。”伊奥娜看向薇薇安问道：“你现在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吗？”薇薇安回应道：“那是多人间，我和另一个照顾小姐的女仆同住。”伊奥娜问道：“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情？”薇薇安摇了摇头说道：“完全没有，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被监视了。”伊奥娜继续问道：“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薇薇安回应道：“没有，留下记录可能会暴露我的笔记。”伊奥娜露出微笑：“那对我们更有利，没有连贯性意味着风险更小。从现在开始，每当你独处的时候，就留下一张纸条，写下对工作的不满，或是对家乡的思念，任何暗示你对现状感到厌倦的内容都可以。”薇薇安惊恐地问道：“您是打算伪造成自杀吗？”伊奥娜回应道：“死在街头太荒谬了，如果不是溺水而死，你的脸可能会被认出来，那样可不行。”薇薇安担忧地说道：“我根本不会游泳，如果我真的死了怎么办？”伊奥娜回应道：“我会安排人协助你，他们是处理这种事的专家。我们会伪造成你在黎明时分跳河自尽，等准备工作完成后，我会再向你详细解释。下次联系你的可能会是其他人。”伊奥娜转身离开，小心别被抓到。“你先回屋里去吧，我再随便逛逛。”薇薇安喊道。“伊奥娜小姐，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您。”薇薇安说道：“我和利罗伊大人之间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是朋友。我向上天发誓。”伊奥娜露出惊讶的神色。薇薇安继续说道：“利罗伊大人珍惜我，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认识。您知道他每次见我最常说的话是什么吗？取消婚约吧。他坚持只想和真正爱的人结婚。”伊奥娜难以置信地问道：“公爵大人真的这么说？”薇薇安点头回应道：“是的，所以请您不要担心，伊奥娜小姐，利罗伊是认真的，他只想和真正爱的人结婚。”伊奥娜回应道：“我明白了，谢谢您，薇薇安小姐。”薇薇安轻声回应道：“这是当然的。”大厅内响起主持人的声音：“现在让我们为完成首件作品的伊奥娜小姐鼓掌。”伊奥娜站在众人中心说道：“这都要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真的很感激。”席勒笑着说道：“伊奥娜小姐，既然是礼物，一定要包装得漂漂亮亮才行。”他握住伊奥娜的手，笑着问道：“下次您还会再来参加吗？”伊奥娜点头回应道：“是的，我一定会准时参加。”席勒感叹道：“真没想到您会成为刺绣聚会的常客，这只是为了留住新人的客套。”伊奥娜轻声回应道：“我很感激能加入你们，您真是太客气了。”尤利亚好奇地看向克劳迪亚：“这次您要和谁一起参加帝国舞会呢？”克劳迪亚微笑着回应道：“我要和我的未婚夫一起去。”尤利亚垂下头说道：“天哪，看来只有我要和父亲一起入场了。”克劳迪亚安慰道：“离舞会还有2周时间，在那之前你一定能找到舞伴的。”伊奥娜抱着礼盒问道：“和未婚夫一起参加舞会是很普遍的事情吗？”尤利亚惊讶地回应道：“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如果有亲妹妹的话，偶尔也会由哥哥护送。虽然有些情侣吵架后会分开入场，但只要不挽着别人的手，就还算体面。”伊奥娜若有所思地问道：“如果有人带着别人一起出席呢？”尤利亚愤怒地回应道：“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是立刻和那种垃圾解除婚约。”克劳迪亚问道：“伊奥娜小姐，您会和公爵大人一起出席吗？”尤利亚挥手打断道：“这种关于舞伴的话题，能不能等我走了再说？”伊奥娜低声回应道：“我还没有决定好。”克劳迪亚惊讶地问道：“难道您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伊奥娜愣在原地，门外传来清脆的敲门声，打断了众人的交谈。一名戴着帽子的马夫站在门口说道：“伊奥娜小姐，您的马车已经到了。”伊奥娜收拾好东西，轻声回应道：“我马上就下去。”马车在路上颠簸前行。伊奥娜看着对面的男人，这种打招呼的方式还真是少见。乔纳斯摘下帽子，露出灿烂的笑容：“我只是想给您一点小小的惊喜。”伊奥娜平静地说道：“我们本就约好聚会后见面，所以这并不算意外。”乔纳斯靠在椅背上问道：“这次领地之行怎么样？”伊奥娜微笑着回应道：“虽然很忙碌，但收获颇丰。”乔纳斯凑近问道：“难道您一点都不想我吗？”“我可是很想您呢。”伊奥娜避开视线说道：“
看来您和妹妹相处得很好。乔内斯说道，她交了很多新朋友，甚至跟我说已经不再需要我这个哥哥了。结果只剩下我孤身一人。毕竟公爵大人肯定会陪您一起出席吧？对了，他说今天会和您见面，为了订购那天要穿的礼服，当然是情侣款的礼服啊。马车停在华丽的建筑前，乔内斯推开大门，护送伊奥娜走进店内。店主热情地迎上前，日安伊奥娜小姐，能再次见到您真是荣幸。利罗伊坐在沙发上，合上手中的图册说道，你来的正好，我听了很多建议，但还是很难想象出成品，你觉得哪一个更好？伊奥娜坐在他身边，恐怕我对这些也不是很了解。利罗伊说道，既然这样，设计就交给专业人士，我们只选颜色吧。你有偏好的颜色吗？店主拿着布料走近，最近闪亮的青色面料非常流行，或者尝试一下深红丝绸搭配黑色蕾丝，这种大胆的风格如何？我相信这种颜色能完美衬托您的眼睛。伊奥娜小姐，利罗伊回应道，还不错。店主兴奋地说道，真是绝佳的选择，再加上合适的装饰，一定会非常华丽。您和公爵大人绝对会成为舞会的焦点。1周后，我会亲自登门为您试衣。利罗伊察觉到异样，关切地问道，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吗？脸色看起来有些苍白。伊奥娜低头回应道，其实我有件事想告诉您。您还记得我离开之前提到的那件事吗？关于皇太子殿下要求我作为他的舞伴，作为准甲交换条件的事。利罗伊看着他回应道，我当然记得。伊奥娜低声说道，今天早上我收到了来自皇宫的消息，皇太子殿下他。利罗伊看着他接话道，他要求你和他一起参加帝国舞会吗？伊奥娜抬头问道，我应该拒绝吗？利罗伊反问道，皇太子的命令是那么容易就能拒绝的吗？伊奥娜犹豫着说道，也不完全是，但肯定有办法可以推辞。利罗伊平静地说道，那样他肯定会觉得被冒犯，然后像个小人一样把气撒在你身上。伊奥娜沉默地看着他，利罗伊注视着他的眼睛，你觉得愧疚吗？伊奥娜点头回应道，是的，毕竟我不是应该作为您的舞伴出席吗？利罗伊沉默片刻说道，既然这样，穿着我送给你的礼服去参加舞会吧。利罗伊说道，如果我们穿同一种颜色，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们是一对。伊奥娜回应道，但如果皇太子也穿红色呢？利罗伊说道，即便如此，面料不同也不会相配的，毕竟你第一次露面是和皇太子。伊奥娜担忧地说道，人们可能会议论纷纷，把公爵也卷入流言之中。利罗伊勾起嘴角说道，关于那件事我也已经计划好了。伊奥娜问道，是什么？利罗伊看着伊奥娜说道，这还是个秘密，这种话题需要合适的氛围。伊奥娜看着利罗伊手中的丝带，要我帮你把它剪掉吗？利罗伊疑惑地问道，什么？伊奥娜解释道，就是你手里抓着的丝带。利罗伊问道，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伊奥娜摇了摇头，我只是觉得你好像很喜欢他。利罗伊说道，每次见到你，我总是感到既不安又莫名安心。伊奥娜关切地问道，哪部分让你感到不安？如果你告诉我，我会改正的。利罗伊露出微笑说道，看吧，你这种能立刻让我冷静下来的样子，正是你如此可靠的原因。伊奥娜突然想起什么，既然你送了我衣服作为礼物，我也应该把我准备的东西给你。他拿出一个精致的礼盒，公爵大人，这是一个礼物。利罗伊接过礼盒，这是你亲手做的吗？伊奥娜有些迟疑地回应道，是的，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喜欢。利罗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很喜欢，我真的非常开心，言语已经无法形容我的心情了。他仔细端详着礼物，这非常有艺术感，色彩运用让它看起来很有活力，尤其是这里画着的浣熊，脸部看起来非常可爱。伊奥娜纠正道，那是狮子。利罗伊愣了一下，随后掩面轻笑，我很感动，没想到你会亲手为我缝制。伊奥娜好奇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是我亲手做的？利罗伊看着伊奥娜的手，我能感受到其中的诚意。伊奥娜解释道，其实我必须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原本想独立完成，但那并不容易。我在刺绣小组认识了朋友，他们帮了我很多，他们说既然是送给你的礼物，就一定要在旁边帮我才行。利罗伊露出惊讶的神色，所以你一直定期参加刺绣小组，全都是为了我吗？伊奥娜轻声回应道，也不完全是那样。利罗伊大人请不要惊讶，我已经找到薇薇安小姐了。利罗伊的神情瞬间变得严肃。佛罗伦萨坐在桌前，羽毛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曾经被所有人羡慕的我，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当理查德大人选我做未婚妻时，一切都像梦一样美好。自从我们订婚后，他却一直对我冷淡，总是说自己很忙，甚至在公开场合也不关注我。佛罗伦萨握紧羽毛笔，现在他甚至不再回我的信。无论他对我多么冷淡，我都觉得没关系，因为我爱着理查德大人。他猛地揉碎信纸，将其狠狠扔在地上。从一开始，他就是个对谁都冷漠的人，所以我以为他并非只针对我，而是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伊奥娜，她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就像一个没有表情的玩偶。殿下身边最亲近的助手，偏偏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这确实让我感到困扰。但我当时认为，像她那样毫无感情的木偶，绝不敢对殿下抱有爱慕之心。正因如此，我才感到安心，却从未想过事实恰恰相反。理查德注视着伊奥娜，眼神中透着温柔。有一段记忆我永远无法忘记，那是绣球花盛开的夏日，雨水沉重地压在花瓣上。我有幸作为理查德大人的未婚妻，与皇室成员一起去避暑。经过漫长的等待，我终于能和理查德大人在一起，内心充满了激动与期待。佛罗伦萨坐在椅子上，神情落寞。侍女走近说道，佛罗伦萨小姐，理查德大人今天早餐后又立刻出门了。佛罗伦萨垂下眼帘，我不敢相信，即便是在这种地方度假，他对我依然如此冷淡。侍女低声议论道，皇太子殿下
这次度假至少应该多陪陪佛罗伦萨小姐。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不知道她打算这样持续多久。侍女提议道：“小姐，您今天为什么不试着亲自去找理查德大人呢？”我今天起得很早，偶然听到了一些消息。伊奥娜爵士早些时候去厨房要了一个午餐盒，说是给皇太子殿下准备的。我还听说他今天正准备前往湖边。佛罗伦萨急匆匆地赶来，想要见到理查德大人。他停下脚步，神情变得犹豫。但是如果他见到我不高兴怎么办？佛罗伦萨躲在树后，悄悄看向远处的草地。理查德正坐在树荫下，伊奥娜静静站在他身旁。伊奥娜突然转过头，神色冷淡。理查德问道：“怎么了？”伊奥娜回应道：“我感觉到那边有人。”理查德漫不经心地说道：“大概只是路过的人吧，别那样站着，过来坐到我身边，这是命令。”伊奥娜拒绝道：“坐着很难应对突发状况。”理查德露出自信的笑容：“就算真的有袭击，我会很乐意把你当成牺牲品，然后趁机迅速逃跑。”伊奥娜正要拒绝，手腕却被他猛地拽住。理查德顺势将她拉近，说道：“放松你的肩膀，或者睡一觉也行。等你不再这么紧绷，我自然会放手。”伊奥娜挣扎着回应道：“我会坐下的，所以请先放开我的手。我是为了护卫殿下才来的。”理查德问道：“你现在是在违抗我的命令吗？”伊奥娜沉默片刻，低声回应道：“我明白了。”她顺从地躺在理查德身边。理查德侧过头，看着她紧闭的双眼。佛罗伦萨躲在树后，目睹了这一切，震惊地睁大眼睛。理查德的嘴角微微上扬，他轻声说道：“不要睁开眼睛，伊奥娜。”他俯下身子，缓缓靠近，两人的呼吸近在咫尺。佛罗伦萨捂住嘴巴，双手颤抖。难道说理查德大人一直以来都对伊奥娜小姐怀有感情吗？如果那样的眼神不是爱，还能是什么？他转身跑向远方。为什么？既然他已经和我订婚，为什么还要选择爱伊奥娜？为什么偏偏是我要被困在未婚妻这个空壳里？明明他知道我有多么深爱着他，我全心全意的渴望着理查德大人。当然我知道伊奥娜小姐对他并没有兴趣，每当看到他，嫉妒与轻蔑就将我吞噬，随之而来的是挫败感和绝望。如果他也像我一样渴望着他，或许我就不会觉得如此不公。为什么理查德大人偏偏钟情于他？这一次恐怕真的会解除婚约。门外传来敲门声，佛罗伦萨小姐。佛罗伦萨皱起眉头，什么事？侍者在门外说道：“莫德罗夫小姐到了。”佛罗伦萨睁大眼睛，你是说伊奥娜？莫德罗夫？侍者在门外回应道：“是莫德罗夫家的伊冯娜小姐，她没有预约就来了。”佛罗伦萨沉默片刻，要告诉她今天不方便吗？他吩咐道：“带她去会客室。”佛罗伦萨坐在沙发上，我故意让他等了很久，可他竟然没有离开，这显然不是普通的拜访。他开口问道：“你有什么事？”我不记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有这么亲近。伊冯娜微笑着回应道：“我们确实不怎么亲近，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亲自来见你一面。”佛罗伦萨冷冷地说道：“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你不请自来。如果你能省去寒暄，直接进入正题，我会非常感激。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种不请自来的拜访上。”伊冯娜显得有些局促，低声问道：“佛罗伦萨小姐，请问在即将到来的皇室舞会上，谁会担任您的男伴？”他露出轻蔑的笑：“我恰好知道皇太子殿下打算邀请谁。”佛罗伦萨试探着问道：“难道是伊奥娜小姐？”伊冯娜愤怒地回应道：“没错，这简直是荒谬透顶的想法。无论他是否拥有骑士爵位，觊觎皇太子的手，而无视你才是他的未婚妻，这简直厚颜无耻。更何况他还传闻正与公爵订婚，这已经超出了荒唐的范畴。他竟然敢这样羞辱您，他必须受到惩罚。”佛罗伦萨沉思着，我听过关于他家族的传闻，看来那些传闻是真的。他开口问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是希望我报复那个卑贱的女孩吗？”伊冯娜回应道：“难道您打算放过她吗？”佛罗伦萨冷笑：“不然呢？难道我要杀了她？”伊冯娜凑近说道：“如果换作是我，我会希望她死掉。我有一个办法，交给我就好，我会让那个厚颜无耻的女孩再也没脸出现在社交界。”尼尔斯在书房摔下信件，该死，为什么一切都变得这么乱？父亲真是不可理喻，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需要他像施舍一样丢给我任务。等我继承了爵位，就再也不用看他的脸色行事了。至于为母亲报仇的事，我可以等到那个老家伙彻底失去权力的那一天。等时机成熟，我也会把那个女人杀掉。随从推门而入，大喊道：“尼尔斯大人！”尼尔斯皱眉问道：“为什么大吵大闹？难道父亲终于抓到那个该死的罗伯特男爵了？”随从慌张地回应道：“不是那件事。您知道暹罗矿山的契约在哪吗？”尼尔斯站起身问道：“你在胡说什么？你是在指责我做了什么吗？”伯爵绝不会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变卖与皇室有关的财产。随从压低声音说道：“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最近暹罗矿山恢复了白银生产，我听到传闻后查阅了档案，暹罗矿山的地气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能接触到地气的人只有伯爵大人、我伊冯娜小姐以及尼尔斯大人您。”尼尔斯反驳道：“你该不会是在怀疑我妹妹吧？是我把那块地卖了，那又怎么样？父亲一直让那块地荒废着，显然他认为那里毫无价值。”随从说道：“大人，请允许我向您解释这件事的严重性。”他握紧拳头，如果白银真的恢复生产，莫德罗夫家族可能永远无法收回那片土地。更严重的是，暹罗矿山与皇室签有贡品协议，一旦重新开采的消息传开，皇宫会要求履行合同。如果被发现您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变卖土地，您认为皇室会如何反应？尼尔斯脸色苍白地回应道：“我不知道会这样。”随从盯着他说道：“您必须在伯爵回来前解决此事，否则您将失去继承人的地位。现在就去找到那个买下土地的人。”庄园内突然传出一声怒吼：“什么？你竟然把他们卖了？”
男人摊开手说道：“利罗伊公爵不久前刚买下它，您曾说在赌局中输掉了土地，或许这让公爵感到不悦。他很快就要和伊奥娜小姐成婚，大概是想给家族留下好印象。他要求我卖掉土地，以便提前讨好未来的岳家。”尼尔斯咬牙切齿地说道：“他都要娶那个贱人了，为什么还要费心讨好我？”男人劝说道：“也许公爵并不清楚你们的关系，他很可能会将其作为礼物归还。”尼尔斯走向马车说道：“好吧，我会处理好的。”女仆走进书房说道：“大人，尼尔斯·莫德罗夫勋爵来访。”利罗伊沉思着，暹罗矿山的消息这么快就传到他耳中了吗？比预想的还要早。女仆问道：“要说您现在不方便见客吗？”利罗伊站起身说道：“我现在就去见他，毕竟我也很好奇，那个冷酷抛弃了伊奥内的家族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尼尔斯站在大厅，神情显得焦躁不安。尼尔斯微微欠身说道：“日安阁下，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我是尼尔斯·莫德罗夫。”利罗伊回应道：“见到你很高兴，既然我们很快就要成为一家人，这么晚才见面真令人惊讶。”两人在沙发坐下，尼尔斯低头说道：“我本该早点来拜访，非常抱歉，我今天来是为了暹罗地区的银矿，听说您为了我通过非正式渠道拿到了地契。”利罗伊的嘴角微微上扬，确实如此。尼尔斯露出笑容说道：“那我必须表达衷心的感谢。如您所知，通过不正当渠道处理那块土地，让我陷入了相当困难的境地。多亏了您，我才得以脱离困境。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这份恩情。”利罗伊问道：“真奇怪，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那块的给你？”尼尔斯愣在原地：“您说什么？”利罗伊拖着下巴回应道：“我不记得有过这种承诺。”你如此自信的开口，真让我感到困惑。尼尔斯结结巴巴地问道：“可您刚才不是说是为了我才买下它的吗？”利罗伊眼神冰冷地说道：“难道你没考虑过我可能会改变主意吗？或许我觉得你对你妹妹来说根本无足轻重，完全不值得我提供这种恩惠。”尼尔斯低下头辩解道：“我和伊奥娜确实不算亲近，虽然我们同父，但并非同母所生。”利罗伊打断他的话：“我还听说你管教妹妹的方式似乎很有问题。”尼尔斯握紧拳头，插手别家内务，是不是太失礼了？利罗伊靠在沙发上问道：“你是说我对你们家的情况有误解吗？”尼尔斯急忙回应道：“现在重点不在这里，暹罗矿山受皇室契约约束，为了伊奥娜着想，应该把土地归还给家族。如果出了差错，莫德罗夫全族都会面临皇室怒火。”利罗伊冷笑道：“所以你的意思是，罪名是你犯下的，就要全家人一起受罚？”尼尔斯流着冷汗说道：“虽然很羞愧，但事实就是如此。毕竟我们都姓莫德罗夫。”利罗伊露出轻蔑的笑容：“真是卑鄙的言论。这场表演相当精彩。”尼尔斯急促的喘息，利罗伊靠在沙发上说道：“这是我的提议，如果你想收回那块土地，就去获得伊奥娜本人的许可。如果她亲自来找我，并为你求情，我会很乐意提供帮助。”尼尔斯咬牙回应道：“明白了，你必须遵守诺言。”利罗伊看着尼尔斯离去，我很好奇，他打算和伊奥娜进行什么样的谈话？无论他使用什么手段，结果都不会改变。当他第一次宣布要成为家主时，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现在我确信他会坚持到底，他就是那样的人。伊奥娜说道：“已经找到薇薇安小姐了。”利罗伊猛地站起身：“什么？你找到薇薇安了？她安全吗？她到底在哪里？更重要的是，你是怎么知道的？”伊奥娜回应道：“薇薇安小姐一直躲在京城当女仆，虽然她身体健康，没有受伤或生病，但不能说完全安全，因为她现在在皇太子的监视之下。”利罗伊眉头紧锁：“在皇太子的监视下？”伊奥娜继续说道：“皇太子已经监视他很久了，他打算利用他作为操纵你的筹码。”利罗伊猛地转身说道：“我这就去把薇薇安带回来。”伊奥娜拉住他：“万万不可！如果皇太子发现您与薇薇安小姐有接触，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我有周全的计划，请相信我并耐心等待。”利罗伊沉默片刻问道：“我一直在想，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为我做到这种地步。”伊奥娜微笑着回应道：“我不是说过吗？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所说的忠诚的分量。”利罗伊追问道：“作为夫妻的忠诚与诚意，这就是你想证明的吗？”伊奥娜点头说道：“没错，我承诺过要将生命献给你。”利罗伊握紧拳头：“这真的是唯一的理由吗？你难道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样子吗？”他看着伊奥娜说道：“你还记得在你拥有名字之前的时光吗？”马尔萨斯海岸，信上写着：“我要出发去寻找自由了。”年幼的利罗伊看着手中的信，我就知道，我早就反复说过，应该把薇薇安留在后面，她只会惹麻烦。我必须在大人发现之前先找到她。利罗伊在街道上奔跑，气喘吁吁的四处张望，只要能快点找到她，一切都还来得及。他在阴暗的小巷停下，竟然在翻垃圾。他是找食物的乞丐吗？伊奥娜背对着他，正埋头在垃圾堆里翻找。他猛地停住动作，手里抓着一块脏兮兮的肉。利罗伊伸手阻止道：“如果你吃那个，你会生病的。”伊奥娜突然转身，眼神变得凌厉，她抓住利罗伊的手臂，猛地将他摔向地面。伊奥娜俯视着他问道：“是他派你来的吗？如果你想把我拽回去，我就杀了你。”利罗伊皱起眉头说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让你别吃变质食物。”伊奥娜抓着他的手问道：“真的吗？你不是来带我回去的？”利罗伊回应道：“没错，所以先把手松开。”伊奥娜松开手，低头揉着肚子问道：“你有钱吗？我很饿，但是没有钱。他们说吃东西需要钱。”利罗伊看着眼前的女孩，伊奥娜的肚子传出响声。利罗伊站起身说道：“跟我来。”伊奥娜坐在餐桌前，大口吃着食物。利罗伊看着她问道：“你在巷子里见过一个女孩吗？棕色头发，穿着黄色裙子。”伊奥娜回应道：“见过。”利罗伊追问道：“你看到她去哪了吗？”
伊奥娜指着一个方向，他往那边去了，然后我就不知道了。利罗伊拿出一个钱袋，拿着这个。伊奥娜疑惑地问道：“为什么要给我这个？”利罗伊回应道：“这是回答问题的报酬，下次肚子饿了，别去抢别人的饭，用这些钱去买吃的。”伊奥娜看着他说道：“你真是个好人，既然你请我吃饭，我也该报答你，我会帮你的。”利罗伊回应道：“那倒不必。”伊奥娜低头说道：“他们说，如果我不吃东西，就会被扔掉，我不想被扔掉。”利罗伊看着他回应道：“随你便吧。”两人走在街道上，利罗伊向路人打听有没有见过棕发黄裙的女孩，路人摇头表示没见过。利罗伊叹了口气说道：“感觉附近每家店都找过了，再去那边的精品店问问。”他推门走进店内，店员迎上前说道：“欢迎光临。”利罗伊走近问道：“夫人，能向您打听件事吗？有没有见过一个棕发黄裙的小女孩？”店员重复道：“棕发黄裙。”他思索片刻回应道：“我想起来了，刚才确实有个那样的女孩来过这里。”利罗伊追问道：“你记得她什么时候来的吗？走的时候去了哪里？”女店主摇头回应道：“抱歉，具体的我不太清楚，请在店里稍等片刻，我去叫负责接待她的店员。等待的时候，这位小姐要不要试穿一下？”利罗伊看着伊奥娜，确实她需要一身像样的衣服。他看向店主说道：“请拿一些方便活动的衣服。”他转头对伊奥娜说道：“去吧。”伊奥娜疑惑地问道：“去哪？”利罗伊回应道：“跟着他就行，他会帮你的。”紫发男人走近利罗伊：“我想起来了，那个女孩是我接待的，她年纪那么小却一个人来，所以印象很深。”利罗伊问道：“她在这里待了多久？”紫发男人回应道：“应该没多久，她试了几件衣服都不喜欢，最后什么也没买就走了。”利罗伊沉思着，这不像薇薇安的作风，为什么让我感到不安？没有客人，也没有服务，真是太不像话了。街道上传来尖叫声：“放开我！”利罗伊冲向窗边，看到紫发男人正强行拖拽伊奥娜，男人呵斥道：“给我安静点！”伊奥娜拼命挣扎：“我不去！”利罗伊推门冲出，指着男人喊道：“给我住手！立刻放开那个孩子！”羞涩走在阳光下，我的名字是羞涩，曾是一名雇佣兵，从15岁到现在快40岁了，只要给钱什么活都接。我把赚来的钱全都挥霍在酒和女人身上，还有赌博。雇主在阴影中说道：“嘿，羞涩报酬很丰厚，但活儿有点见不得光，还有兴趣吗？”羞涩仰头灌下一口酒，只要钱给够活儿就没问题，别废话了。就这样，我接下了教导小孩的任务。伊奥娜站在空地上，赤着双脚，看起来才刚学会走路。他们竟然要我立刻教他挥剑，简直是胡闹！委托人把他关在京城郊外的偏僻建筑里，还派了守卫，确保他永远无法离开。签合同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卷入了什么麻烦，报酬数额巨大，我几乎没看条款就签了字。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自己签下的是卖命契约。但这个孩子确实有练剑的天赋，他忍受着连成年人都觉得痛苦的训练，他学得很快，教他技巧成了一种乐趣。心情好的时候，我会给他讲外面的故事，也许是那些故事激起了他的好奇心。羞涩走在林间，该死，真不敢相信他竟然就这样跑掉了。紫发女人站在屋前说道：“你怎么来的这么晚？我找到你要找的那个女孩了。”羞涩回应道：“谢了。”女人看着他说道：“那孩子不一般，动作和你一模一样。”羞涩回应道：“那真令人惊讶。”女人继续说道：“说起来，你消失了好几年，该不会是去生孩子了吧？那是你的孩子吗？”羞涩愤怒地喊道：“生孩子？你在胡说什么？我看起来像个女人吗？”女人指着身后的马车说道：“对了，还有一个小问题。”羞涩皱眉问道：“什么问题？”紫发女人回应道：“还有一个男孩也跟来了。”果然，那些家伙是针对孤儿的人口贩卖组织。利罗伊从昏迷中醒来，环顾四周问道：“这里是哪里？”他看向身旁，伊奥娜正靠在他肩头熟睡。利罗伊推了推他说道：“喂，快醒醒！”伊奥娜缓缓睁开眼睛：“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利罗伊反问道：“你看我像是在跟着你吗？而且是我把你卷进来的，我会负责到底。多亏了你的尖叫声，很多人都看到了我们，救援很快就会到的。”伊奥娜愣住问道：“救援会来吗？”利罗伊微笑着回应道：“是的，所以别害怕，什么都不会发生的。”伊奥娜小声嘀咕道：“我才没害怕。”利罗伊问道：“那么你叫什么名字？”伊奥娜回应道：“不知道。”利罗伊安慰道：“没关系，如果你不想说，就算乐。”伊奥娜认真的说道：“我是真的不知道，他们从来没给过我名字，所以我没有名字。”利罗伊露出惊讶的神色：“那人们平时都怎么称呼你？你今年几岁了？”伊奥娜摇了摇头：“不知道。”利罗伊叹了口气：“看来你连自己的生日也完全不清楚。”伊奥娜低下头：“你觉得你要找的那个女孩现在还好吗？”利罗伊回应道：“她肯定没问题，就算把她扔进沙漠，她也能找到活下去的办法。”伊奥娜好奇地问道：“你们关系很好吗？”利罗伊回应道：“她是我的未婚妻，就是只承诺要结婚的人。虽然对我来说，她更像是我的死对头。”伊奥娜认真地说道：“你不应该和死对头结婚，他们说和不爱的人结婚只会带来不幸。”利罗伊回应道：“那不是你我能独自决定的事。”伊奥娜神情坚定：“即便如此也不行。我之所以没有父母，过着这样的生活，是因为一场没有爱也没有责任的婚姻。”利罗伊看着他，这孩子至今为止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握住伊奥娜的手说道：“我不会和不爱的人结婚，等我离开这里，一切都会改变。无论这种生活是什么，我都不会让它再次发生。你要活得足够骄傲，让任何人都没胆量对你说出那种话。去选一个美丽的名字，选一个你喜欢的日子作为你的生日，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去和心爱的人结婚。”伊奥娜回应道：“那听起来好难。”利罗伊摇了摇头：“只要你下定决心，任何事都能做到。别担心，我会确保你能那样生活。”莫德罗夫庄园在夜色中静默。
海登摔碎酒杯，对着跪在地上的羞涩愤怒地吼道：“你这没用的老鼠，连个10岁的孩子都对付不了吗？竟然把事情搞砸了！”羞涩低头说道：“万分抱歉。”海登继续斥责：“你甚至把公爵之子也卷了进来。”羞涩解释道：“我本该亲自动手，但我太心急了，所以找了别人帮忙。”海登追问道：“别人？公爵之子还没见过，你的长相吧？”羞涩点头回应道：“是的，我们要不要尽快处理掉他，然后消失？”海登冷笑道：“如果动了公爵继承人，事情会彻底失控。听好了，我们要这样做，把这伪装成一场为了赎金的绑架，就说我们原本只是想卖掉那个无名的卑贱小鬼。如果公爵家联系我们，就不断提高赎金，拖住他们，直到他们被迫发起进攻。一旦攻击开始，就趁乱带走那个女孩，把公爵之子丢下，伪装成来不及带走她。”羞涩颤声问道：“您的意思是要挑衅他们来攻击？”海登冷笑道：“如果他们连这都做不到，就杀光所有人，把他们埋在一起，逃走前别忘了放火。”羞涩低头回应道：“是的。”他看这海登的背影，该死的贵族混蛋！庄园燃起大火，士兵们惊恐地喊道：“是突袭！该死，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红发女人焦急地回应道：“没时间在这里大喊了，快走！”士兵问道：“那个孩子呢？我们要带走他吗？”红发女人怒斥道：“你疯了吗？你不知道他们是为谁而来的吗？把那2个小鬼丢下！”利罗伊护住伊奥娜，他们是来救我们的。伊奥娜愣住：“我们？”利罗伊点头说道：“没错，绑架我们的人正打算逃跑，只要保持冷静，我们就能平安离开。”大门被猛地撞开，羞涩推门而入，早知道你们这么不听话，就该把你们分开关押。利罗伊沉思着，他不是来救我们的。羞涩步步逼近，利罗伊喊道：“把这孩子留在原地。”羞涩冷笑道：“多亏了小少爷你，我们这次损失惨重，所以我们要带走这女孩。”伊奥娜惊恐地后退：“不要！”羞涩眼神阴冷：“乖乖跟我过来。你真的想看到身边的男孩子受伤吗？”伊奥娜浑身颤抖：“如果我听话，他就能安全吗？”羞涩点头说道：“没错，只要你乖乖听话，他就会平安无事。”伊奥娜垂下头，绝望地走向羞涩。利罗伊大声喊道：“把他放下来！只要你照做，我们就不会追捕你。难道现在最紧要的不是安全逃离吗？”羞涩冷笑道：“我们的少爷还挺会动脑筋，可惜这些家伙的命在交易达成前就已经保不住了。”他挥起重拳，狠狠砸向伊奥娜，将她击倒在地。利罗伊冲上前，愤怒地质问道：“你在干什么？”羞涩反手抓住利罗伊的头，猛地按向地面。利罗伊咬牙说道：“我会记住你的声音，我会亲自把你找出来。”羞涩冷笑道：“哎呀，这双眼睛里全是毒液，就算你找到了我，又能把我怎么样？”利罗伊挣扎着喊道：“我会把那孩子从你手里夺回来。”羞涩反问道：“然后呢？你能对他的一生负责吗？”利罗伊大声质问道：“你觉得我做不到吗？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就把他留在这里。他过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悲惨生活，别再逼他经历更恐怖的事情了。”羞涩沉默片刻说道：“好吧，小鬼，那你就等长大以后再来找他吧。如果你成年之后依然还记得他，还想保护他的话，那就变强后再来吧。但现在的你根本没有那种力量。”他挥拳重击，利罗伊应声倒地。羞涩抱起伊奥娜，冷漠地转身离去。庄园被烈火吞噬。不久之后，利罗伊被家族的骑士救出。当他再次睁开眼，已经躺在柔软的床上，薇薇安守在床边。从那一刻起，他开始疯狂地寻找那个孩子的下落，但那个女孩就像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无论他如何寻找，都找不到任何踪迹。利罗伊回忆着：“我曾向他许下诺言，绝不会让那种悲惨生活再次降临在他身上。我曾承诺他会像梦想中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当时的我是那样自信满满的说着，无论这种生活是什么，我都不会让它再次发生。可到头来，我对他许下的承诺一个都没有兑现。时光流逝，我已成年，或许是因为愧疚，那个女孩的记忆反而愈发清晰。直到某天，仿佛命运指引，我再次见到了她。透明的银发，清澈的红瞳，依然是那副让人捉摸不透的眼神。伊奥娜看起来已经成为了一名骑士，或许是被某个贵族家收为养女了吧。看到她过得很好，穿着体面的衣服，我由衷感到高兴，但内心深处却隐隐作痛，因为最终没能亲手兑现承诺的人，竟然是我。如果当时告诉他名字，我们会更早相遇吗？这只是无谓的后悔。他已经不记得我了，在他开启的新生活中，像我这样的人，只会让他想起痛苦的过去。我埋葬了私心，但当伊奥娜对我展现出超越职责的情感时，我开始希望我们能成为彼此更重要的人。伊奥娜递出白花说道：“我想正式向你求婚，请嫁给我。”是的，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的羁绊绝非转瞬即逝。伊奥娜坐在沙发上，玛莎端着托盘走近，她开口问道：“小姐，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吗？您这几天总是心不在焉。”伊奥娜回应道：“只是想的事情有点多。”她陷入了回忆。利罗伊看向她说道：“订婚后，我们在皇室花园第一次见面那天，我曾对你说过，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伊奥娜轻声回应道：“我隐约记得那件事。”利罗伊继续问道：“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或者说，我到底是怎么认识你的？”伊奥娜陷入沉思。如果是在我拥有名字之前的话，那一定是我小时候的事。可那时候我一直和老师被关在一起，不可能见过任何人，除了那个人。那唯一的一次，我曾成功逃离。难道是那时候遇到的那个男孩吗？绝不可能，那个男孩已经死了，整座建筑都被烧毁，他们甚至找不到他的尸体。羞涩俯视着伊奥娜说道：“这都是因为你追逐那些愚蠢的梦想。如果你没有逃跑，那个男孩就不会像狗一样凄惨的死掉，不是吗？”伊奥娜愣住，那个男孩死了是因为我，但如果他其实并没有死呢？
伊奥娜摇了摇头，这种命中注定的事绝不会发生。他看向玛莎问道：“如果有人记得，我不记得的过去呢？”玛莎有些困惑地回应道：“您是说公爵大人吗？为什么他会说以前见过您呢？”伊奥娜感叹：“玛莎真是敏锐。”他继续说道：“公爵让我下次见面之前好好想清楚，如果我想不出来，他会很失望。但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玛莎若有所思地回应道：“能让他说出这种话，那一定是非常难忘的一次邂逅吧？”伊奥内点头，似乎是这样。房门被猛地推开，尼尔斯气喘吁吁地大喊：“伊奥娜，你在这里吗？”伊奥娜眼神冰冷地斥责：“你疯了吗？竟敢就这样闯进来！”尼尔斯走近说道：“伊奥娜，我有话要跟你说，这里人多眼杂，不是说话的地方。”伊奥内看向玛莎，微微点头示意。玛莎心领神会，转身退出了房间。尼尔斯问道：“你知道公爵大人买下了暹罗的银矿吗？”伊奥娜神色淡然地反问：“你是说那个曾经属于我们家族的矿山？我听说你很久以前就把它在赌桌上输掉了。”尼尔斯恼羞成怒地喊道：“什么？是谁告诉你的这种胡话？”伊奥娜轻笑一声：“在你忙着继承人训练时，我替你和那些朋友们打了不少交道，他们可不是什么守口如瓶的人。”尼尔斯咬牙切齿地骂道：“那些混蛋！”伊奥娜看着他说道：“我以为你至少会反驳一下，没想到你直接就信了，真是脆弱的友谊。不过，我想他们也不是故意要侮辱你。”尼尔斯平复情绪后问道：“你和公爵大人一起参加了那场聚会吗？”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是的，我去了。”尼尔斯说道：“矿山的所有权现在在他手里，我必须尽快把他拿回来。”伊奥娜靠在沙发上问道：“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尼尔斯神色犹豫地说道：“公爵大人说，如果你开口要求归还，他就会把土地还给我。”伊奥娜露出一丝冷笑：“所以你是想让我替你收拾烂摊子吗？”尼尔斯羞愧得满脸通红。伊奥娜端起茶杯说道：“这未免也太无耻了吧！”尼尔斯低下头哀求道：“求你了，我是在求你帮帮我。”伊奥娜放下茶杯问道：“就只有这些吗？”尼尔斯急切地走近说道：“如果有代价，我会支付的，只要你开口。”伊奥娜双手交叠，语气冰冷地回应道：“你想要的一切都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你到底能给我什么？你并不比我更成功，在贵族圈子里，你也同样不受欢迎。你引以为傲的继承人头衔，不过是勉强抓在手里，根本没有任何实权。与其求我，直接去找伯爵大人，或许还会更有效率。”尼尔斯愤怒地吼道：“注意你的言辞，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别再挑战我的底线。”伊奥娜轻蔑地回应道：“耐心从来都不是你的强项，如果你真的这么渴望，为什么不跪下来求我呢？”尼尔斯深吸一口气，重重跪在地上，真想现在就掐断他的脖子，但我必须忍耐，这份屈辱我会10倍奉还，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我发誓。尼尔斯低着头说道：“求你了，请务必带我转告公爵大人。”伊奥奈看着他说道：“好吧，我会这么做的。如果你能安分守己，不在皇室舞会前惹麻烦，我就答应你的请求。”尼尔斯焦急地问道：“离舞会还有10天，如果这期间出事了怎么办？”伊奥娜冷淡地回应道：“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既然听明白了，就请离开吧。”尼尔斯走后，房间恢复了安静。伊奥娜拆开信件：“我已经提前拿到了关于矿山重新开业的新闻稿件。皇室将会要求莫德罗夫家族支付一笔巨额的赔偿金，即便尼尔斯这辈子都在矿山里挥舞镐头，他也绝对还不起这笔钱。”玛莎走进房间说道：“小姐。”伊奥娜转过头问道：“玛莎，你回来了？”玛莎恭敬地回应道：“我刚刚和伊冯娜小姐的女仆谈过了，据说伊冯娜小姐不久前刚见过弗罗伦萨小姐，而且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伊奥娜听完汇报，嘴角微微上扬，我已经能猜到他到底在计划什么了。宴会厅内灯火辉煌，宾客们交错攀谈。布兰特利对着眼前的小姐说道：“能得到如此优雅女士的认可，是我的荣幸。”粉裙小姐红着脸回应道：“我真的是您的粉丝，布兰特利爵士，我一定会去看您的下一场戏。”布兰特利微笑着，目光却越过对方，看向远处，那就是伊奥娜小姐吗？真是惊人的美貌。他收回视线，对身边的粉裙小姐说道：“请原谅我，这段时光非常愉快。”粉裙小姐挽留道：“布兰特利爵士，请再多留一会。”布兰特利拿起一杯香槟，径直走向前方。他停在伊奥娜身边：“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吗？很高兴终于见到你，我是布兰特利·维斯特罗格。”伊奥娜行礼说道：“很高兴见到你，我是伊奥娜·莫德罗夫。”布兰特利笑着回应道：“我当然知道，这里还有谁不知道伊奥娜小姐的大名吗？”伊奥娜说道：“你过奖了，你是从东方来的吧？”布兰特利眼神一亮：“确实如此，真是敏锐的洞察力。但是伊奥娜小姐，近距离看你，美丽这个词根本不够用。听说你很快就要和公爵大人结婚了，如果我能早点遇见你，也许我会尝试为自己争取那个位置。”布兰特利举起酒杯，在如此连天使都嫉妒的婚约面前，我唯一能做的，他眨了眨眼说道：“就是为你献上祝福。我将这杯酒连同我的心意一起献给你。”伊奥娜举起手中的杯子：“我已经有酒了，让我们干杯吧。”两人的酒杯轻碰，发出清脆的响声。布兰特利独自走在走廊，伊奥娜小姐果然没那么容易被诱惑，不过真没想到她酒量这么差。伊奥娜捂着额头说道：“我突然觉得不太舒服，需要休息一下。”布兰特利看着他离去，他现在应该去休息室了，那些人也该动手了。他停下脚步，女人们之间的战斗真是可怕。伊冯娜躲在阴影中，拉紧兜帽说道：“如果必要的话，就强行暴露她的身体，散布谣言，说她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布兰特利走到门前，抬手敲响了房门。这种话竟然出自女人之口，真是个狠毒的指令。不过接受了这种任务的我，也没好到哪去。他推开房门，眼前的景象让他僵在原地。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房间内一片狼藉，几名壮汉倒在血泊中，生死不明。为什么这些人全都失去了一闪？布兰特利看向窗户，等等，窗户是开着的，难道他反抗之后从这里跳下去了吗？这简直难以置信，事情不该发展成这样。冰冷的剑刃突然架在他的脖子上，伊奥娜在他身后说道：“真是奇怪，这里难道不是贵族小姐们的休息室吗？”布兰特利感受着颈部传来的寒意，冷汗顺着脸颊滑落。伊奥娜继续说道：“动用这种肮脏的手段，真是可悲，你不觉得吗？”布兰特利一脸惊恐，该怎么解释这一切？这种令人作呕的感觉，简直让我毛骨悚然。他颤抖着回应道：“伊奥娜小姐，我……”伊奥娜露出冷笑：“布兰特利，对吧？我会给你一个机会，有一场相当有趣的戏，我觉得你非常适合。”在那之后，布兰特利向调查员坦白，是伊冯娜指使了他。他跪在地上，对着调查员哀求道：“我是一个为女士们的心而活的男人，我怎么可能去伤害那样美丽的女人？如果我有罪的话，那也只是因为我没能完成那位小姐交给我的任务。直到现在，只要一想到那件事，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首都，伊冯娜竟然密谋陷害自己的亲妹妹。贵族们在背后指指点点，伊冯娜站在人群中，脸色惨白。伊冯娜不愿独自承担罪名，坚称佛罗伦萨也参与其中，但由于缺乏确凿证据，佛罗伦萨逃脱了惩罚，流言蜚语并未平息，伊冯娜被迫躲进领地，直到事态冷静下来。终于，帝国舞会的日子到来了，宏伟的宫殿张灯结彩，迎接贵客们的到来。侍女惊叹道：“小姐，您看起来真是太迷人了，您一定是今晚舞会上最耀眼的明星。公爵大人的品味真是无可挑剔，这件礼服一定是他亲自为您挑选的。毫无疑问，公爵大人今晚一定会再次为您倾倒。”伊奥娜想起利罗伊的话：“穿上我送你的这件礼服，去参加舞会吧。如果我们穿同色系的衣服，所有人都会知道谁才是你真正的伴侣。”伊奥娜一脸期待：“所以公爵大人今晚也会穿同样的颜色吗？如果真是那样，今晚的舞会将是我最辉煌的时刻。”玛莎快步走进房间说道：“小姐，皇宫的马车已经到门口了。”伊奥娜提起裙摆：“那我该出发了。”她停下动作问道：“那伊冯娜呢？”侍女压低声音回应道：“听说她已经绝食了，甚至不肯离开床铺一步。大家都说她躲在被子里，连头都不敢露出来。”伊奥娜闭上眼说道：“那真是太不幸了。”玛莎愤愤不平地说道：“不幸？那个罪犯享受了太多奢侈，这根本就是报应。”伊奥娜没有反驳，只是淡淡的说道：“皇宫的人还在等着，我们走吧。”她走下台阶：“是萨斯基亚队长亲自来接我吗？”伊奥娜停下脚步，她睁大眼睛：“皇太子殿下。”皇太子站在大厅中央，看着他说道：“我一直在等你，我的骑士。”他迈步走近，看着愣在原地的女人：“你为什么这么惊讶？”伊奥娜回应道：“我没料到殿下会亲自过来。”皇太子微笑着说道：“毕竟是我邀请了你，我怎么能让一位女士独自踏上旅程呢？虽然你看起来似乎并不怎么高兴见到我。”伊奥娜避开视线说道：“我只是太惊讶了，仅此而已。”皇太子握住她的手：“至少在我面前，你应该表现得开心一点。”他轻轻吻在手背上：“你今晚看起来真是光彩夺目。”皇太子凑近伊奥娜的耳畔，低声说道：“果然就这样把你让给别的男人，真是太可惜了。”伊奥娜避开他的视线：“我们要迟到了，出发吧。”马车在路上颠簸。理查德坐在车厢内问道：“伊奥娜，你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伊奥娜低头回应道：“恐怕我不明白殿下的意思。”理查德靠在椅背上说道：“听说你最近发生了很多事，但你一次都没有联系过我。”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那不是值得麻烦殿下的事情。”理查德皱起眉头：“我的未婚妻试图囚禁你，这怎么能说不麻烦？”伊奥娜说道：“最后什么都没发生，我也不是那种会轻易中计的人。”理查德说道：“我的骑士应该更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我会确保佛罗伦萨再也无法对你动手，我会解除我们的婚约。”理查德带着伊奥娜走下马车，出现在众人面前，侍者高声宣布：“理查德殿下与伊奥娜小姐入场。”宾客们纷纷赞叹：“殿下今天真是英姿飒爽，没想到您会和伊奥娜小姐一起出现。”理查德微笑着回应：“伊奥娜是我最信任的骑士，她站在我身边是理所当然的，难道你们不这么认为吗？”伊奥娜在一旁说道：“是的，利罗伊公爵大人很乐意允许。他说未婚妻能为领主效劳是种荣幸。”理查德脸色微变：“你竟然征求了他的许可？”伊奥娜点头回应道：“那是当然的。”一名贵族女子走近说道：“伊奥娜小姐，我听说了关于伊冯内小姐的消息，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听说还有一个同谋。”理查德环视众人说道：“听说那个人今晚甚至没被邀请，无论他是谁，竟敢伤害我的骑士，所有参与此事的人都将付出代价。”宾客们在台下窃窃私语。骑士团长萨斯基亚递过酒杯，对伊奥娜说道：“拿着这个，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你身上。”伊奥娜接过酒杯回应道：“团长，执勤期间你不该喝酒。”萨斯基亚喝了一口酒说道：“只要你保持安静，就没人会知道。”人群中突然传来尖叫：“天哪，那是利罗伊公爵大人吗？快看那边！”伊奥娜转过头去，利罗伊身披红色披风，缓缓走下台阶。宾客们低声赞叹道：“早就听说他英俊非凡，今晚更是光彩夺目。他以前很难见到，最近却频繁出席各种活动，是因为他现在有未婚妻了吗？但他们还没正式宣布吧？”萨斯基亚看着伊奥娜问道：“你的裙子看起来简直是专门为了配她的衣服。”伊奥娜平静地回应道：“我们只是像订婚情侣那样搭配了服装而已。”萨斯基亚指着他说道：“即便你是作为皇太子的舞伴来的。”伊奥娜反问道：“这有什么问题吗？”萨斯基亚神色凝重地说道：“好吧，
我现在彻底清醒了，这里肯定要出事，你自己小心。他转身离去，我回去工作了。利罗伊停下脚步，呼唤道：“伊奥娜！”伊奥娜露出灿烂的笑容：“我一直在等您，公爵大人。”利罗伊走到他面前问道：“我来得很晚，不是吗？”伊奥娜摇了摇头：“一点也不久，我也才刚到。”利罗伊向理查德行礼说道：“好久不见殿下，自那以后，我们一直没机会交谈。”理查德走上前说道：“如果你当时来找我，我会张开双臂欢迎你的。”利罗伊侧过头回应道：“我没能领会殿下的意图，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宾客们在远处窃窃私语，这简直像是三角恋。看伊奥娜小姐和公爵的打扮，皇太子殿下反而像个局外人。理查德继续说道：“不过能像这样再次见到你真好。听说你放弃了作为伊奥娜舞伴的身份。”利罗伊眼神冰冷地回应道：“这有什么不能允许的吗？这只是领主为了鼓励骑士而做出的体贴举动。”理查德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是吗？你一直都是个如此通情达理的人。”他沉思着，真是荒谬，竟然冲进一场必输的战斗，还表现得好像你才是真正属于伊奥娜的那个人。利罗伊看着理查德说道：“我很荣幸能得到您的夸奖，但关于伊奥娜小姐最近的遭遇，我绝不会坐视不管，即便那个罪魁祸首曾经是她亲近的人。”伊奥娜转头看向利罗伊：“不必担心，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利罗伊温柔地说道：“你不需要总是独自承担所有的事情，别忘了，这世上有人比你更担心你自己。”理查德注视着两人，真高兴看到你们的关系已经进展到了这种地步。之前到处都是不好的传闻，我还担心你并不喜欢这位未来的公爵夫人，我甚至担心你会因为这个而拒绝我的提议。利罗伊微微低头回应道：“我绝不敢那样做，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一直梦想着能向所爱之人许下诺言。感谢殿下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经历过这些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对伊奥娜小姐的感情。”利罗伊当众单膝跪地，握住伊奥娜的手说道：“伊奥娜，就在此时此地，请允许我正式向你请求，我发誓将用余生让你幸福。”伊奥娜惊讶地睁大眼睛，心跳声在耳边回响。利罗伊拿出一枚闪耀的钻戒，凝视着她的双眼问道：“你愿意与我共度余生吗？”伊奥娜愣在原地，利罗伊公爵竟然向我求婚了！周围的贵族们纷纷侧目，私语声在宴会厅蔓延。伊奥内看着利罗伊，露出微笑回应道：“是的，公爵大人，我愿意，我会和你结婚的。”利罗伊将戒指带入伊奥娜的手指，他俯身亲吻她的手背，温柔地说道：“我刚才还在担心你会拒绝我。”伊奥娜回应道：“怎么会呢？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这真的不是梦吗？”两人相视而笑，周围的贵族们纷纷鼓掌，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利罗伊牵着伊奥娜的手，向面前的理查德说道：“感谢皇太子殿下为我们安排这次见面，多亏了殿下，这段姻缘才找到了归宿。”理查德回应道：“找到了归宿吗？真没想到，公爵竟然是这么浪漫的人。”利罗伊微笑着说道：“陷入爱情的人总是会改变的。”宴会厅内响起了音乐，利罗伊询问理查德：“如果不算冒犯的话，能否允许我与伊奥娜小姐共舞第一支曲子，就当是对这段姻缘新开始的祝福？”理查德站在原地，注视着两人走进舞池。利罗伊搂住伊奥娜的腰，在华丽的灯光下开始了第一场舞。伊奥娜在舞池中问道：“这枚戒指，难道从选礼服时你就已经计划好了吗？”利罗伊搂着她的腰，微笑着回应道：“无可奉告，我求婚太突然了，让你受惊了，我很抱歉。”伊奥娜摇了摇头，完全没有。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小说里的女主角。她继续说道：“公爵大人，我反而更担心你，你这么快就宣布订婚，真的没关系吗？”利罗伊疑惑地问道：“你指什么？”伊奥娜担忧地说道：“我还不是家族继承人，你就已经公开了婚约。这场婚姻契约是以继承莫德罗夫家族为前提才成立的。如果我没能成为家主，公爵大人会蒙受损失。”利罗伊解释：“我的决定并不草率，我很久以前就已经下定决心了。你有没有考虑过我曾经问过你的那个问题？”伊奥娜露出困惑的神情：“抱歉，我完全想不起来，能请你说明一下吗？”利罗伊叹了口气：“天哪，我竟然这么容易被遗忘吗？”他突然凑近伊奥娜的耳畔，压低声音说道：“你和我曾经共度了一夜。”伊奥娜猛地睁大眼睛：“什么？”利罗伊继续说道：“在那个漆黑的房间里，我们感受着彼此的体温，我至今都忘不了你把我按到时的力气。”伊奥娜满脸通红的反驳：“请不要撒谎，我绝对不可能做出那种事。”利罗伊轻笑一声：“你当时还说了一句话，问我身上有没有钱。”伊奥娜急忙伸手捂住他的嘴：“等一下，那不可能是真的，绝对不可能。”他看着眼前的男人，记忆深处的画面逐渐重合。所以真的是你吗？当年我遇到的那个男孩，我现在终于明白了，那个为了救名义上的妻子不惜冲进战场的男人，对他来说那只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因为这个男人本性就是如此正直善良。伊奥娜低声说道：“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整座建筑都被烧毁了，他们说连你的尸体都找不到。”利罗伊紧紧握住伊奥娜的手：“我当时应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的，如果那时说了，我们就不用绕这么大的圈子，才重新回到彼此身边。”伊奥娜感叹：“不过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如果我当时还留在皇太子身边，我可能会打着旧情的幌子，带着不怀好意的目的去接近你。”利罗伊微笑着回应道：“你不会那么做的。”伊奥娜沉思着：“公爵大人，看来你还不够了解我。在我前世死掉之前，作为利罗伊的妻子，我曾协助皇太子将他牢牢掌控在手中。我不值得你这样的信任。”利罗伊注视着他说道：“就算你利用儿时的交情作为接近我的借口，我也并不介意。但请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都永远不要忘记我。”伊奥娜说道：“我怎么可能忘记你呢？这一世我绝不会像前世那样让他陷入危险。这一次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守护好她。音乐已经结束了，伊奥娜攥紧手指，我有太多话想说，也有太多事想听你分享。她看着利罗伊说道：“公爵大人，或许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一名侍从走进行礼，说道：“利罗伊公爵，皇太子殿下正在召见您。”利罗伊转头看向伊奥娜：“我可以先是陪一下吗？”伊奥娜点头回应道：“当然可以。”她看着利罗伊离去的背影，明明只是短暂的离别，为什么会觉得如此遗憾呢？不过没关系，从现在开始，我们还有很多相处的时间。利罗伊推开沉重的大门，皇太子背对着利罗伊问道：“你现在到底想干什么？”利罗伊平静地回应道：“我想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这场婚姻意味着什么。”皇太子转过身，眼神冰冷地问道：“你是反应迟钝，还是在故意挑衅？”利罗伊面不改色地说道：“我不明白殿下的意思，在结婚前向女士求婚，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程序吗？”皇太子注视着他，他竟然无法隐藏对伊奥内的感情。问题在于那场求婚里包含了不必要的真诚。皇太子冷笑着问道：“你是在试图跟我竞争吗？”利罗伊反问：“您说话的语气倒像是把我当成了争夺伊奥娜小姐的对手，难道殿下觉得她会被我动摇吗？”皇太子猛地睁大眼睛：“你竟敢如此无礼！你知道我陪在她身边已经有多少年了吗？在她成为帝国骑士之前，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一直在一起，她也是心甘情愿地选择保护我。我一直非常珍惜那个孩子，我们就像家人一样，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绝不会因为所谓的动摇就轻易崩塌。”利罗伊攥紧拳头，打着家人的名号，只是在利用他罢了。归根结底，他和莫德罗夫家族的那些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利罗伊看着皇太子说道：“伊奥娜小姐一定被殿下的命令伤透了心。”皇太子冷笑一声：“看来你还是不够了解她。伊奥娜是我的伴侣，她非常清楚我的命令意味着什么。”皇太子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利罗伊问道：“殿下，您是害怕我会抢走您的爱人吗？”利罗伊继续说道：“既然如此，那就请殿下当众宣布吧，说您其实并不想允许这桩婚事，说那个深爱着伊奥娜的人其实正是殿下您自己。”皇太子愤怒地瞪着利罗伊，两人之间的气氛降至冰点，仿佛空气都要凝固。门外传来急促的呼喊声：“皇太子殿下！”皇太子皱起眉头，不悦地看向门口：“什么事？我不是说过不要打扰吗？”一名侍从慌忙推门而入，气喘吁吁地回应道：“皇太子殿下出大事了，您必须立刻去舞厅一趟。弗罗伦萨小姐闯进舞厅去找伊奥娜小姐了。”皇太子脸色骤变。尼尔斯走近说道：“伊奥娜，恭喜你，公爵大人最终还是向你求婚了。”伊奥娜说道。尼尔斯说话的样子就像亲近的哥哥。尼尔斯摊开双手，父亲不在家，作为继承人，他应该先跟我商量求婚的事。当然，比起这些形式，最重要的是你们心意相通。他凑近问道：“那么伊奥娜，关于归还土地的承诺，我遵守了在舞会前举止得体的条件，甚至在伊冯娜被囚禁时，我也一言不发。”伊奥娜感叹：“为了讨好我，竟然做到这种程度，他一定非常担心失去继承人的位置。”伊奥娜开口问道：“尼尔斯，你真的想在公众场合提起这件事吗？”尼尔斯慌张地摆手：“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可以回家再慢慢谈。”自从伊冯娜的丑闻爆发后，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莫德罗夫家，无数双耳朵在偷听我和尼尔斯之间的任何交流，表现出兄妹和睦的样子并不是坏事。尼尔斯低头说道：“那我就先保持沉默。”伊奥娜转身离去，身后传来呼唤声：“伊奥娜小姐！”弗罗伦萨挡住去路说道：“我想和你谈谈。”伊奥娜看着眼前的人，真是阴魂不散，他果然不肯放过我。伊奥娜开口问道：“弗罗伦萨小姐，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弗罗伦萨环顾四周说道：“这里不方便谈论，我们去私密房间吧。”伊奥娜回应道：“弗罗伦萨小姐，请先说明你的来意，我可没打算和试图伤害我的人单独相处。”弗罗伦萨捂住胸口说道：“自从伊冯娜的荒唐事传开，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怀疑，请给我一个机会澄清这些怨恨和误解。”两人来到休息室坐下，弗罗伦萨继续说道：“伊冯内的事情发生后，我一直想和你谈谈，我担心你会因为上次的见面误信那些愚蠢的谣言。”伊奥娜回忆着上次见面，他可是愤怒地扇了我几个耳光，竟然在皇宫里对我动手，他真的很鄙视我。伊奥娜说道：“我不确定他是否仅凭怨恨就会犯罪，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弗罗伦萨回应道：“你肯定不会相信那个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吧？她曾试图利用男人来羞辱你。”伊奥娜冷冷地说道：“弗罗伦萨小姐，我知道伊冯娜找过你，也知道你们之间有书信往来，甚至知道她接触你之后的所作所为，请给出基于事实的解释，虽然我不一定会相信。”弗罗伦萨低头问道：“我该如何证明我没做过的事情？”伊奥娜起身说道：“如果你没有别的话要说，我就先告辞了。”弗罗伦萨猛地抓住她的手：“伊奥娜小姐，我知道你对我心存怨恨，我会努力消除我们之间的误解。如果你愿意，我甚至可以写下誓言保证，我绝不会再轻视你，我会像殿下那样珍惜你。所以，请为我去劝说殿下吧。”伊奥娜眼神一凛，果然，这才是她的真实目的。理查德殿下已经要求解除婚约了。看到弗罗伦萨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难道殿下在来接我之前就已经通知他要退婚了吗？伊奥娜说道：“你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我没有理由答应你。殿下绝不会因为我的劝说就改变主意。”弗罗伦萨跪在地上：“只要你肯原谅我，他一定会听你的。”伊奥娜甩开他的手：“你总是过度解读我和殿下之间的关系，我仅仅是他的骑士而已。”弗罗伦萨尖叫道：“只有你才这么想，殿下他是把你当作女人在珍惜，我敢肯定，因为我一直在注视他的目光，爱意首先会在眼神中流露，即使当事人没有察觉，单相思的人只能在暗处，在确定不会被发现时，偷偷注视着对方。
每当避开他人的视线，殿下的目光总是追随着你。伊奥娜回应道：“佛罗伦萨小姐，看来打击让你的判断力受损了。”佛罗伦萨伸手抓向伊奥娜：“你不相信我吗？如果连你的劝说都无济于事，那我就退出。我们直接去问他。”伊奥娜甩开手喊道：“佛罗伦萨小姐，从现在起我会认清自己的地位，无论他选择做什么，我都会保持沉默。你只是想留在他的身边，即使这意味着要忍受这种屈辱。”休息室的大门被猛然推开，利罗伊和理查德冲入房间，齐声喊道：“伊奥娜！”伊奥娜惊讶地看着门口，理查德殿下，利罗伊公爵。勒罗伊快步上前，一把将伊奥娜拉入怀中，紧张地问道：“你受伤了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伊奥娜回应道：“我完全没事。”理查德俯视着佛罗伦萨问道：“难道你想在所有人面前宣布解除婚约吗？”佛罗伦萨颤抖着回应道：“我只是……”理查德冷冷地说道：“我本打算在掌握你所有罪证后再宣布，但如果顺序改变了，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佛罗伦萨哭喊道：“殿下，我只是想消除和伊奥娜小姐之间的误解。”理查德反问：“你就是通过这种大声叫喊来消除误解的吗？如果你想避免进一步的耻辱，就立刻离开这里，我的耐心快要耗尽了。”佛罗伦萨绝望地问道：“为什么不相信我？我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向您传话。”理查德面无表情地说道：“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吗？”佛罗伦萨瘫坐在地，泪水夺眶而出。“既然您全都知道，那为什么还要向我索要解释？难道你就不能至少召唤我一次来斥责我吗？为什么要选我做你的未婚妻？是因为我好操纵吗？还是为了利用我的家族名声来作为你的挡箭牌？你以为我没察觉到你的感情吗？你真正珍惜的那个人是……”理查德打断道：“严斯。”严斯上前行礼回应道：“请尽管吩咐。”理查德冷冷地说道：“把佛罗伦萨小姐带出皇宫，确保她永远不被允许再次进入。”严斯扶起瘫软的佛罗伦萨，强行带离了房间。伊奥娜看着他们的背影，皇太子并没有把我当成女人，就像佛罗伦萨小姐一样，我也仅仅是一个工具。理查德走近唤道：“伊奥娜，刚才你和佛罗伦萨谈了什么？”伊奥娜握紧拳头。如果理查德真的对我怀有感情，只是他从未表露出来，那么在这一世，我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为了达成我的目的，这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伊奥娜说道：“关于最近的事件，他声称与伊冯娜无关。”理查德继续问道：“除此之外，你没有受到伤害吧？”伊奥娜攥紧裙摆，那个让我痛苦万分的人，现在竟然在担心我。他想起前世士兵的话，那是陛下的旨意，让我确保你的退路，真是虚伪的令人作呕。伊奥娜看向理查德，回应道：“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那只是一件小事，请不必放在心上。”利罗伊问道：“什么都没有吗？他是那个想伤害你的人，如果这让你感到负担，也许你最好先回家。”伊奥娜回应道：“如果我现在回到舞厅，肯定会遇到麻烦的问题，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骚乱，我最好在这里撤退。”他走到理查德面前，行礼说道：“我作为殿下的伴侣出席，却没能留在您身边，非常抱歉，我先告辞了。”理查德回应道：“准了。”伊奥娜沉思着，干枯的目光，毫无感情的眼睛。也许佛罗伦萨所相信的仅仅是一个幻觉。他弄脏了我的手，考验了我的忠诚，最后背叛了我。他做出了相爱之人绝不会做出的行为。如果那是爱，那他口中的爱不过是一种变态的嗜好。伊奥娜看向理查德，说道：“殿下，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商量。后天下午，我可以去您的办公室吗？”理查德说道：“找我还需要许可吗？”伊奥娜小姐，我会欣然期待您的到来。深夜的宅邸一片寂静，伊奥娜躺在床上，要解决的事情已经够多，情况却变得更加复杂。理查德的行为难以预测，一直以来，我根据过去的记忆行动，这真是意料之外的障碍。门外传来响声，伊奥娜愣住，怎么回事？尼尔斯说他会早点隐退，因为不忍心见到我，现在又是为了什么？他看向房门问道：“什么事？”一个男人站在门外说道：“小姐，利罗伊公爵传来了消息，我可以进去转达吗？”伊奥娜立刻起身下床，那个声音，他打开门惊讶地问道：“阁下？”利罗伊微笑着看向他，伊奥娜打量着他问道：“这身打扮，你贿赂了这里的仆人吗？”利罗伊坐在沙发上回应道：“我是向你在宴会厅的哥哥请求的，如果翻过露台进来，本该更浪漫一些，但你的房间实在太高了。”伊奥娜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吗？竟然在这个时间过来？”利罗伊说道：“没见到你我无法安心，让你一个人离开后，我的心一直无法平静。”伊奥娜点头：“我明白了，其实我也有事想问你，在宴会厅里你和殿下都聊了些什么？”利罗伊说道：“面对即将成为情妇丈夫的人，他还能说什么？看到我的求婚申请，他大概觉得要失去你了。”伊奥娜满脸错愕：“情妇的丈夫？你这是什么意思？”利罗伊惊讶地问道：“难道你不是皇太子的情妇吗？”伊奥娜愤怒地说道：“你一直把我当成他的情妇吗？无论外面有什么传闻，你竟然一次都没向我确认过。”利罗伊愣在原地。伊奥娜别过头说道：“这种误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无论以前还是以后，我都绝不会做出那种事。”利罗伊神色慌张地问道：“等等，你和皇太子没有那种关系，所以你才要求婚后彼此忠诚？”伊奥娜直视着他回应道：“我很洁身自好。”利罗伊解释道：“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是皇太子亲口告诉我的。他说他像珍惜女人一样珍惜着你，他选择让我做你的丈夫，是因为他希望你不要和你嫁的男人联手。”伊奥娜睁大眼睛：“那么在我的前世，公爵对我如此冷酷，是因为他相信我是皇太子的情妇吗？如果我们解开了误会，是否会有更好的关系？我们从未成亲的原因是，直到最后，我都站在皇帝那一边。”伊奥奈看向利罗伊说道：“那不是真的，殿下和我没有那种关系。”利罗伊捂住额头，看来我产生了一个非常荒谬的误会。能再问一件事吗？
你对皇太子哪怕只有一瞬间产生过感情吗？伊奥娜直视他的眼睛说道，从未有过，哪怕一瞬间都没有。利罗伊轻笑一声，看来你在那位乖戾的上司手下吃了不少苦头。伊奥娜回应道，阁下也同样令人钦佩，听了那些话，您竟然还决定要娶我。利罗伊看着他说道，因为你曾承诺过会对我忠诚，我相信那个孩子不会背叛他的婚姻。当年你说过，嫁给不爱的人只会带来痛苦，我相信你也不希望拥有一段不幸的婚姻。伊奥娜愣住，我小时候到底在说什么？简直就像在预言我们会一起过得很悲惨。他看向利罗伊说道，请别担心阁下，我也希望我们能成为人人羡慕的夫妻。利罗伊愣了一下，既然如此，伊奥娜继续说道，即使这是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只要有体谅和尊重就足够了，我们之间会相处得很好。利罗伊回应道，没有爱情的婚姻，原来如此，体谅与信任真是令人动容的话语，我很感动。他注视着伊奥娜说道，是的，我们会成为很相配的夫妻，简单的仪式就足够了，只希望你未来的日子平安且充满幸福。伊奥娜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真是一点都没变。他微笑着回应道，我也是，公爵大人，我也同样祝你幸福。利罗伊活动着肩膀说道，既然已经下定决心，是时候开始准备婚礼了，你有想去的场地吗？伊奥娜说道，我认为在领地举办最好，在首都只需提交文件。利罗伊说道，那样盛大的求婚之后，低调的仪式肯定会招来闲话。伊奥娜轻声说道，没关系的，庆典有必须保持简单的理由，